我一定要拿到草药给爹治腿。行了，别难过了。既然占了你的身子，你爹娘就是我爹娘，你放心去，这个家我替你扛了。接下来交给我了。老三家的，今晚就搬出去，这屋子得腾给宝生做书房，别耽误我大孙子考功名。娘，外头大雪，孩子爹还昏着，你让我们去哪儿？老三腿废了，赖着不走是想拖死全家。弟妹，我知宝生那是文曲星下凡，你们三房占着茅坑不拉屎，好意思？别废话了，赶紧拖走。刚穿越过来就撞上极品逼宫，这把菜刀藏对了。奶，你别害怕呀，阎王爷没收我，倒是梦里有个疯老头教了我一个道理。我没害怕。那老头说的是，今晚谁敢动我家人一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快找族长三叔公做主呀！这丫头拿刀砍我。三太爷来的正好，你应该知道我爹腿怎么断的吧？我知道。有啥不敢说的啊？不就是给我大伯修房子摔断的吗？众人面前敢对族长不敬，你真是反了！敬不敬的无所谓了，你要是还有良心，就给我们立段亲书，生老病死互不相干，我们三房净身出户，一根稻草也不带走。签，现在就签！你们自己要滚，饿死别赖我。就他们那样，不出3天，他们就得跪回来求老太太赏口泔水喝。段亲亲贴了，家也分了，我们绝不会回来求你们。我们来了。前头有个庙，快进去躲躲。大家挤一块。离了家，咱们可怎么活呀？哥，去把找木板把那个透风的窗户堵上。哎，俺去。娘，你哭什么？若是留在那个家，爹这腿没钱治，拖不过这个冬天，那就是一卷草席扔乱葬岗。在这儿虽然冷点破点，但爹还活着，小妹还在怀里，大哥还在身边，咱们一家5口齐齐整整的，只要人活着，这就不是死路。那啥，俺不饿，就是肚子不懂事儿。这大雪封山的，上哪儿弄吃的去啊？有手就有吃的，跟我走。有手就有吃的，跟我走。妹，这黑灯瞎火的，外面全是雪，咱去哪儿啊？打猎。满儿，你别胡闹，你哪会打什么猎呀？万一碰到狼……娘，你忘了，那游坊老猎户教过我，他说大雪天才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时候，这时候野物跑不动，都在雪窝子里趴着呢。如果我没判断错，这里应该有野味。妹，你想啥呢？想我怎么给你变出吃的来。变？妹，你真神了！有人跟来了，哥，你先拖猎物回去。行。野林子可不比家里，随时得防着。娘也是老糊涂了，非让我大半夜的来看看。那一家废物，这时候肯定早冻硬了，有啥好看看的？啊！我的脸，闹鬼了，有鬼！这就害怕了，二叔，日子还长着呢。满儿，这真是你们打的？对啊，娘，放心吃吧。爹吃肉，吃了肉腿就不疼了。爹是废人，还吃什么肉？这么自暴自弃，你想让小妹被人指着脊梁骨说没爹？说得对，爹以前可是有名的木匠。那爹说好了，你以后要给我们盖大瓦房。说好了。这点肉撑不了几天，哥，天一亮干票大的。干票大的。睡吧，明天早起。是黑匣子留下的，应该在附近冬眠。熊，妹快跑！跑什么？熊皮可是做褥子的好材料。那你怕啥？咱不硬刚，用烟熏。黑匣子脑袋探出来就扎过去，我不喊停，别撒手。这俩孩子去哪儿了？这荒山野岭的。熊瞎子！娘，烧水，今儿有肉吃，有皮袄穿。有肉吃，闺女，你真是娘的好闺女。之前那么多吃的，这又来只熊，你们两个怎么弄过来的？捡的，都是路上冻啥了捡回来的。哦，哇，熊好大呀！1块、2块、3块，够吃好几天的。妹，天天吃肉，俺打嗝全是腥味儿。想吃别的啦？山里可没有。不是我想啥呢？明天咱俩下山吃好吃的去。回村？你奶要知道咱没死。现在不是回村的时候，我们去县城。去县城干什么？你们有银子？没有。没有银子，我们可以换呀，把熊胆换成银子，就可以买盐、买米、买布了。是啊，熊胆可以换银子，我怎么没想到？
咱们的熊还是金胆嘞。啥是金胆？金胆可是熊胆里的极品，大药房掌柜见了都得亲自迎咱。妹，这真比肉值钱。肉填肚子，这玩意儿救命！达官贵人眼里，一颗能换100车肉。满儿，县城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小丫头，就因为我是小丫头，才没人防着。我和哥扮成叫花子进城，谁敢想我俩身上揣着宝贝？俺不去，俺笨，话都说不利索，人家肯定拿棍子撵。宋大壮，站直了！俺站直了。咱是去偷了还是抢了？这东西是咱拿命跟黑瞎子拼回来的，你连黑熊都敢逮，怕几个城里人？你连黑熊都敢逮，怕几个城里人？俺不怕，不怕。以后咱要盖大房子买地，你得当掌柜的。是。你要连城都不敢进，怎么护着爹娘和小妹？俺去，俺当掌柜的。这就对了。背篓下面藏熊皮熊胆，上面盖烂菜叶，神仙也看不出来。妹，你啥时候变这么聪明了？谁要是被逼着必须在深山里生存下去，都变聪明了。二叔又来了，绕开，咱有正事。娘非让我来看看死透没，这鬼地方。吃人了！老三一家被吃光了！别吃我！救命啊！这下大蟒山闹鬼的名声坐实了，省得老有人来探。妹，你可真损！对坏人就得损，不然他就害咱们。走吧，县城还远。好嘞，妹。赵三叔，三房的，你们不是冻死在大蟒山了吗？有热乎气的，没死。快拿着吃！你们这个娃子命真硬。叔，有桩大买卖，想求您帮忙。黑瞎子，成年的，你们咋弄死的？深桑老林里碰上的。你是老猎户路子熟，帮我们长个眼带个路，卖了钱分你2成。这东西救你们全家的命，叔不能要钱，快放车上。到了城里就说是我远房亲戚，东西咱合伙猎的。行嘞，都听您的。这可不是开玩笑，要让人知道2个娃娃弄死了黑瞎子，你们连城门都出不来。干嘛站着？走啊！妹，你说奶他们现在咋样？冻着呗，劈柴挑水往年都是爹和你干，那俩懒骨头肯动手才怪。俺不难过了，以前咱是牛马，现在咱有肉吃有皮穿，他们想都想不到。想通啦？想通了，俺以后就是掌柜的。县城白米饭，姐姐来了。熊肉熊掌样子还行，32行不？你看这熊肉这么实诚，这熊掌这么厚实，要不45两吧？行，45两就45两，成交。毛色还行，最多20两。整张黑熊皮20两，你抢呢？掌柜的，冬眠前的熊膘肥毛厚，今年冬天格外冷，这皮子做成大厂是身份是体面。是这么回事儿。80两，少1文不卖。这你不想收，有的是人收。 60两，我也得赚辛苦钱。成交。抓药左边排队，讨饭的赶紧滚。叫掌柜出来。这是金胆，你不识货别糟践好东西。行医30年没见过成色这么好的金胆，200两，外加断骨药和吗啡桃，老夫送了。这东西能救人命，我们也是拿命换的。再加50两。哎，再加10两，260两。成交。300多两，1斗米几10文的时代，可是泼天的巨富。马儿，我咋觉得浑身都是劲儿？那是吃饱穿暖的盼头。走快点，抄近出城。看着点道啊！撞人连个屁都不放。咦，背篓咋突然沉了？军中制式兵器，那人被追杀，故意把凶器放进来的。哥，别回头，当什么都没发生。推车，快走！哥，把斧头拿手里。2个黑衣人被一个少年反杀，这武力值高的离谱。马儿，男女授受不亲。闭嘴，收利息呢。哥，搭把手。不能救。这人是个顶尖高手，救活了咱家多个护院，救不活衣裳有用，刀也能卖钱，怎么都不亏。铁锅扣头，棉布裹严实，烂稻草一盖，谁看都是一车破烂。成了，走。爹娘，我们回来了。不是上县城吗？咋还带个人？这人能打，救活了，咱家能多个护员。看打扮该是富贵人家，愿不愿留下都不一定。先别说了，救人要紧。忍着，是条硬汉。以前看姥姥中逢猎狗就这样，肠子流一地都活了。哥，给他换件旧袄。
大头在歌里衣夹层里缝着，一共365两。爹，治腿的药也抓回来了。有这些钱就能过日子了。先吃饭，先吃饭。大家收拾收拾睡觉吧。我去看看，不会没醒过来吧？不会没醒过来吧？动一下你就死定了。你是谁？你的债主，救命之恩要么拿银子还，要么卖身抵债。你叫秦野对吧？你怎么知道的？秘密。你刚才谈条件的样子可不像个女孩子。女孩子的强弱从不被人定义。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我们不是朋友，你只是欠债办事。好，债主。小腿中间弯曲，骨头错位愈合。爹这腿没事儿，不疼了。爹，瘸子走不远也护不住家，遇到野兽或坏人，你只能眼睁睁看我们被欺负。目前只有一个办法，打断重接。爹，你敢吗？来，爹不想当废人，爹要站起来护着你们。哥，按住爹，不管怎样都不许松手，动一下接歪了，这辈子就真完了。爹，忍着，一下就好。按住！爹，忍忍。爹，没事，晕过去少受罪。接着，吃了饭就得干活，去把柴劈了。娘，刘瘸子说看见大壮推轮车，车上东西沉着呢。他还说能闻着肉香味儿，那香味儿可浓了，指定是炖了大肉。好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明早就上山，把那破庙给我掀了。家里连热粥都喝不上，你们躲这儿吃香喝辣。老三，你早藏了私，赶紧搬回去，让娘发落。分家文书白纸黑字，净身出户跟老宅没关系。起开，都是老宋家的。你敢推我哥？不光推你哥，还要推你呢。哪儿来的野小子？老宋家家务事你不要多管。好汉饶命！我不是那个意思。哥，把那2盆洗菜水端来。大清早我不想动手，泼。断亲签抄了就是2家人，否则我这护院的刀可不长眼。滚！宋老三家那丫头最近常往山上跑呢，可不是嘛？听说山上最近有陌生人出没，看着不像附近村子的人。宋老三一家最近好像有不少新物件添置呢，最近家里的日子看着是红火了不少哟。娘，我和秦大哥进山转转，你在家照顾爹娘和小妹。你那天缝针的手法不像是为了救人，倒像是缝补破布。你这个村姑从哪儿学的？早些年我遇到一个游方老郎中，他饿晕了，我给他半个饼子，他为了报恩教了我些保命的本事。游方郎中还教人怎么抢东西和携恩图报吗？那是他教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你呢？怎么落魄到被下三滥的杀手追得满山跑？那你呢？怎么落魄到被下三滥的杀手追得满山跑？告诉你也无妨，你救了我的命，我不想骗你，但与任何人都不要说起。其实我是北境边军的斥候，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秘密，被自己人灭口。我的命是12个兄弟用血铺路换回来的。既然是逃命，那就更得藏好了，不然我白救你了。穿越是必会遇到大人物呀。谁？马丫头，这位是？赵三叔，真巧啊！这是我表哥，叫秦牛，是我娘那边的远房亲戚。真是个没文化的丫头，不能想个好听点的吗？表哥？表哥？是啊，闹灾荒，他老家遭了瘟疫，家里人都没熬过来，一路打听过来投奔我娘，刚到没2天。也是个苦命人啊。马丫头，既然碰上了，叔得给你提个醒，你赶紧带着你这表哥回庙里躲躲。村里现在传疯了，说你在山上养了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汉子，还说你们一家子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前面村长还说要带着族老和一帮后生，说要去你家呢。多谢三叔提醒，这份情我记下了。怕了？怕个屁！想看戏，那就给他们演一场就是。娘，精米白面藏佛像后，秦大哥刀收起来换木棍。哪有土匪啊？哪有土匪啊？没看到啊。土匪就是那个啊！腰挺直，下盘要稳。村长爷爷，这是咋了？这人是谁？我表哥，老家遭灾来投奔的。表哥，这是村长。那王氏瞎说吧？
看人家这日子也不像做贼心虚。你们别信，那天他拿刀，那天表哥劈柴，您非要抢口粮，怪我们喽。想着给您送去来着，正好您来了，带回去尝尝鲜。行了，娘家侄儿就是咱村客人，都散了。表哥，尝尝咸蛋。你真当我是你表哥啊？这味儿比县太爷过年还香。小美，借你家斧头试试。表哥，有老鼠进院了。还要吗？干得漂亮，这一手能保半个月清静。多吃点儿，吃饱了才有力气当门神。好用是真好用，只是这庙太小，装不下这尊真佛。我们今天没事儿，跟着门神学写字怎么样？写字太难了，写写就可以了，你快过来吧。这写字咋比杀猪还难？我就像个废人。爹，你看这个字儿，不像个车轱辘？啥车轱辘？我想着咱家这地不平，如果椅子底下长了腿，那该多好。这里得用十字铆，手摇的地方得用硬木做齿轮合咬。秦爷，大壮，把红松木搬进来。爹，试试。动了，满儿，爹能动了。这就是家吗？大冬天的鸟雀最懒散，恐怕有人惊了它们。那些狗的鼻子这么快就感知到这里了吗？大壮，明天跟我进山啊！表哥，这大雪天还进山打猎啊？不打猎，打你！别动。表哥，狼！这是头被狼群驱逐的老狼，饿疯了才铤而走险。这畜生饿疯了，今天不弄死他，他明天就得摸到咱家了。这还是我们那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大哥。记住了，打架是为了让你想护着的人不被欺负。他不能去俺家。哥，你做到了。秦爷，这是要走了吗？或者说是在交代后事？表哥，这么着急把本事交给我哥，是怕以后没人给我撑腰吗？这世道谁都靠不住，只有手中的刀才是真的。这尊门神要走了。秦爷，这杯酒赎敬你。如果有一天大蟒山待不下去了，又有兵祸，你们往哪儿走？往南，过江。江南富庶，水网纵横，马蹄子跨不过长江天险。好，往南走，去江南。留给你替我护住这家老小。丫头，这玉能调动天下半数钱庄的银子，若我回不来，这就是赔偿。再会。孩他爹，满儿，表侄儿不见了！这咋就走了？俺去追！回来！人家有手有脚，想走就走。表哥不回来了？他是天上的鹰，不是咱破庙里的家雀。秦爷走了，日子还得过，得过得更小心。哥，把大黄链子解开，院门时刻上锁。爹，把帘弩架在窗口。娘，腊肉全收进来。你最好给我活着，欠的银子还不够，想拿块破玉抵债，做梦。娘，做早饭，吃饱了咱们自己当门神。哎，听说了吗？老三家那个煞星表侄子好像走了。哎，听说了吗？老三家那个煞星表侄子好像走了。真的假的？前2天不是还把赵二狗差点废了吗？那还能有假？我都盯着好久了，肯定是把老三家的油水刮干净，拍拍屁股走人了。没了那个杀神，宋家那破庙不就是像没了壳的鸡蛋吗？娘，机会来了，秦爷走了。走了？别又是骗人的吧？这次准没错。那秦爷走，可还剩下不少好东西。老二，你去看看，要是那煞星真走了，那是我们宋家的东西，谁也别想独吞。三弟，听说那表侄走了，娘这2天这心口紧，想吃口荤色，匀2块腊肉呗。心口疼。我记得离家之前，娘追老母鸡从村头追到村尾，跑得比我都快。奶奶莫不是馋肉馋的心口疼？你们这是咋说话？今天这肉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今天这肉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哥，二叔要抢肉。肉，走。二哥，我家大壮最近力气没个轻重，您多担待。我就是路过问好，娘还等我吃饭呢。二叔他们绝对不会这么算了的。不行，今天晚上我得去老宅看看。奶，我还缺5两银子置办行头。今晚半夜，二叔和爹带上麻绳，先制住大壮，剩下的还不是认死。敢打我家主意，让你没有好果子吃。既然你们不想做人，就别怪我送你们见阎王。大壮哥，绳子拽了没？紧着呢。我这辈子除了杀猪，还没干过这么刺激的事儿。爹，捕兽夹的位置放好了吗？放心。来了，来了。狗也没叫，
天助我也！啊！我的脚，我的眼睛！大伯，这大半夜的带着麻绳杀猪刀敲了我家的锁，想干什么？不干什么。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钱，那我们好好算算，今晚这出戏你们该赔多少？哎呦！赔钱，不赔10两银子，我去县衙告你们！各位乡亲评评理，昨晚大伯二叔带着麻绳杀猪刀撬锁摸进我家了。你瞎说！这铁夹子，这弓箭就是证据。你去告官！好啊，夜闯民宅，持刀行凶，按大钱律，轻则赐字发配，重则流放3000里。最关键的是，家中若有流放重犯，3代不得科举。宝生哥，你的功名还要不要？奶，不能报官，我的前程要紧。你想咋样？2两银子，1袋米，4两。二娘，你想劫呢？不给，哥，拿绳子送官。给，奶，快给他！这笔账清了，断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以后不要来闹。哥，搬米回家。这天咋跟蒙了块脏布似的？火山灰，天灾降临。什么灰？跑啊！防线破了，蛮子铁骑进城了。小蛮子来了。哥，回家收拾东西，安稳日子到头了。滚开！我好几天没吃饭了。爹，救命！谁敢碰我孩子，我跟谁拼命！爹，想抢我的车，下辈子把招子放亮点。爹，快跑，快跑啊！宝生，你年轻跑得快，爹腿上有伤，你先顶一顶。爹，这就是你爹，连畜生都不如。你丢下我！谁敢过这条线，杀无赦！别看，别吸气，把面巾勒紧，那是食欲，沾上就要命。谢谢你，小满，不然我们就没命了。抓紧时间赶路，这里当成临时营地吧。分水，壮朝力每人1桶，妇孺小孩每人半桶。白天溜下亲儿子，差点害队伍被冲散。今天没水。啥？满儿，你会渴死我们啊！宝生他是你亲堂弟啊，他是读书人，身子骨弱。你也知道他是读书人，读的圣贤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这种牲畜，渴死了我也是为民除害。不行，我一定要自己搞到水。大爷给口水，我有消息换。啥消息？那边车队是我三叔家的，车底下藏着银票和大白米。银子我要，你也留下吧。爹，救命！从今天起，你家停水3天，停粮3天。下次再敢动歪心思，满儿，咱们要进城吗？进不去也得进。咱们的水撑不到明天了。到了，前面就是县城。官爷，咱们是良民，100两白银做担保，拿不出来滚。不能等死，得再找活路。5两银子1碗，没钱滚！霸占水源，这是不给人活路啊！活水虽然浑浊，但只要有水就有救。不过硬抢绝对不行，得回去规划一下。娘，把钱给我。满儿，你要干啥？买水。啥？5两银子买那泥汤子？满儿，那是5两啊！娘，钱没了能挣，人渴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信我，省着点花。你有钱？来1桶。行，给他打1桶。满儿，这水咋喝呀？谁说直接喝了？这样让泥沙沉淀，上层变轻，再经负碳过滤，就是1碗清水。哥，带上家伙，爹弩藏好，这口井该换人管了。这水哪来的？就刚才那桶，洗干净了。把房子交出来！爹，现在这口井归我管，想喝水拿你抢来的粮食换，1桶水10斤粮。蛮子的骑兵。这口井谁说了算？我说了算，1桶水10斤粮，官兵也一样。痛快，痛快！弟兄们，排队，不许抢。二姐喝，我不渴。满儿，奶错了，宝生快不行了，给口水吧，泥水也行。满儿，大伯以后当牛做马。剩下的不喝就继续渴着。记住，以后脏活累活归你们，再动歪心思，都没得喝。退后，面巾不许摘。
这是10亿，喝生水半天就能把人抽干。切，有那么可怕？喝2口水就能生病？我才不信呢！ 10亿，快跑！哥，撒石灰，围起来！二狗，我的儿啊！刘婶儿，你想陪他死吗？烧了他，不能留！那明天你们谁病了，是不是也活埋？满儿，你是活菩萨，救救二狗！我救，但他偷喝灵水违了我的令。好了之后，最脏最的活归他，认不认？认，当牛做马都行。 作孽呀！这是瘟病，这死丫头要把瘟神留在队里，害死大伙儿。那马车是老宋家的，大家分了各奔前程。这病已经传开了，你们现在散伙，走出去一个死一个，留在这儿。这丫头至少知道怎么救人，自己掂量。奶，你刚才说车是你的，我就是为大伙儿好。哼，为大伙儿好。 你把唯一会治的人赶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都散了，该守夜守夜，该烧水烧水。马儿，你看那边，那是什么车？飞扬。哥，张叔带家伙跟我上。 多谢壮士，没事，快走吧。壮士留步！何事？我家小孙子突然抽风，眼看就不行了，求姑娘救救他。糊涂，热得攻心，舞这么后是要蒸熟他。神医，神医呀！结账吧。这是通关路印，前面淮水渡口都封锁了，有了它，关卡渡船都不敢拦。成交。哎，这是什么鬼画符？这叫笑脸，意思是我很安全，我没事。以后你不管去哪儿都在路边留一个，省得我担心。以后你不管去哪儿都在路边留一个，省得我担心。只有傻子才画这个。傻子，嘴上说不画，倒是画了一路。行行好，让我们过去吧。 1人1两银或精粮10斤，没钱就在这等死。1两银子，普通农户全家1年缴用啊！满儿，咱家拿得出，可乡亲们咋办？拿得出也不能拿，咱要赶量银子，下一秒就被撕成碎片。咱有钱，趁乱哄哄没人注意，悄悄把钱交了，直接过关。哎，麻子哥，这是孝敬您的。 过去吧，快走！狗日的，是谁帮你打流民？白眼狼！满儿，咱咋办？不急，能过的未必是活路，不能过的也未必是死路。满儿，硬冲就是送活靶子。秦野的地图上标了条野羊道，从侧面峭壁绕过去。我不爬，我恐高，一看那山头就晕。我是读书人，摔坏了咋办？不想爬，大路就在那儿，1人1两银子，你们有吗？大伯。 满儿，大伯这腿上了山怕连累你们，要不你们先走，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也跟罗家搭个伴儿。反正不爬那鬼山。乡亲们，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死路，敢拼命的跟我上山，不敢的现在就可以过去找他们了。满儿救过我的命，刀山火海我也跟着。哥，拆板车，只带物资，轻装上阵。大家和我一起走。 走过去就赢了，大壮，撑不住就把爷爷放下来。满儿说了，一个都不能少。教叔，阎王爷不收我，继续走。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在前头交过银子。进了赵员外的地盘，还想把钱带走？给我搜！爷，我们真没钱了，在前面交光了。咱们这是刚出虎口，又掉进狼窝，作孽呀！奶，我饿。 我想回家，宝生，奶对不住你。他们真走过去了，100多人过去，一个没少。小满那丫头命真硬。我们要哪儿走？前面是江，后面是关卡，咱连个铜板都没有。跟着他们，他们肯定要去渡口。我们顺着山脚绕，总能跟上。对，马儿不会不管我们的。只要我们盯紧了，等他们找到船，我们就赖上去。他要是不带，
就喊来官兵一起死。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走追！封疆，禁止私自下水，靠近江边者斩。爹，我们去会会守关的校尉。哪儿来的野丫头？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原来是顾太师亲眷。我们要过江。若只有你和这位爷，再加上3个贴身侍候的，下官拼着掉脑袋也能安排。唉，但那100-200号人，你还是当断则断吧。5个人，正好爹娘、大哥、小妹和我上了船就能活。可是大家，那是活路啊！那是我家的活路，不是大家的。官府不让过，我们就自己开一条路，要么一起走，要么都不走。听满儿的，我们自己造船。就算游，也要绑在一起游过去。那是过江的票啊！他疯了！别出声，他们要去造船，咱们就藏在这儿，等船造好，我们做现成的。不造木船，造皮糖筏子。妹子，怎么造？油布缝成口袋，油纸封死，吹满气扎紧，10个气囊绑在木架下，再头牛都绰绰有余。妹子，你真聪明。阿秀，你带婶子们缝布袋，针脚要密。哥，你带人割芦苇。爹，你带叔伯们去捡木头，棺材板、破门板都要。爹，这个行不？行，削尖做榫卯，没钉子就靠手一把架子扣死。好嘞。这傻大哥，看来离娶媳妇不远了。快了，等他们下水，咱们就冲过去。轻点，别出声。老人孩子坐中间，撞罗宾划水。带上我们，不然炸散筏子，把官兵喊来！带上我们，不然炸散筏子，把官兵喊来！有死一起死！想上船？行。哥，把他们3个捆了，手脚绑紧，嘴堵严密。既然要跟着，就当货物运过去。掉进江里喂了鱼，也是命不好。出发！大胆刁民，竟敢违经私渡，往屋里冲！快滑！快躲开！他们射箭了！居然敢放冷箭！看我的！好样的，爹！快滑！什么？有硬茬子！别愣着，快救人！快滑！拽住了！行囊丢了不少，那个筏子也废了，好歹人都在。走，往屋里钻。不好，那是水匪的联络哨。把值钱东西交出来！敢动我的人，你们这水寨今晚可以平了。秦爷，三叔，我来晚了。表哥，是秦野，是那个猎户，咱们有救了！上船，1颗粮食都不许少。上来了，活下来了，咱们活下来了！这边请，各位乡亲去底舱休息，那边备了姜汤和干衣服。这是做梦吗？比做梦还不敢想啊！我是你们统领的大伯，我要见秦野。婶子，这就是给咱家准备的，您坐。表哥吃。秦野，你咋知道我们在渡口？我在沿途留了眼线，马儿在我留的记号旁也留了一个，我便猜到你们要过江。糟糕，脸怎么这么烫？爹，吃橘子，人活着就好，问那么多干啥？这就是你说的混口饭吃？这饭碗是铁打的。这世道，不想被人吃，就得自己端个铁饭碗。到了江南，我会安排好你们，但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暂时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低头。疼吗？不疼。撒谎，刀口这么深。宝生，你是读书人，你去求见，就说能帮秦野写写算算。在下宋宝生，读圣贤书之人，与你们统领是旧相识，
烦请通报。统领正陪贵客，没空见你。我真有急事求见，等见了表哥，定要治你们的罪。统领吩咐过，宋家只有顶层那几位是贵客，想攀亲戚，别做梦！再敢骚扰上面的人，自己掂量。统领，赵副将的伤口化脓昏迷了，胡老荣说怕是不行了。统领，伤口化脓热毒攻心，怕是保不住了啊！你干嘛乱动病人？你干嘛乱动病人？让他看，他懂得多。我不是大夫，但有一种法子或许能赌一把，你信我吗？我信，你大胆做。哥，热水越多越好，窗户全打开。将军，忍着点儿。马儿，你要把肉缝起来，这怎么缝啊？不缝起来，这口子还得烂。我也没底。今晚不再烧起来，就是阎王爷给面子。他真的很不一般，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那得看你能护我多久了。那你这辈子惊喜是断不了了。曼儿，我不叫秦爷，我叫萧景恒，镇北王萧萧家的次子。落凤坡一战，誉王勾结北蛮，断了粮草，父王战败，大哥护我突围被乱箭射杀，裴甲为用命铺路，我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我本该死在那一战，直到你在雪地里救了我。我现在活着只为2件事：复仇和护住你们。物归原主，救命之恩你早就还了，咱们两清了。但你要活着，别去送死。以后若是天下太平了，记得来找我们要账。红安县3面环山，一手南宫，有矿有林，这里最适合你。曹帮长老令走水路时挂上，水匪官兵都会给面子。3000两银票藏好，这些农具让大壮和张叔分下去。墨家袖剑，5步内可穿铁甲。好，知道了。善良要有锋芒，杀恶人即是行善。什么时候走？今晚靠岸，送你们下船后就离开。娘，他有他的路要走，咱们别给他添乱。统领说了，送佛送到西。1人100文入地费，拿不出来就哪儿来回哪儿去。没钱好办，把车上东西留下一半。秦也护了咱们，那是情分。剩下的路得靠咱们自己走。谁想把咱们当软柿子捏，就让他看看大蟒山出来的种到底硬不硬。曼儿，奶没钱呐。这3个人我保了，300文，3个人15天的工钱。哥，把那辆装铁锅的最重的车给大伯套上。别！不拉，那把钱还我，自己游回去。凡入城者须有本地户籍文书，无文书者须有商铺士绅作保。若两者皆无，交人头税，1人2两白银。马儿，咱们100多号人就是200多两啊！爹，这是顾老太爷的信物，这次咱们不求人，咱们装一回大爷。哥，把车上最好的熊皮拿来给爹披上。阿秀，给爹把头发梳好，胡子理理，咱们去叫门。站住！干什么呢？进城要有文书或者交税。这位差爷辛苦了，我家老爷路经宝地，特来拜会故人。故人？哪位故人？这落霞县里可没有哪家姓宋的大户。我们要见的是县尊大人，烦请差爷将此物呈给县尊大人。大人一看便知。等着，别乱跑啊！大人，城外的流民越来越多了，再不驱赶，怕是要出乱子呀！赶？往哪儿赶？上面早就发了话，要安抚流民，不能激起民变。可又不给粮不给钱，这让我怎么安抚？拿我的肉去喂吗？不！大人，城外来了几个人，说是您的故交，还让小弟把这个给您。故交？我哪来的穷亲戚？这是人在哪儿？快带我去！就在城门口，就在城门口。呸！装什么大尾巴狼？
我看一会儿就要被板子打出来。就是，连我这个读书人都不行，三叔个木匠能行？来了，肯定是来抓人的。恩公，下官落霞县令王之远，不知贵客驾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王大人客气了，路经宝地，多有打扰。哪里，贵客能来是下官的荣幸，是落霞县的荣幸。快请进城，下官已经在后檐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洗尘。都是随行的家眷和乡亲，劳烦大人给个方便。方便，太方便了！既是贵客的乡亲，那就是良民，全部放行，入城费全免。多谢大人。三叔进去了，咱们也能进去啊！对，咱们是一家人。老三，等娘啊，娘在这儿呢。三弟，我是大哥呀，带上我们！站住！想冲撞贵人？那是我儿子，你们瞎了眼了！去你的！刚才那位贵人也是你能攀附的。去你的！刚才那位贵人也是你能攀附的。贵人说了，队伍里只有那些人，你们这3个赖皮狗早就被赶出来了，滚一边去！再敢往前一步，打断你们的狗腿！宋兄，这一路舟车劳顿，实在是辛苦了。下官在城东有一处空置的3进院子，虽不算顶级奢华，但在咱们落霞县也算是个清静雅致的去处。若是宋兄不嫌弃，王大人的好意，宋某心领了。只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加上随行的110号乡亲，住城里恐怕多有不便。那宋兄的意思是？王大人，家父喜静，且我们这一人多是农户，离不开土地。听闻贵县下辖有个红安县，地广人虾，山水清幽，家父有意在那里寻一处村落，以此安身立命。红安县，宋兄，你没开玩笑吧？那可是个鸟不拉，是个极为偏远贫瘠的地方啊！那里3面环山，道路难行。上一任县令跑了之后，朝廷连新的县令都懒得汉派，如今也就是个挂在咱们落霞县名下的荒县，那里头刁民多，哪是贵人住的地方啊？放着好好的县城豪宅不住，非要去那穷山恶水，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王大人有所不知，家父早年有些波折，如今只想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种地，读书。红平县虽穷，但胜在清静，而且顾老太爷也曾提过，那是块未被雕琢的璞玉，只有那种穷乡僻壤的死地，才能建成真正安全的堡垒。懂了，下官懂了。既然是老太爷的意思，那下官自当遵从。来人，把户籍册子拿来。红安县那边空置的村落多的是，这儿有个清水村，几年前遭了天灾，死了一些人，现在村里人少，地契都在衙门里压着，就这儿了。背靠大山，前有河流，进可攻，退可守，简直是完美的基地雏形。好，那就清水村。宋兄，这132口人的户籍全都落在这个清水村，这是红契，您收好。按照朝廷律例，这开荒的头3年免税，若是以后有什么缺的，尽管派人来县衙知会一声。多谢王大人，衙门办事也有规矩，这些银子是给各位差爷喝茶的，多的就当是修缮清水村的费用，还得劳烦大人多费心。哎呀，宋兄，这怎么使的？咱们这交情既是宋兄心意，那下官就却之不恭了。对了，王大人，我们这一路走来，还捡了3个手脚不干净的下人，因为犯了家规，被赶在城外头没进来。这3个人也得劳烦大人给落个户。哦，既然是下人，那就不用单立户了，直接入奴籍，挂在宋兄名下便是。需要他们本人来画押吗？嗨，几个奴才秧子，哪配进这县衙大堂？有主家的契书就行。大伯、乃宝生，你们不是想进城吗？不是想过好日子吗？这回我成全你们，只不过这好日子的代价是你们这辈子的自由。真的办下来了，俺是良民了，俺在江南有家了，咱们不用再逃了。大家都静静，这都是托了宋家的福，大家伙都记住了，谁要是敢有二心，我第一个打断他的腿。满儿，那3个咋办？放心吧，娘，明天一早大壮哥把他们领回来。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咱们得把这一路欠咱们的连本带利的干回来。回屋睡吧，明天咱们回家。那个死丫头肯定在吃香喝辣，等明天一定要混进去。那个死丫头肯定在吃香喝辣，等明天一定要混进去。大家都吃饱了吗？吃饱了，这肉包子真香，一口咬下去全是油。行，收拾利索了就准备出发。哥，拿着那3张纸，路过城门口，把那3人领上。记住了，咱们不养闲人，特别是心眼坏的闲人。
好嘞。我饿，再忍忍，等天亮了进城。啊，来了，有人出来了！大壮，大侄子，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不管我们的。乖孙儿啊，你是来接奶进城府的吧？快扶着我，我要去吃饭。大壮哥，有没有带吃的？先给我一口。接着，哎呦，这是干啥？干活，这个归你背。啥？你让我背东西，我要去告你！看清楚了，这是你们的死契。从那一刻起，你们就不再是我的长辈，不再是良民，你们是挂在宋家名下的工人。既然是工人，那就得干活。我们骑车，你们走路；我们吃饭，你们看着，这就是规矩。不，我不信，我是读书人，我才不当工人，我要进城，我要去考功名。不敢了，我不跑了。既然不跑了，那就背上东西，走。掉队了可没人等。宋老哥，这是去红安县的文书，您收好。这一路山高路远，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这一路还要劳烦班头多照应，给兄弟们买壶茶喝。好说好说。这是路吗？咋感觉像是往深山老林里钻呢？大家加把劲儿，前面有条河，咱们在那儿歇脚造饭。买锅造饭。张班头辛苦了一路，来喝碗热乎的，这是从县城打的烧法子，给您解解乏。哎呦，宋姑娘太客气了，这多不好意思啊！好粥，好酒。张班头，这红安县的地界看着也不小，怎么一路走来连个人影都见不见？那些房子咋都空了？宋姑娘，也就是你们初来撞道不知道，这红安县啊，以前也是个好地方，可坏就坏在3年前。那时候发了一场大瘟疫，那是真惨啊！听说是一个外乡人带来的病气，一开始是发热，后来就吐黑水，人几天就没了。那病传得快，一个村一个村的死绝户，朝廷派了太医来也没治住。活下来的人有点本事都吓破了胆，早就搬走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和没有能耐的人。所以啊，这红安县现在的县令都没人愿意来当，谁愿意来这死人堆里做官啊？哼！宋姑娘，我是看在咱们这一路的交情上，劝你一句，你们选那地方，特别是那个清水村，听说当年死得最惨。鬼怕恶人，更怕穷人。只要有地种，有饭吃，就算是鬼窝，我们也得给他住热乎了。骗子！说好的拿来江南享福的，说好的好日子的，我要不去了，我要回去要饭。好什么好？不想去，行啊！大壮，把他们的绳子解开，让他们走。正好晚上狼多，我看你们几个够不够狼啃一顿的。老三媳妇儿，你怎么变得这么狠？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啊，这都是你教的好。吃饱了就歇会儿，一会儿还得赶路呢，争取天黑前赶到前面的镇子。到了，那是赵里长的家。这红安县没有县令，平日里大事小情全靠这位赵里长拿主意。你们要落户清水村，得先过他这一关。哥，让大家伙警惕着点儿，别让人摸了东西。爹，咱们去拜会里长。哟，这不是张班头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赵里长，这可是县尊大人的公文，这100多口人是县尊大人亲自批下来的良民，特批落户在咱们红安县的清水村。啥？100多号人落户清水村？张班头，您这不是坑我吗？咱们红安县什么情况您不知道？哪儿还有余粮养活这么多外乡人？再说了，那清水村那可是个绝户村啊！您把这100多号人往那儿领，这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您把这100多号人往那儿领，这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赵里长，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是王县令的亲笔批文，
您这是要抗命不成？抗命不敢，我这镇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救济，他们去了，饿死了可别赖我。赵里长，在下宋三郎，初来乍到，不懂咱们这儿的规矩，让您费心了。我们这一人虽说落魄了些，但手脚还算勤快，也带了些自家的口粮种子。既然来了，就是这儿的人，往后不管是修桥铺路，还是纳粮缴税，绝不给您添乱。这是茶叶，而且不是那种全是劣质茶叶，这可是上好的细茶呀！这群劳民不简单啊！宋老弟客气了，客气了。既然是县尊大人的意思，那我这个做里长的自然是要照办的。刚才我也是担心大家伙去了受苦，既然你们有准备，那就另当别论了。变脸之快，令人乍舌。那就多谢赵里长了。天色已晚，我们就不叨扰了。今晚我们在镇外凑合一宿，明日一早就进村。哎，好说好说。镇子西头有个空场，以前是晒谷子的，你们就在那儿歇着吧，还避风。不过宋老弟，收了你的礼，我还是得给你交个底。那清水村确实不太平，不是我说吓唬话，那地方死的人太多。还有，那村里现在剩下的10几户人家，那可都是当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性子毒得很。你们这100多号人猛地扎进去，那是抢了人家的地盘和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们好自为之吧。这老狐狸拿了好处还要卖乖，能用1包茶换个安稳，值了。满儿，看来这清水村比咱们想的还要难进啊。难进也得进，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性子毒，那就打服了再谈；阴气重，那就用咱们的人气儿把它冲散了。走，去晒谷场，今晚好好歇一觉，明天咱们去看看那个绝户村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洞。娘，我怕这地方咋看着比大蟒山还瘆人呢？怕个屁！再瘆人能有那死丫头瘆人？赶紧走！今晚不想睡泥地就快点，都麻利点，趁着凉快赶路。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咋连个鸟叫声都听着这么瘆人呢？娘，有人住的地方就有活路，没人正好，地随便挑，想开多少开多少。到了，那就是清水村。这就是咱们的新家，咋看着跟义庄似的？咋来这么些人？这是哪路的大王？俺们村没粮啊！耗子进来了都得哭着走，你们抢错地儿了！别过来，再过来俺们就动手了！都别动！张班头，该您说话了。瞎了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是谁？我是落霞县衙的班头，奉县尊大人的命令送这些良民来落户的。啥？官差？你是官家的人？官爷啊，饶了我们吧！这地里没收成了，树皮都啃光了，实在是没有粮啊！既然是官爷，那是来收税的。既然是官爷，那是来收税的。谁说是来收税的？都说了是来落户的。这是县尊大人的亲笔批文。这132口人就是你们清水村的人了，这是给你们送人丁来了，懂不懂？官爷，您莫不是在拿老汉寻开心？俺们这清水村那可是出了名的绝户村啊，外头的人躲都来不及，谁会往这死人堆里扎？这帮人看着也不像是逃难的。老村长，我们不是流放的，也不是土匪，我们是北边遭了灾，一路逃难过来的。因为家里人口多，县尊大人体育，特意批了这块宝地给我们。宝地？姑娘，你管这叫宝地？有人有地有山有水，怎么不是宝地？有人有地有山有水，怎么不是宝地？我知道各位乡亲在担心什么，怕我们抢你们的房，抢你们的粮。放心，我们带了口粮，也带了种子。既然来了，以后咱们就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乡亲。我们不占你们的便宜，但也别想着欺负我们是外乡人。哥，在。既然是县尊大人的意思，那就留下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俺们这穷，好房子都没了，你们这么多人只能自己找地儿凑合。还有山上的野菜也快没了，各凭本事吃饭，别指望俺们接济。那是自然，初来乍到，给老哥添麻烦了。这点茶叶给老哥润润嗓子。行吧，既然是一家人了，那就别在村口站着了，进来吧。不过天快黑了，这村里头不太平。晚上不管听见啥动静，都别出门。多谢提点，进村。真破啊，满儿姐，咱们真要住这儿？破怕什么？只要地基还在，咱们就能把房子盖起来；只要人还在，这里就能变成咱们的家。完了，全完了！这是造了什么孽呀？把我
带到这阴曹地府来呀！再好，就把你扔进那口枯井里去陪葬。这边就是村西头，看见那片土坯房了吗？这原本是几户人家。3年前那场山洪，别处都淹了，就这儿地质高，没事儿。村里好多人都跑来这儿避难，可谁成想，大水过后发了瘟疫，这几家院子里聚的人多，死的也就最惨，整整40-50口人啊。后来也没人敢住，听村里人说，半夜总能听见这院子里有动静，有人走动。行了，地儿给你们带到了，人也交接了。宋老哥，兄弟我差事办完，这就回县里复命了，你们好自为之吧。满儿，咱们真要住这儿？这地儿看着邪乎啊！是啊，要不咱们还是去村口那几间破草坡挤挤吧。好地方，背山面水，地基稳固。要是再发大水，这就是全村最安全的地方。而且这一片院子连在一起，咱们100多号人稍微挤挤，正好能住下，还能互相有个照应。俗话说，人怕鬼3分，鬼怕人7分。咱们这100多号大活人，那是多旺的阳气。马儿说的对，俺这一身力气，连熊都能打死，还怕鬼？谁敢出来，俺一棒子给他砸回去。就是，咱们这么多人，怕个球！只要有瓦遮头，总比睡野地强。好了，听我安排。这一片有10几间屋子，虽然破了点儿，但收拾收拾都能住人。张叔，你带着有手艺的叔辈们先去检查房梁。好。老人和孩子住中间那几间最大的屋子，那里暖和。青壮年住两边的偏房，守着门户。剩下的几户人家去后面那几间小屋。娘，你看，这房子还能住人。这虽然不是大宅子，但这几间大瓦房看着也结实，比咱们那破草棚强多了。是挺好，虽然破了点儿，但比咱们老家的泥屋子强多了。咱们是主家，这正房肯定是咱们住。老大，快去把最好的那间屋子占了。站住！谁让你们进来的？满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难道还没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可是你亲奶亲大伯。看来这一路还是没让你们长记性。既然签了死契，那就是奴才，哪有奴才跟主子住一个院子的道理？看见了吗？那里才是你们的窝。收拾收拾，今晚就在那儿睡。啥？牛棚？那是牛棚啊，还是塌了一半的牛棚，连个门都没有，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我不去啊！我不去啊！哥，把他们的东西扔过去。如果不愿意住，那就滚出村子去喂狼。你们自己走，还是俺帮你们？别动手，我们去。这就是命啊！满儿，睡吧。都起来了，今儿个不下雨，是修房子的好时候，别赖床。儿他娘，多点粥，把那剩下的半块腊肉切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今儿个要把房顶给掀了重铺。各位叔伯婶子，听我说两句。按照亲疏远近，3户人家分一个大院子，2户人家分一个小院子。先把正房修出来给老人孩子住，青壮年哪怕先睡2天草棚子，也得先把过冬的屋顶给盖严实了。成，就听马儿的。正屋中间是堂屋，用来吃饭议事。爹和娘带着小妹住东边，我住西边。东厢房给阿秀，西房给大壮哥。好，真好，比咱们老家的房子还气派呢。这窗户得换，门轴也生锈了。没事儿，爹是木匠，给爹3天时间，保准让这屋子焕然一新。哎呦，我不行了，我的腰断了。造孽呀，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呀！我儿子腰都累断了，还要让他去和泥，有没有天理呀？腰断了。昨晚抢苍团子吃的时候，我看你腰挺好的，抢得比谁都快。满儿啊，大伯这是旧伤复发，实在动不了啊。要不你让大壮替我干2天？替你干，哥。满儿，咋了？咱家的牲口病了，说是腰疼，动不了。好嘞。啊！别打，我是你大伯。腰疼是吧？俺给你治治。别打了，我好了。好了就去干活。今天完不成任务，晚饭没有，鞭子管饱。我去，我现在就去。还有你们俩，谁要是敢偷懒，大伯就是榜样。去，这就去。这就是家，是我们在乱世中垒起来的堡垒。接下来，就是要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让所有看笑话的人都闭上嘴。满儿，这把锯子也坏了，带来的大锯不够用，老房梁太硬，斧头砍不动，得用2人拉的大蟹锯。咱们这只有1把，汉子们都用不过来，进度有些慢呀。锯子不够用可不行，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张叔，你带2个白面馍馍去换着借用一下。咱们初来乍到，礼数要周全，别让人觉得咱们不懂规矩。白面馍馍比铜板管用。成，我这就去。谁呀？大清早的叫魂呢？哟，新来的贵客，有何贵干啊？这位兄弟，俺们修房子缺把大锯和梯子，跟兄弟借用2天，这点心意给兄弟尝尝鲜。白面馍馍，纯白面的，麦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忘了上一次吃细粮是什么时候了。这帮外乡人有粮，还有水灵姑娘。借锯子啊，馒头味道不错，可惜太少了，铁器金贵，万一你们弄坏了咋办？兄弟放心，我是铁匠懂行，弄坏了我赔你新的。拿20斤精米来，少1粒都不借。20斤，兄弟你这就没意思了。2个白面馍馍已是厚礼，你怎么能狮子大开口呢？嘿嘿，不想给米也行啊，让那小丫头亲自来拿锯子，再陪哥哥我说说话解解闷儿，把哥哥哄高兴了，梯子都白送。你看那小腰，真带劲儿！放你娘的屁！你个臭无赖，给脸不要脸！馒头还我，老子不借了！送出手的礼哪有往回要的道理？外乡人打人了，抢东西了，欺负清水村没人了。真动了手就是激起民愤，给宋家惹麻烦。好，你等着。想通了就让那丫头来，哥哥我随时候着。他真这么说？那无赖不仅吞了馒头，还惦记阿秀。有俺在，谁也别想欺负你。大壮，别冲动，别闹出人命。放心吧，爹，俺心里有数。起！那可是200斤，单手这还是人吗？你想干啥？杀人要偿命！俺不杀人，俺就是手有点不稳。别手抖，壮士爷，祖宗！锯子呢？爷都在这儿了，随便用，不用还了。东西俺借走了，以后离阿秀远点，下次这磨盘就不是砸地上了，是砸你屋顶上。乖乖，这群人硬气啊！原本担心外人被刺头欺负，现在看来多虑了。有这种猛人在，谁敢扎刺儿？也好，村里有了能镇场子的，以后再有流口野兽下山，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满儿，东西拿回来了。大壮哥，威武！没有法律约束的地方，讲道理不如亮拳头。阿秀把这些碗筷烫一烫，今儿大壮出了力，晚上给他盛个大鸡腿儿。姐说这里以后要种好多萝卜。房子修好了，接下来就是水。院子井里有水，但那是死水，不干净。要想把清水村变成家园，还得解决水源灌溉问题。明天得去山上转转了。满儿，咱们带来的铁钉不多了，这修老房子最费钉子，要是没铁器加固，这门板都不经踹。铁在哪个朝代都是管控物资，秦也留了农具和兵器，那是保命的家伙，不能容了打钉子。知道了，叔，我想想办法。大壮哥，叫上几个力气大的兄弟，带上锄头和麻袋，跟我进后山转转。刘村长不是说后山野兽多吗？咱们这么多人，还怕几只野狼？靠山吃山，既然落户在这儿，总得摸清山里藏着什么。光指那几亩薄田，冬天不好过。前世是顶级野外生存博主，探图开荒是老本行。红安县被秦野点出来，绝不仅因为偏僻那么简单。那个男人肯定留了后手。这里显然很久没有人迹了。3年前特大山洪撕裂了这座大山，这要是人在下面，还不给搅成肉泥？怪不得清水村死了那么多人，这种天威面前，人力太渺小了。不对劲，颜色太深了。哥，把绳子扔下去，我下去看看。满儿，太危险了，那是乱石堆啊！没事儿，就在边上看看，这土特殊，兴许能用。这分量绝对不普通，这是赤铁矿，品位极高的富矿。前世为做视频在矿山待过半个月，这哪里是荒山，分明是金山。原来如此，怪不得秦野让我来这儿，就是不知道秦野知不知道，有了铁就能打农具造兵器。如果天下大乱，这是最好的后勤基地。这男人下的棋可真大呀！满儿，下面咋样啊？有蛇没？这件事绝不能让外人知道，私自开矿是造反大罪，没有绝对安全保障前不能透底。没事儿，没蛇。哥，捡到宝了！宝？啥宝？有人参？不是人参，是土。
叫黑金土，粘性大，硬度高，烧砖垫地基的好材料，和泥比青砖还硬。真的？还好认识矿石的人不多，普通人眼里跟烂石头没两样。那还等啥？挖呀！多运几趟。对，挖回去垫地基。哥，这地方隐蔽，路不好走，挖的时候动静小点，别让外村人看见。这黑金土是好东西，被他们知道了要抢。那是，好东西得自己留着，谁敢来抢，俺把他腿打折。铁矿有了。马儿，咋了阿秀？慢慢说。不好了，赵里长带着一帮人进村了，凶神恶煞的，还带着刀，说要查什么逃犯。他们把咱们的大院围了，正要把宋叔他们抓走呢。赵里长才收了茶叶就来找茬儿，这地头蛇还没被打服啊！走，回去看看，在我的地盘上，谁敢动我的人？这几匹马那是军马，普通百姓哪能养这个？我看你们这群人来路不正，搞不好就是流窜的响马。按照咱们红安的规矩，这些来路不明的牲口得先扣在里长家，等查明了身份再还给你们。赵里长，这可是落霞县王大人亲自过目的家当，文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您这是要质疑王大人的公断？少拿县太爷压我！县太爷远在百里之外，这清水村的1亩分地儿，我说了算。来人，把马给我牵走，还有车上那几袋子东西也都拉回去检查。我看谁敢！赵里长，好大的官威啊！我爹给您送茶，那是敬您，懂礼数。可您今天带着人来抢我们的安家底子，这是把我们当软柿子捏。您大概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从北边一路逃到这儿，还能毫发无损吧？那一路上想抢我们马的土匪，没有100也有80，他们的尸体现在都在江里喂鱼呢。您觉得您这10几个人比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还硬？我们是顾太师的故交，王县令的座上宾。您今天要是动了这马，明天我就赶去县衙击鼓，到时候您这里长的帽子怕是戴不稳了吧？误会，都是误会，我这也是为了村里的治安着想嘛。既然是误会，那就算了，走，都走。马儿威武，就是咱们不惹事儿，但也不怕事儿。行了，苍蝇赶跑了，天大的事儿，吃饱了再说。娘，做饭，咱们今晚吃顿好的，庆贺乔迁之喜。今儿个大家都受累了，娘给你们做顿压箱底的好菜。好香啊！娘，什么时候好呀？小鸭嘟嘟叫了。开饭喽！满儿，你是头功，这第一碗你吃。真好吃，真香啊！这新来的日子过得是真滋润啊！腊肉，那是腊肉味儿吧？我都3年没闻过肉味儿了。饭呢？咱们的饭呢？吃吧。这就是给人吃的，我不吃，我是大伯，我要吃肉。造孽呀！这是造孽呀！房子有了，这2天腿也利索了，以后再也不用拖累他们母女了。孩儿他娘，锅里还有生焖饭吗？有啊，马儿让特意留了一大盆呢，说是明早热热还能吃。别留了，盛几碗出来，要大碗，肉多放点。咱们去看看村长，还有那几户孤寡的老人。爹，您这是要先礼后兵？什么兵不兵的？咱们是外来户，强龙不压地头蛇。既然要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过日子，这关系总得走动走动。一碗肉饭虽不值钱，但在这种时候那就是命。走，大壮，你端着。造孽啊！外梁人吃肉，咱们喝风，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谁呀？没打扰老哥休息吧？我们这些人初来乍到，给老哥和乡亲们添麻烦了。今儿做了顿便饭，咱们姐妹俩落户了，以后就是一个村的乡亲。这点饭不成敬意，老哥尝尝，也就是个家乡味儿。这是给我的，还有一碗，劳烦老哥给隔壁那几位老人家送去。这年头活着不容易，咱们2家并一家，以后有个什么事儿也好互相帮衬。好人，你们是好人，你放心，以后在这清水村，谁敢找你们麻烦，我刘老根第一个不答应。冷，好冷啊！那个杀千刀的老三，拿着肉去喂外人，也不给自己亲娘吃一口，他就不怕天打雷劈吗？睡吧娘，明天还得干活呢。那死丫头说了，要是完不成任务，连糠团子都没了。老大，你听见没？啥声音？狼，是狼，有狼下山了！救命啊！马儿，大壮！
替爹挡挡！爹，你爹补位！来了！你刚才推我，你拿我去喂狼！儿啊，爹那是脚滑了，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我都看见了。你为了自己活命，你要我去死！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的挡箭牌！哎呦，我的屁股！行了，别嚎了，这就是不干活、不修房子的下场。要是这牛棚的门稍微结实点，墙稍微厚点，至于被狼一撞就开吗？满儿啊，奶疼，给奶找个大夫吧。给奶找个大夫吧。大夫没有，草木灰倒是有一把，这是药，自己敷上，死不了。看来这地方确实不安全。不过嘛，咱们村的房子刚修好，也没多余的地方给你们腾。既然冷，既然怕，这几头狼的皮剥下来削好了，可以去卖钱。各位叔伯兄弟，今晚大家受惊了。大壮哥，把这几头狼拖出去，剥皮拆骨，咱们今晚吃狼肉。好哎，满儿姑娘威武，大壮威武！吃，都敞开肚皮吃。咱们这是吃了狼心豹子胆，以后在这红安县还有谁敢欺负咱们？满儿，你真厉害！刚才那狼扑过来的时候，我都吓傻了，你手都没抖一下。吃吧，多吃点才有力气。想吃吗？想吃以后就干活麻利点儿，再让我看见谁偷懒或者动什么歪心思，这就是下场。今晚这顿肉没你们的份儿，那是给打狼的英雄吃的，不是给拿儿子挡刀的懦夫吃的。这栅栏太不顶事儿了。昨晚要是再来20-30只，大雪封山，野兽下山，这几间破屋子就是给人送菜的。是啊，那帮土匪没个高墙深檐，睡觉都得睁只眼。修墙，修一道连熊瞎子都爬不进来的高墙。满儿啊，道理都懂，可没石头，采石太慢，也没糯米浆，黄泥垒起来，雨一冲就垮。不用糯米，咱们有更好的东西。那天让大家挖回来的黑金土，那玩意儿，那不是电猪圈的烂泥吗？那是宝贝。这后山的黑土富含铁矿渣和硅藻盐，性质和古罗马的火髓水泥一样，加上石灰乱烧，就是最坚固的土水泥。大壮哥，带人去河边挖鹅卵石，越多越少。张叔，你在空上起个窑，咱们烧石灰。刘村长，劳烦您带着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去筛沙子，要最细的那种河沙。干！都听宋姑娘的。爹，我饿，早饭咋还没送来啊？早饭咋还没送来啊？送个屁！满儿说了，全村都在干活，不养闲人。你们3个屁股伤了，手没断吧？去河滩筛沙子，每人每天10找1筐，晚上的糠团子就捡1个。啥大壮？你有没有粮还没好呢？这是虐待老人！我要去县衙告你们！告状？你们现在是签了死契的家奴，主家让干活那是天经地义，不想干行啊，那就接着在这牛棚里喂狼。今晚俺可不来救了。干，我们干！娘，宝生，快起来，别废话了，我真的怕了。这宋家3房的人心比石头还硬。活该！石棺多了容易裂，黑土少了不凝固。成了！这就是马儿说的神泥，这一滩烂泥能把石头粘住。村长爷爷，您看着吧。这玩意儿神了，比糯米浆还硬，这简直就是铁石啊！神迹，这是神迹呀！有了这墙，咱们清水村就有救了，再也不怕土匪和野兽了。别愣着，趁着天好，清水村那10几户乡亲的院子也一并修了。清水村那10几户乡亲的院子也一并修了。这宋姑娘，这怎么使的？那水泥可是宝贝呀！刘村长，咱们现在是一个村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懂。要是狼群进了你们的院子，咱们这儿也睡不踏实。除了那个赖头家，那种欺软怕硬的无赖，不配用咱们的墙。多谢宋姑娘，多谢啊！成了，有了这道墙，才算真正有立足之地。
咋突然这么冷？是要下雪了吗？房子有了，墙也有了，可是炭呢？红安县的冬天来得比北方还要阴森，湿冷带着钩子，顺着依依袖口往骨头缝里钻。围墙修好了，房子补好了，可这屋里存不住热气，晚上睡觉被窝都是冰凉的。这湿木头真难烧，熏得俺眼泪都出来了，火还不旺。山里不缺木头，可连日阴雨，砍回来的柴都是湿的，直接烧烟大废柴，热效率低的可怜。要是这么过冬，100多号人非得冻出病来不可。得烧炭，大壮哥，叫上张叔和几个力气大的，带上斧头和铁铲，跟我进山。好嘞，去后山。那片林子里长的多是青冈木和硬杂木，是烧制上等白炭的绝佳原料。我可是前世探险博主，熟知野外生存技能。满儿，挖这坑干啥？叔，这叫闷炭，木头直接烧成灰就废了，得在土窑里闷烧，把水分逼出去，留下的炭没烟还耐烧。啥叫闷烧？我是听秦大哥说的，反正这法子烧出来的炭，城里大户人家抢着要。真的？那可是好东西啊！城里的大户人家才用得起没烟的炭呢。那还等啥？快干快干！满儿，能成吗？能成。开！开！这是银子做的，这叫银骨炭，这玩意儿在京城可是按两卖的，1斤炭能换1斤肉。咱们发财了！好啊！真暖和啊！这辈子也没享过这种福，以前在地家帮工也就是见过，哪舍得用啊？娘，您手里缝啥呢？给你们缝的护膝，山里湿气重，你们整天在外面跑，膝盖受不了。这啥破玩意儿啊！熏死我了！这炭咋跟毒烟似的？别提了，那死丫头故意的，给别人分的都是银白色好炭，给咱们的全是这种碎渣子，还没烧透的生炭头。我的命好苦啊！人家屋里暖烘烘的，咱们这儿跟烟熏腊肉似的，这日子没法过了。好什么好？有本事你去抢啊！没看见大壮的狼牙棒就在门口竖着吗？行了，别哭了，赶紧进去把火灭了，不然没被冻死，先被熏死了。今晚咱们还是挤挤睡吧，多盖点草。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能用银骨炭，我们就只能用废纸？宋小满，你等着！满儿，咱们真不去青石镇？那镇子离咱们近，半天的脚程就到了。不去，那赵里长是个贪得无厌的笑面虎。这次咱们拉着这么多好东西去，他不刮下一层油来才怪。咱们直接去红安县城，远点就远点。县城毕竟是官府所在地，人多眼杂，富户也多，更能卖得上价钱。这次进城，宋家村可是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大壮哥，把铜盆架起来。来瞧一瞧，看一看喽！上好的硬骨炭，无烟无味，耐烧暖和，专供大户人家暖房。哎呦，这炭真没烟，嘿，还真热乎，这火硬得很啊！您长长眼，这炭敲起来那是金石之音，1斤能烧2时辰，绝对不黑屋子。怎么卖？50文1斤。50文1斤，这么贵？您想想，主子在屋里赏雪作势，弄得满屋子烟着火燎，那多扫兴。再说了，这1斤顶那黑炭10斤烧，算下来可不贵。行，给我来100斤，我也要50斤。这趟发了！老天爷，我活了半辈子没见这么多现钱。谁呀？这是这么大烟，这是烧炭还是烧房子啊？妈的，晦气！我说怎么卖不动，原来是被这帮外乡老截了胡。走，找他们算账去。干什么？你们这群外乡流民，懂不懂规矩？这集市是我们赵家村的地盘，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笑话，这集市是县衙公家的，我们交了摊位费，凭什么不能摆？再说了，生意不好是因为你们货烂，自己拉不出屎，还怪茅坑没吸力。小丫头片子，嘴还挺硬，那是以前。现在这块地老子说了算，把刚才赚的钱都交出来，算是给爷们儿的赔礼，不然给脸不要脸，让爷教教你规矩。人多，起！
还有谁想掀摊子？来，俺送他一程。还有谁想掀摊子？来，俺送他一程。各位乡亲，我们是清水村新落户的宋家村人，我们不惹事儿，但也不怕事儿。以后我们村不仅有银骨炭，还会有更多好东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欢迎大家来捧场。里长，您可得给咱们做主啊！那帮外乡流民不光抢咱们的生意，还动手打人。那个大个子一只手就把我拎起来扔飞了，太猖狂了！咱们赵家村的人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啊？外乡人不懂规矩，是该教教他们了。叔，您可得给我做主啊！那帮外乡人太欺负人了。好本事啊，真是好本事！一群刚落户的流民，竟然能烧出这种贡品级别的炭。那是无主之地吗？那是咱们赵家村祖坟的靠山，是咱们的风水林。去，通知族里的老少爷们儿，明天一早都给我披麻戴孝，去清水村哭坟。高，实在是高。马儿，今儿个真是痛快！你是没看见那帮孙子逃跑的样，鞋都跑丢了。就是，以后看谁还敢欺负咱们！爹，这几天让巡逻队紧紧着点儿，特别是后山那边的炭窑，别让人摸进去搞破坏。放心吧，爹省的，我已经安排了暗哨，日夜盯着呢。干完活了吗？没干完想吃屁呢？给你们留了菜汤泡饭，别不知足。以前我也是做主桌的。啊？咋会此事？谁家死人了？不孝子孙赵德柱有罪呀！咱们赵家的风水宝地让人给刨了呀！那帮外乡强盗砍了咱们的神树，断了咱们的龙脉呀！满儿，他们说咱们砍树是坏了他们的风水，这后山明明是无主的荒山，县太爷都批给咱们了，啥时候成他们家祖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门！既然他们想演戏，那咱们就陪他们唱这一出。苍天啊，大地啊，没天理了！就是这妖女带着一帮强盗坏了咱们赵家的风水。那后山是咱们的龙脉，那一草一木都是祖宗的胡子。你们砍树烧炭，那就是在拔咱们祖宗的胡子呀！赔钱！放屁！那后山荒了几百年了，连个鬼影都没有，啥时候成你们家祖坟了？我看你们就是眼红俺们烧炭赚钱，怎么不是？那是我们赵家祖上传下来的引龙脉，平时不让人进是为了养气，现在被你们破了，这损失大了去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没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赵里长，您这戏唱的挺足啊！您说那后山是您家的龙脉？没错。那我想问问，既然是龙脉，怎么不见您去修缮？那山上荆棘比人高，野狼成群，这就是您赵家对祖宗的孝敬。我们那是不能惊扰了祖宗。不懂别瞎说。那前些年人山洪爆发，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您这龙脉怎么没显灵护着点儿？听说那时候咱们这清水村死了不少人，您那赵家村就在下头，应该也遭了灾吧？合着您家祖宗光顾着长草，不管子孙死活？你个牙尖嘴利的死丫头，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反正那山是我们在先，你们占了就是不行，要么给钱，要么滚蛋，就是滚出红安县。赵里长，您口口声声说那是您家的地盘，有地契吗？哼，那是荒山，哪来的地契？再说了，这红安县的地界，我赵家住了几百年，我说它是我的，它就是我的。哦，
那就是没凭据了，真不抢。您没有，我有。看清楚了，这是落霞县衙门的红契，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红安清水村后山番自黑石坡起至鹰嘴崖止，方圆500亩山林，尽归宋家所有。而且这上面盖的可是王知远王大人的官印。这怎么可能？那可是500亩山林啊！就算是荒山，要想买下来也得好几百两银子。你们一群逃荒的，哪来的钱？乖乖，500亩啊！那以后咱们烧炭打猎，岂不是都是自家地里的东西了？我就说嘛，满儿丫头办事那就是滴水不漏。怎么样，赵里长？这山我是真金白银买下来的，官府都有备案。现在这地皮姓宋不姓赵，你们跑到我家地盘上，又是哭又是嚎，还烧纸钱撒冥币，这是什么意思？按照大钱律例，聚众闹事私闯民宅，若是惊扰了主家，主家是可以报官抓人的。现在是冬天，天干物燥，你们在山脚下玩火，万一引起山火，烧了我的林子，毁了我的炭窑，这罪名您担得起吗？都是误会，既然是宋姑娘买下来了，那就是宋家的地了。都愣着干啥？还不快把这些东西错来！哎呀，咱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把东山记成西山了。走走走，都回家吃饭去。慢着，赵里长，这地上的纸钱和垃圾，您不打算收拾干净再走？满儿威武，太解气了！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来找茬？满儿，你啥时候把山买下来的？咱们咋都不知道？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手里有地，腰杆才硬。以后这后山就是咱们宋家村的命根子，大家伙儿只管放开了干。败家啊！100两银子买个黄山，有这钱接济一下亲奶不行吗？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悔得想撞墙，当初分家时怎么就没看出来三房这么有本事？早知道赖在地上打滚也绝不能签那张断亲书。叔，咱们就这么算了？那可是500亩山林啊，就这么便宜了那帮外乡人？算了。宋姑娘，这块地难啊！咱们清水村以前叫清水村，就是因为水多，这片地地势太低，就在两山夹缝洼地里，一到梅雨季全往这儿灌。你们看，这还没下大雨呢，稍微踩一脚就冒水。这地太阴，庄稼种下去根还没扎稳就得烂，也就是长芦苇和野草，种粮那是白下种子。当年俺们村还没遭灾的时候，这片地也是荒着的，没人要。满儿，这刘老哥说的在理呀。这地要是不长庄稼，咱们这100多口人明年喝西北风去。是块烂地，但也是块宝地。宝地？刘叔，您看，这地之所以烂根，是因为水排不出去，土里闷得慌。既然水多，那咱们就不跟水斗，咱们利用水。咱们把这片地给它抬起来。满儿，你是说？对，挖沟排水，抬田造地。咱们在这片荒滩上，每隔3丈就挖一条深沟，把沟里挖出来的烂泥堆到两边的地里去。地高了，土层厚了，就不怕淹了，这叫抬田。深沟里，咱们连通活水，养鱼养鸭，种莲藕。高台上土质松软肥沃，咱们种麦子种豆子，将来还能种桑树。鱼鸭的粪便能肥田，田里的烂叶子能喂鱼，这叫一地两用，变废为宝。俺活了60岁，咋就没想到这法子呢？水往低处流，地往高处走，这么一来，这烂泥地立马就能变成上好的水浇地呀！宋姑娘，你这脑瓜子咋整的？那还等啥？离过年还有1个多，最不缺的就是力气，闲着也是闲着。过年前把这片地给它翻个过，加把劲儿啊！咱们这是给子孙后代造福呢。等这地弄好了，明年开春撒上种，到了秋天，那粮食还不掰满仓。赖头，你个懒货，别在那儿磨洋工。人家宋姑娘说了，这次挖沟按土方算工分，你要是再不干，别说分地了，过年连口肉汤都不给你喝。虽然累，但只要跟着这帮人干，那是真有肉吃啊。这几天你也累坏了，天天在这地里盯着。我不累，娘，只要把这地弄好了，咱们在这红安县就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到时候咱们种上粮食，养上鱼鸭，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满儿，你快来看看，这下面有个硬家伙，俺刚才一抄下去，震得虎口都麻了。挖开看看。别动！大壮哥，把这坑先填上。这块石头有点邪门，等晚上没人了，咱们再处理。啊，填上？这可是刚挖出来的。听我的，如果没看错，这块没人要的烂泥地底下究竟埋藏着什么？为什么会有大前太祖的石碑？满儿，真要挖开？挖！白天那几个字是惊鸿一瞥，大前太祖让我心惊肉跳。如果下面真埋着什么惊天秘密，或是引起朝廷震动的宝藏，那这块地究竟是福是祸？大前太祖曾驻跸于此，见沃野千里，感念苍生，吓死了，还以为是什么前朝诅咒呢。原来不是皇室秘辛，只是一块100年前的记事碑，估计是大前太祖路过此地感慨粮仓。爹，这可是好东西，100年前就是有名的肥地，连太祖皇帝都夸过。
以后谁还敢说咱选了块死地，咱住了皇上都看中的地方？把杯埋回去，现在还不是露白的时候，脚下是连皇帝都眼馋的沃土，那种底气是完全不一样的。满儿，这泥臭烘烘的，晒它干啥？这叫黑金土，全是烂了几百年的草根树叶，比花钱买的份子还好，晒干了拌草木灰撒地里，明年开春种啥长啥，都不用施肥。真的？那赶紧好，这哪是泥呀，分明是黑金子。大壮，来，这碗是你的。咦，这姜汤咋是甜的？比蜜还甜。傻样，喝你的吧。我看这俩孩子好事将近了。这啥破玩意儿，跟刷锅水似的。看看人家，又是红糖又是媳妇儿。我不喝这泔水，我要喝甜的，我要吃肉。吃，不喝就渴着。没看那死丫头盯着，再不干活，糠团子都没了。人家挖泥是积肥攒家底，我们挖泥是遭罪是赎身，这就是命啊。地是整好了，可这大冬天种啥呀？除了萝卜白菜，别的都得冻死。麦种得等到开春才能种，还要2个月才开春，地就这么闲着。辛苦整出来的地白白闲着，确实可惜。闲着那可不行，咱们这地1年4季都不能闲着啊！满儿，这玩意儿真能吃？看着跟山上挖的葛根差不多，硬邦当的，能咬动吗？傻哥哥，这可是宝贝，这叫土豆，也叫洋芋。前几天去县城杂货铺买盐，看见角落里堆着2袋子没人要的货。那这东西咋种？直接埋土里？得切块，每块留个牙眼，切口沾上草木灰，晾干了再埋，埋进咱们新开的黑土地里。这玩意儿皮实耐旱耐寒，产量还高，1颗种下去能收1窝回来。真的？那感情好。这是茄子、黄瓜还有小白菜的种子。满儿，这都什么时候了，都要立冬了，茄子、黄瓜都是夏天的菜，种下去不得冻死啊？就是啊，满儿，那地再肥也改不了老天爷的脾气，霜一打，这些菜苗苗全得死。天冷，咱们就给菜盖个房子。大壮哥、张叔，你们过来，用竹叶搭架子，上面盖油纸和草林子，白天卷起草帘子晒太阳，晚上放下挡风保暖。棚子里比外头暖和多了，就是种出西瓜也不是不可能。这给菜盖房子太金贵了吧？咱们人还没住上暖房呢。叔，只要这菜种出来，咱们以后就能天天住暖房，顿顿吃大肉。干！俺这就去劈竹子。小心点儿，别把布弄破了。神了，这里头真暖和，跟春天似的。娘，快把种子撒下去。这是宋家村冬日里另一条通往富贵的金光大道。哎，你们看，那帮外乡人在干啥呢？好像是在搭棚子，用那么好的布，这是要住人？住个屁的人，那么矮，钻进去都费劲。满儿，这真能行吗？外头说的挺难听的。让他们说去，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现在笑得欢，到时候馋死他们。只要按我说的做，晚上盖草帘子，白天通风，菜长不出来，我把这棚子吃了。这一路走来，满儿丫头说的话还从来没落空过。咋样？冻死了没？肯定死了。昨晚那么冷，我盖2床被子都哆嗦。这怎么可能？那是菜苗！我的天爷啊，这棚子里施了法术不成？咋比春天长得还好？大壮哥，把帘子卷高点，让阳光晒进去，也让某些人看清楚点。这冬天里的第一抹绿，可是咱们宋家村的聚宝盆啊！啊去，这鬼天气比大蟒山还难熬。娘，咱们带来的冬衣不够用了，这眼瞅着就要过年，总不能让大家伙冻着过冬。昨个我看张婶子的手都生冻疮了，裂了好大几个口子，还要下水洗菜，看着都疼。买，咱们现在不差钱，手里有银骨炭这个聚宝盆，还能亏了自家人。哥，你让张叔赶着马车去一趟落霞县城，买棉花，买粗布，每人按5斤的量买，还有扯几匹细棉布和花布回来。过年了，咱们也得穿点喜庆的。分棉花喽！哎呀，这棉花真好，软的跟云彩似的。满儿姑娘真是活菩萨呀！咱们逃荒出来的，第1年就能穿上新棉衣。娘，我不冷，您先给爹和小妹做。都有，这深蓝色的细棉布，给你爹做件加厚的长衫。他现在是村里的主事，出门得有个体面样。这块红底碎花的，给小丫做个小棉袄，再滚上一圈兔毛边，肯定好看。穿新衣裳了，过年穿新衣裳了。这块颜色嫩，衬肤色。满儿，娘给你做件掐腰的袄裙，现在都兴这个。阿秀，这块给你，我给你们姐妹俩做一样的，走出去那就是一对姐妹花。
婶子，这太贵重了，我穿粗布就行，这绸布我不配，我哪里敢奢望穿绸缎？傻孩子，说啥胡话呢？进了宋家的门，就是宋家的人。满儿有的，你也有。你要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以后大壮带你出门，他脸上也没光不是？婶子，娘，您给哥做衣裳的时候，袖口和腰身可得放宽点儿，他那身板一般衣裳可套不进去。我的娘嘞，这鬼天气是要冻死人啊！那个死丫头太狠了，宁可给那个外姓的野丫头穿绸缎，也不给她亲奶一点棉花。她心是黑的呀！等哪天我翻了身，翻身个屁！赶紧塞吧，明天还得去筛沙子呢。冻病了，那大壮的鞭子可不认人。这年倒是好过了，就是总觉得缺点啥。缺啥？缺肉啊！虽然有腊肉，但那毕竟是腌过的。这大过年的，要是能吃上一口新鲜的野味，那是多美的事儿。满儿，俺听张叔说，昨晚巡逻的时候，看见后山有野猪拱过的痕迹。这时候大雪封山，野兽都没吃的，肯定得下山觅食。咱们进山吧，正好试试俺这身新力气，打点野味回来过年。这可是我在现代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成，叫上张叔和护卫队的兄弟们，带上家伙事儿。明天一早，咱们进山吃肉。大家都轻点，别惊了林子里的货。满儿妹子，俺闻着味儿了，是野猪。那股子骚味儿，俺闭着眼都能闻出来，而且是个大家伙。是下山拱食的，看这脚印，起码有3、4头，都在200斤往上。散开，包抄过去。动手！畜生，拿命来！来得好！杀！红烧肉、回锅肉、大肘子，发财了，发财了！打着野猪了！烫皮、刮毛，动作要快，别浪费了猪血，那可是做血肠的好东西。满儿，这肉咋分啊？按劳分配，按户分肉。打猎的护卫队每人先分5斤肉，这是卖命钱。剩下的100多人，不管大院小院，按人头算，每人1斤。另外，猪头、猪蹄下水和猪血，咱们不分了。全都炖了，做成杀猪菜，请全村老少，还有清水村的刘村长他们一起喝刨猪汤。好，满儿姑娘公道。刘叔，快来坐，都是乡里乡亲的，今儿个咱们杀猪，必须得请老哥喝一碗。好人啊，你们是好人啊！这帮外乡人真阔气，我就偷一块，就一块下水。救命啊！狗咬人了！死狗，松口！快看赖子，光屁股喽，羞不羞？哥，哎，咋了，满儿？明儿个把那张大的渔网找出来，再把你的大铁锤带上。光吃肉太腻了，咱们明天去河上，给大伙儿再弄点鲜鱼尝尝。开了！哥，下网！起！放绳，慢点放。刘叔，这河看着鱼不少，你们以前咋不捞呢？不敢啊，这河邪性。当年发大水，好多尸体都冲进这河里了。后来只要有人下水，就被水鬼拖下去，再也没上来过。再加上俺们穷，连根像样的鱼线都没，谁敢拿命换鱼吃？来了，绳子动了，真沉！快上去帮忙！1、2，走！全是鱼！我的亲娘嘞，这得有100多斤吧！发财了，这下过年有肉吃了。分鱼，每家每户按人头分，见者有份儿。刘叔，你们那份儿也不能少。这使不得呀！俺们啥力气都没出，咋能分鱼呢？这可是龙王爷赏给你们的。什么龙王爷？这就是咱们清水村的河，河里的鱼自然是咱们全村人的。拿着吧，回去炖个汤，给孩子们补补身子。活菩萨，真是活菩萨呀！满儿，咱们这是去哪儿？去看看咱们的宝地。爹，您看，这土咋是热的？
因为这底下的烂草叶子在发酵，这片地荒了几百年，底下的腐殖质厚得吓人。爹，这地温比别处至少高个2、3度，咱们那2麻袋土豆能种？那还等啥？种！不急，今晚回去切种，明天拌灰，后天下地。只要这一季土豆种成了，等到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咱们宋家村就是这黄县最富裕的地方。洗干净点，要是留下一块鱼鳞，晚上没饭吃。造孽呀，真是造孽呀！那粪鱼给外人吃都不给咱们一口，咱们可是亲戚啊，是骨肉啊！娘，我饿。忍着吧，等洗完了，去那杀鱼的地方捡点鱼肠子，那是喂狗的。去那杀鱼的地方捡点鱼肠子，那是喂狗的。狗吃的也比饿死强，快洗！洗不完，晚上连那个硬得像石头的糠团子都没了。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们吃进去的都连本带利的吐出来。走吧，爹，回去切土豆种。这一冬天咱们有的忙了。满儿，这2麻袋土疙瘩，真能变出粮食来？张叔，各位叔伯，你们就信我一回，这叫土豆，是救命的粮食。别看它丑，产量可是高的惊人。咱们赌一把，总比坐吃山空强。都看好了啊，这切法有讲究，不能乱切。看见这些小眼了吗？看见这些小眼了吗？这叫芽眼。以后发芽长苗全指望它。下刀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每一块上面至少得留一个这样的芽眼，块不能太小，太小了养分不够，苗长不壮；也不能太大，那是浪费种子。咱们统共就这2麻袋，金贵着呢。懂了，就是得留眼儿。来，大家伙都动起来，别辜负了满儿这片心。哎，这块切坏了，芽眼在边上呢，这块废了，没事儿，留着晚上炖菜吃。这又是弄啥嘞？好好的种子咋往灰里滚？这就叫消毒。这口子就像是人的伤口，埋进土里容易烂，也容易招虫子。这草木灰能吸干水分，还能杀菌，裹上一层，种子就不容易烂了。轻点放，别碰掉了芽。爹，您这是做啥呢？给我家的小宝贝儿做床呢，而且这土豆还得用盘子晾晒，所以爹多做几个木托盘。给小丫，爹给你的礼物，骑大马。哇，谢谢爹，我有马喽，跟表哥骑的大马一样。行了，别发愣了，这点土豆可不够分的。张叔、村长，这2麻袋看着多，其实切出来也就够种个2、3亩地。咱们全村100多户，要是平分，每家连1分地都不够。所以这第一茬，咱们大家伙一起种，等收成了，咱们再按工子分粮食，留种子。等后头种子多了，每家每户都能种上了。成，听满儿的，这金贵的玩意儿，俺们也没伺候过。还是大家伙凑一块放心。对，集中种，哪怕收成不好，咱们也不怨谁。好，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今晚把这些种块放在这暖屋里晾一宿，收收水分。明天一早咱们就下地。让这红安县的老少爷们儿都看看，咱们宋家村大冬天也能种出粮食来。好。满儿，早点歇着吧，明儿还得下地呢。知道了，娘。土豆种下去了，大概需要3个月才能收获。只要这一把赌赢了，这样才能保证大家都活下去。满儿，我看你站在风口里，怕你冷，虽然不好看，但是暖和，很好看，我很喜欢。很好看，我很喜欢。阿秀，谢谢你。都听好了，这地里的泥虽然肥，但也粘人，下脚的时候稳着点儿。咱们今儿个的任务就是把土豆全都种地里去。下地喽！哎呦，这泥真劲儿大！嘿嘿，劲儿大说明地肥啊。马儿说了，这叫油泥，庄稼种下去想不长都难。
这片荒滩沉积了几百年的腐殖质，肥力都要溢出来了。要是再施肥，就是画蛇添足，搞不好还会烧苗。俺种了一辈子地，还是头回见着不用喂饭就能下种的地。省事儿还不好，省下的粪肥正好留给咱们后院的大棚，那边的菜金贵，吃肥厉害。牙眼朝上，别放反了。这牙眼就是苗的脑袋，要是大头朝下，那不得憋在土里？知道了，嫂子，咱们省的。我的老腰啊！想当年，我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哎呀，我的祖宗！洒了。我们这就捡起来，捡干净点儿，少一块，到时候从你们的口粮里扣。种完了，只要这几天别下大暴雪，这土豆就能扎下根。满儿，这玩意儿真能长出来，咱们可就把身家性命都压在这上头了。放心吧，叔，这地肥的流油，这土豆种又是极耐活的，只要咱们伺候好了，这地底下结出来的果实能让咱们全村人都吃撑着，到时候还能拿到县城去卖，去换更多的粮食和布匹。行了，收工回家，今晚让你婶子烙大饼，咱们好好补补。爹，咱们这可如何是好啊？爹，咱们这可如何是好啊？熬着吧，咱们总有翻身的那天。马儿姐，咋了？棚子那边，你快去看看吧，那些菜苗。哎呦，我的菜！反了天了，俺这就把他们抓了，晚上给满儿加个红烧兔头。慢着，杀了多可惜。这大冬天的，野兔都瘦的全是骨头，但这几只能在咱们棚子里混吃混喝，说明体格好，是优良品种。哥，别红烧了，去在墙角垒个窝，把它们养起来。兔子这东西最能生，一生就是一窝，养好了以后咱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肉吃，那兔皮还能给小牙做围脖。成，俺这就去弄笼子，保证让他们跑不了，光生崽。满儿，你快去看看吧，那些菜苗好像不行了。这是冻害。咱们这油纸棚宿虽然挡风，但毕竟不是玻璃房，也不是烧地笼的暖阁。这2天外头太冷了，地气上不来，棚子里的热乎气存不住。这一棚子绿菜，要是都冻死了，之前的辛苦可就全白费了。这可咋整啊？这都是钱啊，那可是咱们全家的指望啊！娘，你先别急，我想想办法。对了，可以用增温块和烟熏法。前世我在北方考察大棚种植时见过老农用过，原理很简单，燃烧产生热量，释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对于植物来说那是光合作用的干粮。娘，我想到办法了，你先等我一下。张叔在吗？来了，满儿，又有啥新花样？叔，你会打铁皮炉子吗？不用太精细，就是那种带烟囱的铁皮桶，下面留个风口，上面能散热。这简单，以前逃荒路上捡了不少破铁皮，半天就能敲出好几个。好，您受累，给我敲6个出来，咱们给这棚子装个暖气。行了，这样热气跑不了，烟也熏不着苗。大壮哥，点火！行了，这回算是稳住了，以后晚上派人轮流看着火，别灭了，也别烧太旺。乖乖，多喝点水，长高点儿。妈，您快看，这儿有个虫子，坏虫子，喂鸡去。活了，全活了。满儿啊，你看这叶子多嫩啊，一掐都能出水。这要是拿到县城去，那些太太小姐们还不得抢疯了。娘，先别急着卖，这才哪到哪儿，等再过半个月，第一茬小白菜就能收割了，咱们直接送去县里最大的酒楼醉仙楼。我要让这宋家村的菜成为红安县的一块金字招牌。满儿妹子，咋了三胖？出啥事儿了？后山的炭窑那边，后山的炭窑那边，咱们的银骨炭卖得太好了，县城里的订单都排到年后去了。可是咱们的人手不够了呀！张叔他们没日没夜的烧，也赶不上卖的。刚才还有几个外地的客商为了抢货，差点在窑口打起来。是时候了，大壮哥，走，咱们去给刘村长送个发财的机会，也是时候把这清水村的人心彻底拢到一块儿了。快，这批炭还没凉透呢，
县城王元老家的马车就在山脚下等着了。这银谷炭的生意太火爆了，红安县的富户们为了这口无烟的好炭，那是把门槛都快踩破了。满儿，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这几天订单太多，咱们的人已经连轴转了3天，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住啊。要是耽误了交货，这信誉可就砸了。爹，咱们得扩招，就在东山坡那边再起5口新窑，把刘老根他们叫来。这烧炭的法子可是咱们的独门秘方，要是让外人学会了，以后跟咱们抢生意咋办？爹，您放心，这最核心的封窑和看火还是咱们自己人来，让他们干些砍树、运木、出炭的力气活。而且，就算是把法子交给他们，没有咱们这种统一的管理和销售渠道，他们也成不了气候。咱们要把蛋糕做大，就不能怕别人分一口汤。宋姑娘，你说真的？俺们真能去？当然，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活累、脏，而且得听指挥，没工钱，但是管3顿饭，跟我们吃的一样。早晚有粥，中午有干粮，隔3差5还有肉汤。另外，每天下工，每人还能领1斤炭渣回家取暖。管饭还有肉汤，还能领炭，这简直就是活菩萨啊！俺们干，宋姑娘放心，谁要是敢偷懒，俺老刘第一个敲断他的腿。大家都听好了，这活虽然苦，但只要肯干，宋家绝不亏待大家。干活！老哥，搭把手，这木头太沉了。哎，来了来了，排队都排队，今儿个大家都受累了，多吃点儿。宋家仁义呀，以前俺们还防着人家，真是瞎了心了。可不是嘛，跟着宋姑娘，这日子才有盼头。那个大壮哥，我也想来干活。那个大壮哥，我也想来干活，我有的是力气。你想来也行，不过满儿说了，你之前又是讹诈又是偷东西，欠村里的债还没还清呢。先把村口的那个磨坛给我搬回原处去，再把村里的路扫干净。啥时候干完了，啥时候再来领饭。啊，不干就滚，别在这碍眼。就是赖子，你也该出点力了，别整天想着占便宜。满儿，炭烧的差不多了，这一批货能卖个500两银子，再加上之前的，咱们手里的现银已经不少了。手里有了钱，有些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比如铁，比如盐。爹，明天咱们进城送货，听说城里的大集市上有不少外来的行商，我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宋三爷，您可算来了！我家老爷昨晚还念叨呢，说这天眼瞅着更冷了，要是这炭再不到，书房里都没法带人了。您是不知道，用了您家的银谷炭，再用别的炭，那就是遭罪。让王管家久等了，山路难行，又下了暴雪，为了保证炭不受潮，路上走得慢了些。理解理解，只要东西好，多等2天也无妨。好货，全是好货。宋三爷，下个月的货咱们还得续上。另外，我家亲家刘老爷那边也想要500斤，您看能不能给匀出来？好说，只是最近产量有限，得排到年后了。行，只要给留着就行。爹，这钱赚得真痛快，以前在老家1年到头也见不着这么些银子。这都是满儿的功劳。走，咱们去喝口茶，暖暖身子。这世道真是没法过了。听说了吗？京城那位又要修万寿宫了，说是要采办江南的奇石，沿都州府都要进贡。这银子从哪儿出？还不是从咱们这些做买卖的和老百姓身上刮。北边才叫惨呢。北麻子虽然暂时被挡住了，但听说是那个什么萧家军的残部在拼命，朝廷也不发粮草，就让他们在那硬顶着。老百姓吓破了胆，流民还是跟蚂蚁一样往南跑。北边乱，咱们这南边也不太平喽。你们听说了没？隔壁的临水县最近闹起了响马。响马？对，听说是一伙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兵痞，手里有真家伙，还有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前几天刚洗劫了一个大户，全家上下30口，男的杀了，女的没留一个活口。听说他们抢完了临水县，正往咱们红安县这边流窜呢。红安县穷，但清水村刚刚富起来太扎眼了。若悍匪真来了，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立刻回去做准备。大壮、老张，别吃了，走，办正事去。掌柜的，最好的粗盐来100斤，装车。这种厚实的粗布有多少要多少，还有麻绳也要。爹，买这么多盐，咱们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啊！听话，扛着。掌柜的，这个怎么卖？客官好眼力，这根梅花簪虽然不重，但做工细，2两银子。2两，以前是全家半年的嚼用，可是李氏陪我吃了一辈子苦，如今日子好过了，也该让他体面体面了。包起来，再拿2朵绢花，要颜色鲜净点的，最好的那种。好嘞，这2朵粉色的海棠花怎么样？现在的姑娘都喜欢，
戴头上跟真花似的。行，就要这2朵。不管外面世道怎么乱，只要我宋三郎还有一口气，就要护住这个家。大壮，回村。满儿，咋样？这几趟探卖出去，咱们手里有多少余钱了？娘，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除去买盐买布，还有之前买粮食的本钱，咱们现在净赚了这个数，300两。娘，我寻思着，咱们不能亏待了乡亲们。虽说现在大家伙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咱们管饱还管肉，但这毕竟是长久的买卖。我打算按工分给大家发工钱。烧炭的张叔他们那是技术工，一天按50文算。大壮哥带的护卫队和运炭队那是力气活，一天40文。剩下的妇人和老人只要干活的，一天20文。这钱先记在账上，等到年底，大家伙拿着工分条来换银子，好过个肥年。这法子好，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大家伙手里有了钱，干活更有劲儿。还有，咱们这炭卖的好，以后车来车往的，那路得修，光靠咱们村的人手不够。我打算让爹去周围的村子贴个告示，雇些短工来修路，既能把路铺平了，方便运货，也能让周围村子的人沾点光，省得他们眼红咱们背地里使绊子。阿秀啊，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花样咋编出来的？跟那城里铺子卖的一样精致。婶子，这是咱们后山沟里长的龙须草，满儿姐说这草韧性好，不易断，还有股清香，我就试着编了几个筐子，没想到还挺好用。这些东西等下次进城送炭的时候带上，城里的穷人买不起皮靴，这种结实的草鞋肯定好卖。这几张狼皮好，毛色亮，给护卫队的小伙子们一人做一副护膝，这大冷天的在外面跑，膝盖最受罪。剩下的边角料拼一拼，能做几顶皮帽子，护着耳朵不生疮。哎，乖乖，这鞋底子够大的啊！这得是多大的脚才能穿进去？我看呐，咱们村除了大壮那个傻大个，谁也没这双大脚掌。就是，阿秀这手艺，我看全是给大壮预备的。藏啥？婶子们这是夸你呢。大壮那个憨货，费鞋费衣裳，也就阿秀这细致性子能管得住他。婶子，你也跟着笑话我？快搓！今晚不搓完这一堆，明天没饭吃。我的手啊，这还是手吗？这跟鸡爪子有啥区别？我刚看见大壮拎着狼牙棒过去了，要是明早交不出货，他真能把咱们吊起来打。满儿，快来看啊！结小瓜了，成了！这反季节的蔬菜终于在这个寒冬里结出了第一批果实。满儿，这真的能摘了？摘，这时候口感最嫩。娘，小心点放，别把皮碰破了。这一根茄子在县城能换半扇猪肉呢。哎，娘省的，这分量足够去县城炸个响雷了。大壮哥、张叔，备车！这次进城不仅是为了卖菜，还有件大事要办。掌柜的，这可咋整啊？刘员外要把60大寿摆在咱们这儿，点名要吃翡翠白玉汤。可这大冬天的，我去哪儿给他弄绿叶子菜去？地窖里除了萝卜就是白菜逼子，都冻糠了。刘员外可是县里的纳税大户，得罪不起啊！实在不行，去南边州府高价调货。来不及了，寿宴就在明天。掌柜的，外头有人找，说是来送春的。掌柜的，外头有人找，说是来送春的。送春什么乱七八糟的，轰走！慢着，掌柜的，生意上门哪有往外推的道理？这是黄瓜、茄子，活的，刚摘的，还带着露水呢。怎么样，掌柜的？这春您收不收？收，全都要了。小兄弟，不，小姑奶奶，您开个价，只要不太离谱，我绝不还价。痛快！黄瓜和茄子1两银子一斤，小白菜500文一斤。成交，全都要了，马上过秤。满儿，这菜比肉还贵嘞，咱们以后天天种菜得了。这叫物以稀为贵，过了冬天就不值钱了。走，去牲口室。以后运炭拉货就有自己的车队了，不用总是靠人扛。壮，就在这儿停吧。宋管村，就是那个卖银骨炭的村子。听说人家现在富得流油，顿顿吃干饭。走，赶紧去报名。修路是为了方便运炭，更是为了拉拢人心，把周围几个村子的利益和宋家村绑在一起。以后谁想动宋家村，还得问问这10里8乡的乡亲们答不答应。这就叫深挖洞，广积粮，广结善缘。满儿发芽了，神了，真的发芽了！
咋了？出啥事儿了？活了，真的活了！这可是大冬天啊，这地里居然能长出庄稼来！这可是大冬天啊，这地里居然能长出庄稼来！满儿姑娘没骗咱们，这黑泥地是宝地，这土豆是神种啊！赌对了，这片沼泽土的地温加上土豆的耐寒属性，终于创造了这个冬日奇迹。大壮哥，从今天起安排护卫队队12个时辰轮流值守这片地，现在就是咱们的命根子，谁要是敢来搞破坏，无论是人是兽，直接剁了。放心吧，妹子，俺就把铺个卷卷搬到地头来睡，谁敢动俺家土豆一根毫毛，俺让他变成肥料。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张老三，你这力气不行啊，中午没吃饱？哪能啊？中午吃的白馒头配咸菜汤，汤里还有油炸呢。俺这是舍不得力气，想多干几天。这宋家村给的工钱实在，1天20文，现结不拖欠，上哪儿找这好事去？这年头，外面的流民为了半个搜窝头都能打出脑浆子，可在这清水村，只要肯卖力气，就能吃饱饭，还能拿钱回家养活老婆孩子。这哪里是干活，这分明是在享福。修路的人工今日支取2两3钱，烧炭那边新进了一批隔壁山上的松木，吃取5两。大棚的草帘子又坏了几张，得让阿秀带人补补。路修好了，炭才能运出去，钱才能流进来。而且这村子真要有点什么事，这帮吃了宋家饭的雇工那就是第一道防线。满儿，歇会儿吧，这几天你都没睡个囫囵觉，眼圈都青了。娘，我不累，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咱们得把这一摊子事儿理顺了，才能过个安稳年。满儿，满儿，咋了哥？慢点说。有人找你，就在村口，是个戴斗笠的黑脸汉子，骑着匹快马，不是坏人，俺认得他。当初在江上那艘大黑船上，他就站在表哥身后。他看见俺在村口修路，也没进村，就把这东西塞给俺，说是表哥让给你的。他在村外林子里等着，拿了回信就走。秦野，那个消失了快2个月的男人，终于有消息了。进屋。这老参啊，吊命的好东西，这一株在药铺里少说也得100两银子。这孩子在那冰天雪地拼命，还惦记着咱们手脚冷不冷，他这是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大事啊！满儿，咱们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个家，别让他有后顾之忧。哥，去把咱们做好的风干牛肉拿来，要那种加了辣椒和花椒的，最提神。还有，去地窖里拿2坛子咱们新酿的高度烧麦子，用的最好的那种密封坛。娘，把我给他做的那个新护膝，还有那2双加厚的皮手套也拿来。哥，去吧，告诉那个志侯兄弟，让他路上小心，务必把东西送到。放心吧。那是来自北方的牵挂，也是送往战场的温情。满儿，进屋吧，外头冷。你一定要赢啊！等你回来，我请你吃全天下最好吃的土豆炖牛肉。张嫂子买了啥好东西？嗨，也没啥，就是扯了几尺红头绳，给娃买了2斤饴糖，还割了5斤肥膘肉。张嫂子今年阔气了。那是，以前逃荒别说肉了，连口水都得抢，如今手里有了铜板，腰杆子硬了。今儿个手摇工钱翻倍，还额外发2斤猪头肉当下酒菜，满儿够意思。那可不，干完这一班回去好好喝一宿。这茄子长得真俊，紫得发亮，等过了年这一耙就能卖个大价钱，到时候给满儿姐换个新的银项圈。阿秀这丫头心里头只惦记着你满儿姐呢。应该的。红烧提体，寓意咱们宋家村来年红红火火，脚踏实地。好啊，咱们一家人还有老哥能全虚全尾的坐在这儿吃顿团圆饭，叔敬你一杯，你是俺们全村的大恩人。叔，您言重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年咱们还要一起把日子过得更红火。对，更红火，还要盖新房，还要娶。我闻着味儿了，红烧蹄煮。我也闻着了，好像还有炸丸子，还有鸡汤。吃，就知道吃。咱们现在是奴才，能有口热乎气喘着就不错了。难道今晚咱们要饿着过年吗？我想吃饺子，我想吃肉。谁？是李婶子让我来的。婶子心善，说大过年的，这是给你们的。
上，你敢独吞，我是你奶，你应该孝敬我。都别抢，给我留点儿。我大饺子，我的肉啊！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要是当初没作，现在坐在那上席的该是我啊！从大蟒山的雪夜断亲，到逃荒路上的生死时刻，再到如今在这红安县扎下根基，有了这遮风挡雨的大瓦房，一家人还能齐整整的坐在一块儿，这就是天大的福分。过年了，压岁钱不能少，图个吉利，保佑咱们全家来年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大壮，这是你的。娘，俺都多大了，还要压岁钱啊？多大也是娘的儿，拿着，以后娶媳妇儿用。阿秀，这是你的。婶子，不，这不行，我是外人，能在咱家有口饭吃，有个地儿住，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哪能还要您的钱？咱娘给了，你就拿着。在这个家里没有外人，你叫大壮一声哥，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过年哪有落下的道理？是啊，阿秀妹子，拿着吧，娘特意给你包的，你要是不收，娘该伤心了。谢谢婶子，谢谢叔，谢谢满儿。傻孩子，大过年的哭啥？以后这就是你家，咱们还要在一块儿过好多好多个年呢。好了好了，都别哭了，按照老规矩，拿了压岁钱得许个愿，来年想干啥想要啥都跟老天爷说说，心诚则灵。我先说，我希望咱们家的母鸡天下何代，希望天天都有红烧肉吃，还希望表哥能回来带我骑大马。俺希望地里的庄稼都能长得跟俺一样壮，希望没人敢欺负咱们村，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我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希望我哥还活着，希望能一直帮婶子做饭，帮满儿干活。满儿，你呢？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愿望，我只愿这乱世能早日结束，愿漫天的风雪能避开那个远在北境的人。萧景恒，你一定要平安归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归来，这天下咱们一起打。之前每逢过年都是一个人在酒店或者帐篷里度过，可关了直播，面对的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和冰冷的方便面。满儿，想啥呢？没想啥，我许愿，咱们宋家村明年能盖起更高的墙，能把生意做到京城去，让咱们家的人出门都能横着走。好，有志气，不愧是我宋老三的闺女。咋回事？大年初一的，谁家这么敲锣？是啊，大年初一的，谁家这么敲锣？不对劲，这锣声不像是在拜年，倒像是报吉。快，出去看看！宋姑娘，宋老爷，出事了，出大事了！县衙急报。张班头，快进屋喝口热茶缓缓。喝什么茶？火烧眉毛了！宋老爷，天变了！张班头，到底出啥事了？慢慢说。红安县来新县令了，你们生意做大了，有人告了密，说出个富得流鱼的土财主村，新县令叫贾仁，京城贬下来的假扒皮，雁过拔毛刮地3尺的主，第一道手令就是冲清水村来的。这上面说，所有自行开荒的流民，之前王县令批的3年免税不合规矩，全部作废。凡私自砍伐山林、烧炭火力者，需补交山林税500两，以后每烧1斤炭，官府要7成利，500两，咱们连粥都喝不上。刚燃起的希望被浇透心凉，这分明是冲着宋家村来的。张班头，那么多村子就盯着我们一家收，谁让你们最肥呢？我听师爷那意思，这贾大人似乎对你们那银谷炭的方子，还有那大棚种菜的法子也很感兴趣。原来如此，不仅要图财，还要断根，抢钱抢方子，把全村都变成佃户。欺人太甚！对，拼了！大不了再逃，这地方不待了。闭嘴！逃？往哪儿逃？外面兵荒马乱，到处打仗，咱们好不容易盖了房，有了地，种下了土豆，你们舍得扔下这一切再去当流民？舍不得，这是家呀！既然舍不得，那就得守住。想刮我们的油水，得看他牙口好不好，别到时候崩了一嘴牙，连血都得咽下去。满儿，那是县令啊，民不与官斗，官也要讲王法。王县令和顾太师难道不是官？他想拿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得看上面答不答应。消息送得及时，拿去喝酒，回去告诉师爷，该交的税一分不少，不该交的钱谁也别想拿走一个子。话一定带到，但你们早做准备，那贾司令不是善茬。都散了，天塌下来有我宋家顶着，只要我在一天，就不让任何人抢走大家的口粮。满儿，你真有办法？爹，您信我吗？秦爷走的时候给我留了后手，不仅有顾家关系，还有更硬的牌。爹老了，这世道看不懂了。成，
爹听你的，大不了拼命。嘿，报应来了，这是要收拾宋家了。咱翻身的机会来了。翻身？翻个屁的身！那死丫头交不起税，咱都得倒霉。新县令是冲着宋家的钱来的，要整死宋小满。咱们要是帮县令找到宋家把柄，或者打开村子大门，那就是有功之臣。县令一高兴，赏180两，再托了奴制，说不定还能把这大院子赏给咱住。这能行吗？大壮的狼牙棒不是吃素的。富贵险中求，难道你们想一辈子掏大粪搓草绳儿？张班头还没走远，我去追他，就说咱愿意做内应。哎，要是真像张班头说的，那咱们这日子还咋过呀？每亩地3斗米，这庄稼还没种下去呢，就先欠了官府一屁股债。行了，别长吁短叹。满姑娘不是说了吗？天塌下来有宋家顶着。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窑火看好了，多烧点炭，多攒点底气。你说那新县令真能放过咱们？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不惹事儿，但也绝不怕事儿。他要想吃绝户，那也得看有没有副好牙将。草民宋三见过师爷，不知师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少跟本师爷来，我们村也是前几日才知晓要纳税，这还没到春耕秋收的日子，哪里来的账？那是种地的账。本师爷现在查的是你们私采官山、倒卖官产的账。好炭啊，银光闪闪，敲之有声。听说在县城里，这1斤能卖50文。师爷谬赞，这是乡亲们为了糊口，在后山捡些枯枝烂木烧出来的。放屁！什么枯枝烂木？这分明是上好的青冈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洪城县的一草一木，那都是朝廷的，是官家的。你们这群流民买了块荒地，就以为这山也是你们的了，那都是官产。这山上的私自砍树烧炭，还拿去卖钱，这就是在盗窃官物，是在挖朝廷的墙角。这从哪儿说起啊，师爷？自古以来买山就带林，这是规矩啊，咱们是有地契的。地契？拿来我看看。那是原本，你拿走了我们怎么办？怎么，你还怕本师爷摊了你一张废纸不成？现在咱们说的是税的事儿。根据大钱律例，私采官山需补交山林损耗税。县尊大人仁慈，念你们是初犯，以前的旧账折个价500两，3天之内补交500两现银的罚款。炭窑还是归你们烧，但是每1斤炭卖去的钱，官府要抽7成，剩下那3成算是赏给你们的辛苦费。什么7成？你怎么不去抢？俺们起早贪黑，手都磨烂了，最后还得倒贴钱给你们。就是，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拼了！反了！你们想干什么？想造反吗？师爷，这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之前的3年免税是王世信亲口许诺的，如今新县令一上任就要推翻旧政，还定下如此重税，这不合规矩吧？在这里，贾大人的话就是规矩，那个姓王的早就调走了。现在红安县姓贾，县尊大人说了，你们这银谷炭是好东西，不该流落在民间。要么你们乖乖交了罚款，以后按规矩纳税；要么我们就封了你的窑，把你这全家老小，还有这些抗税的刁民，统统抓进大牢。到时候别说500两，就是5000两，你也买不回这条命。3天，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筹钱。3天后，要是见不到500两现银，那就别怪本师爷心狠手辣，带人来抄家了。走。这可咋办啊？500两啊！这刚过完年，咱们哪儿还有这么多钱啊？就是啊，要是交了这钱，咱们以后连种子都买不起了。可要是交了，以后还要抽7成，这狗官是想把咱们活活逼死啊！本来不想动用的，毕竟曹帮是江湖势力，一旦沾上，容易惹来更多麻烦。但现在看来，讲道理是行不通了。满儿，咱们真要交钱吗？交？凭什么交？他想要500两，那就让他亲自来拿。不过能不能拿得走，还得看他有没有那个命。看紧点儿，一只苍蝇也别放进去。这地窖里可是咱们全村的命根子，要是丢了一个子儿，咱们都得喝西北风。满儿，咱们这么演，那个内鬼能上钩吗？爹，您放心，贪婪是人心底最毒的虫，只要闻到了腥味，它就一定会钻出来。咱们把戏台搭好了，就等着那个丑角登场了。娘，你看见了吗？这2天那个傻大壮天天睡在地窖口上，连吃饭都不挪窝。看见了又咋样？人家那是守着银子呢。听说那地窖里装满了箱子，都是卖炭换来的现银。那个钱师爷不是说了吗？只要交不出500两，就要封窑抓人。现在宋家肯定是在转移财产，或者是想把银子藏起来赖账。咱们要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县令大人，咱们就是首告，是有功之臣。到时候咱们带路来抄家，宋小满那个死丫头肯定得下大狱。县令大人一高兴，赏咱们几10两银子，再给咱们脱了奴籍，咱们不就又是良民了吗？可要是被抓住了，可要是被抓住了，怕什么？反正留在这儿也是当奴才，
早晚被折磨死，不如搏一把。我都看好了，那是后院墙根底下有个狗洞，平时被草挡着，我从那里钻出去。今晚没月亮，正是好时候，你们帮我打掩护，我这就去县城。大郎，你去，咱们全家的命就都在你身上了。宋小满、大壮，你们给我等着，明天早上我就带人来扒了你们的皮。开门！快开门啊！开门！快开门啊！谁呀？大半夜的挺尸呢？滚滚滚！哪来的臭要饭的？别打！我有大事禀报，我是来告密的，我要见师爷，我有关于清水村宋家的惊天秘密。你等着。你是何人？有何事要报？师爷，是我呀，我是宋家村的，我是那宋小满的大伯，我叫宋大郎啊。哦，原来是个家贼啊！说吧，什么秘密？要是敢虚拟本师爷，小心你的皮！不敢，绝对不敢。大人，那宋家根本就不止500两银子，他们把银子都藏起来了，就在后院那个大地窖里。那个傻大壮天天睡在地窖盖板上，连吃饭都不肯离开半步。那地窖里装满了大缸，里面肯定全是现银，少说也有几千两。几千两？还有，大人，您知道他们为啥要买后山吗？那后山挖出来的黑土根本就不是用来垫地基的，那是铁矿。他们还建了那么多土窑，表面上是烧炭，实际上是在私铸兵器。他们想造反啊，大人！你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我若是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大人，那宋小满就是个女土匪头子，他手底下养了100多号亡命徒，手里都有家伙。私铸兵器，意图谋逆。好一个宋家村，好一个刁民！没想到他们竟然送给本官这么大一份功劳。3天期限，哼，等不了3天了。既然是谋逆大罪，那就得兵贵神速，传令下去，集结县衙所有3班衙役，再去把城里的团练帮闲全都给我叫上。明天天一亮，本官亲自带队去清水村抄家灭族。快，把村子给我围死！一只苍蝇也别放跑！开门！里面的人听着，县尊大人亲自办案，再不开门就按谋逆罪论处。满儿，俺出去敲碎他们的脑袋！这群狗官分明是来明抢的！都把家伙放下！明杀官就是造反，正中下怀。哥，让兄弟们往后退，装出害怕的样子。爹，开门！咱们今天就给县令大人好好演一出大戏。好。一群逃荒叫花子竟能修起这么好的院子和房屋，果然藏着金山银山。大人，就是他，女匪首，私藏赃银，后山私铸兵器，图谋不轨。你胡说！大人明鉴啊！你胡说！大人明鉴啊！大人，宋家村全是良民啊，饭都吃不上了，哪来的几千两银子？宋宝生是我们家签了死契的奴仆，因好吃懒做被我爹罚了，怀恨在心，诬告我们啊！本官办案讲究人证物证，既然有人举报，就不能不管。大人，没有确凿证据擅闯民宅是违法的，您难道凭一个逃奴的胡言宽碎语就抄我们的家吗？王法在洪城县，老子就是王法，你越拦越说明有鬼。给我搜，挖地3尺也要把赃银兵器找出来，谁敢阻拦，当场格杀！在哪儿？那银子在哪儿？就在后院。啊！大人，您看，这么大的锁，里面肯定全是银子。连普通锁都不用，用这么夸张的大锁，这宋家绝对心虚到了极点。砸开！给老子砸开！银子，有银子！保护现场，没有本官的命令，谁也不许乱动里面的赃物。快，点起火吧，给本官查清楚，到底有多少赃银！大人，全是这些大缸，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谁家会用这么厚的黄泥封缸？还愣着干什么？给本官打开！这么硬的封泥里面绝对是好东西，都退后！老子砸开它！给老子开！给老子开！哦！哎呀，大人，您没事
事吧？有没有伤着啊？大人，我刚才就拼命拦着你们，不能进，不能进，您非不听。这下好了吧？那里面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那都是我们清水村为了来年开春种庄稼的农家肥啊！我们庄稼人穷，就只能把这些烟杂物封在缸里，这叫沤肥。这可是我们来年活命的黄金啊！您说你们查案就查案，怎么能听信一个疯子的话，把我们一村人的命根子都给砸了呢？让我们明年怎么种地啊？你这个刁民，你敢戏弄本官！银子藏得深，但这私藏甲胄、抗缴皇税的罪名，你们绝对跑不掉！拿下！把这几个反贼都给本官锁起来！银子呢？私铸的兵器呢？敢耍本官！今天要是交不出东西，本官就让你们尝尝大牢里剥皮抽筋的滋味儿！我看谁敢动！反了！反了！刁民要造反啊！大哥，退下！贾大人，你想要银子，想要兵器，你也不动脑子想想。我们一群逃荒的流民，哪来那么大的能力敢买下这几百亩的深山？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敢在这红横县的地界上明目张胆的烧炭做大买卖？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曹帮，大人，这是曹帮的长老令啊！贾大人，您不是要查封我们的炭窑吗？我实话告诉您，这清水村的炭窑生意根本不是我们宋家的，而是曹帮秦七爷的产业。我们宋家不过是替七爷在这大山里代为打理罢了。您今天要封窑，行啊。不过在封窑之前，你有没有问过曹帮那几万在刀口上填写的兄弟答不答应？你有没有想了得罪了秦七，这落霞县和红安县的水路，您还想不想通了？要是江南的粮草运不出去，惊动了知府大人，您觉得您这颗脑袋够砍几次的？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下官有眼不识泰山，竟然不知道宋姑娘是给秦七爷办事的。满儿姑娘太厉害了！哎呀，小满姑娘，是下官糊涂，下官给您赔不是了。落霞县王县令加急手书，红安县县假人即刻接信。落霞县王县令加急手书，红安县县假人即刻接信。这怎么可能？大人，咱们还抄吗？那些刁民，这个瞎了狗眼蠢材，听信几句谗言，竟然敢污蔑顾太师的故交，污蔑曹帮的贵客。悔呀！要是老老实实在牛棚里干活，好歹还能留条命在。现在倒好，为了攀高枝，把老宋家唯一的独苗亲自送了进去。宋老爷、宋姑娘，这都是一场误会啊！下官初来乍到，蒙蔽了双眼。王大人的免税令自然是作数的。至于那什么山林税，也是这狗头师爷瞎编乱造的，下官回去定当严惩。贾大人日理万机，草民就不留大人喝茶了。下官这就走。哦，臭当官的终于走喽！满儿丫头威武，三叔威武！原来秦哥是曹帮的九当家呀，怪不得他在江上那么威风。是啊，曹帮那可是响当当的汉子，咱们这是有大靠山了。爹，这事儿还没完，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借势只能借一时。咱们宋家村必须得有自己真正的底牌。爹明白，只要咱们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这天一天比一天暖和，县城里的炭铺子都开始压价了，这银谷炭的订单眼瞅着就没剩几单了呀。停窑是早晚的事儿，这山里的木头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这一个冬天，咱们砍了几百亩的青冈木，要是再这么烧下去，这山就秃了，以后下大雨还得闹泥石流。可是这窑一停，咱们村那几十个壮人力不就闲下来了？闲不着。张叔您看，那些砍了树的地方，阳光能直接照下来了，正是富士开荒种地的好地方。等炭窑停了，把那些树根都刨了，咱们今年除了种粮食，我还要在这儿种上满山的果树和茶树。果树、茶树，满儿你连这都懂？略懂一二。不仅种树，那些挖出来的树根、树疙瘩，您给打成木炭块，留着咱们自家冬天用。成，听你的。都排好队啊，一家一户来领。这可是满儿特意从县城高价买来的麦种，谁要是敢糟蹋了，俺这狼牙棒可不答应。大壮哥，这是我们家的啊，秀妹子，多给你装点，这麦种好着呢。这几天你给大伙儿做饭累着了，拿去舔舔嘴。谢谢大壮哥。满儿丫头啊，快出来呀！地里出事儿了。
地里出事了，咱们种的那些土蛋蛋死了，全死了。咋了，刘叔？地里那叶子全黄了，枯得跟稻草似的，都软趴趴的倒在地上，一拔就断啊！这怎么可能？前几天俺还去看过，那秧子长得绿油油的。满儿啊，这老天爷是不给咱们活路啊！黄了，倒伏了，走去地里看看。满儿，你别急，就算是死了，咱们还有些余钱。唉，白忙活一场啊！活该，让你逞能，这下全村人都得跟着你挨饿。满儿，别拔了。刘叔，各位乡亲，谁告诉你们叶子黄了就是死了？这庄稼跟人一样，养分都长在它该长的地方了，这不是死，这是熟了，咱们该丰收了。俺的个乖乖，俺活了60岁，没见过这么大的土豆子。惊蛰春雷动，万物始发生。这一把土豆，就是清水村真正的根基。这就是熟了，这底下咋能藏着这么多金疙瘩呀？大哥张叔还愣着干啥？下地挖宝啊！挖，快挖！我的天爷，一颗秧子下面结了这么多，快！这不仅是庄稼，这是能在乱世里活下去的命啊！村长爷爷，到底多少啊？1亩地，上等水田，撑死200-300斤，这土蛋蛋竟然能产2000斤！长在泥里没皮没壳，不像正经粮食。能不能吃，煮一锅不就知道了。娘，阿秀，下锅。好香啊！熟了，好吃。娘给乡亲们分，1人1个，尝尝鲜。排队都有份儿。香，真面糊，吃进肚子里像吃了个大馒头，还真是粮食的味道。不用脱壳，不用磨面，放水里一煮就能填饱肚子。神粮啊！老天爷显灵了，这是救命的神粮啊！有了这东西，子孙后代再也不怕闹饥荒了，再也不用啃树皮换命了。没有比填饱肚子更能给人安全感了。被赶出牛棚，现在惨得连村里的野狗都不如。既然签了奴籍，那就是我宋家的狗。咬主人的恶犬，连睡牛棚的资格都没有。被赶出宋家大院，不给吃不给穿，只能用捡来的树枝破草席遮风挡雨。干不完活就是一顿鞭子。逃奴身份没有录影和户籍，走不出红安县边界。一旦被巡逻官兵抓住，直接打死勿论。现在只能在山里挖苦涩野菜续命，或趁着天黑像老鼠一样去捡烂菜叶子。宝生也没了音讯。娘，我好饿呀，恨不得冲过去抢一口，但大壮的狼牙棒和村民要吃人的眼神让我腿软。饿着吧，悔呀！把心肝脾肺肾都放在油锅里煎熬的悔恨，没比老三家断亲就好。要是没偏心老大一次次去作死，现在受全村敬仰的就该是我呀。我本可以穿着新棉袄做热炕头，吃大肉嚼神仙粮食，现在却成了连饭都吃不上的贱奴。儿，留了做种的，少说还有大千斤，光靠咱村吃到明年开春也吃不完，放坏了那可就造孽了。要不俺套牛车拉县城菜市去卖，大冬天的肯定好卖。大壮哥，这可是亩产2000斤的神仙作物，咱们不卖菜，咱们卖种。卖种？寻常蔬菜1文钱买2斤，可2种价格起码翻10倍。大家都没见过，咋会买回去当种子呢？明天带口大铁锅去最热闹的食场口当街煮土豆，冬天热气腾腾的土豆一出锅，没人不馋。高，满儿这招太高了，俺明天就去。满儿，那要是明年大家都种出了土豆，不稀罕了咋办？等产量上来了，咱们就做土豆粉和土豆干。番邦商人说过，洗出淀粉做成粉条，晒干了几年不坏。在乱世，这比金子还硬通。亩产2000斤消息传出去，贾之令那边贾八皮刚被坑过，知道这事儿肯定扑上来强抢。爹放心，这批土豆咱们不去洪阳县卖，去落霞县。落霞县去找王县令，这个叫进县祥瑞。大冬天的亩产2000斤高产粮可是政绩，只要王大人收了这祥瑞，就会把咱清水村当育种基地护起来，有顾家门生和落霞县令双重庇护。贾人敢动朝廷钦定的祥瑞吗？借力打力，隔山震虎，这哪是农家丫头的见识，天生帅才啊！卖2种喽，番邦神粮亩产2000斤的土豆种喽！小伙子，你煮的啥玩意儿？圆咕隆咚的，咋这么香啊？这位爷，您尝尝。哎呦，又面又沙顶肚子，比白面馍馍还香。大家伙听好了，这东西叫土豆。这东西叫土豆，不挑地不挑水，大冬天都能种活，1亩地能产2000斤。今天俺们是来卖种子的，10文钱一个种块，买回去切一切就能种。明年开春，保准你们家家户户吃顿饱饭。2000斤，我的老天爷！给我来10个种块，我要100文的。宋姑娘，你说的可是真的？大冬天能长出来，亩产2000斤？大人，草民不敢欺瞒，
这祥瑞之粮是草民一家感念大人收留之恩特意献上的，若大人将此物推广全县，救万民于水火，便是千秋政绩。好一个祥瑞高产粮！宋姑娘，你立了奇功，本官这就行文上报州府，呈报京城。大人英明，只是土豆培育不易。我们清水村如今虽划归红安县，但那边的贾县令似乎对我们多有误解。他敢！本官这就下一道公函，清水村的土豆田乃是本官钦定的祥瑞物种官田。从今往后，你们种出来的土豆种，本官按20文一斤的市价全包了。我倒要看看他贾人有几个胆子，敢动朝廷的祥瑞。成了，这一手借刀杀人，彻底断了贾县令念想，还拉来了官方大客户。满儿，有了这道文书，咱清水村在这江南地界就横着走了。在这个乱世，亲手打造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避风港，有粮，有钱，有兵，有靠山，一切都在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把这些树根都起出来！满儿，真的一口都不让吃啊？这还多着呢，堆得跟小山似的。咱们一村人就是敞开肚皮吃，也得吃上大半个月吧。吃什么吃？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大壮哥，这叫留种。你别看这几千斤看着多，1亩地怎么也得用上200-300斤的种块。咱们好不容易摸清了这土豆的习性，等过阵子天气彻底暖和了，这几千斤土豆切成块，全得种到地里去。等到秋天大丰收，那可是几万斤的粮食。到那时候，我教阿秀做土豆粉条，晒干了能放好几年，咱们天天炖猪肉粉条吃，保准你吃的直打嗝。那还是留着做种吧。俺不馋了，俺这就去上面守着，谁也不许动。这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只要把这批种子护好了，宋家村在江南就算是彻底扎下了根。爹，我实在挖不动了。挖不动也得挖！你没看那死丫头把那些土豆担子看得多紧，全锁在地窖里了。咱们要是不干活，今晚连康糊糊都没得喝。我今天去县城，一是去送炭尾货，二是去买春耕的农具，但最要紧的是去茶馆打听外头的消息。三叔回来了。爹，出啥事了？脸色这么难看。满儿，外头的天乱了。今天在县城的聚贤茶楼，我听几个从北边逃难过来的大商贾说，老皇帝快不行了，听说是常年吃那妖道炼的仙丹，吃坏了底子，现在连早朝都上不了了。皇上要驾崩了。要是驾崩了倒还好，现在是拖着一口气，下面的皇子们全疯了。太子和誉王为了争那个位子，夺嫡已经到了白热化，两人都在京城附近调兵遣壮，甚至把送往北境前线的粮草都给强行扣下了。这帮天杀的，说是要充作什么京城护卫军的军需，这不是要了边关将士的命吗？断粮，在那种冰天雪地的北京，面对如狼似虎的北蛮体骑，断了粮草，就等于断了所有人的活路。北边的百姓吓破了胆，新一波的流民又爆发了。这一次逃难的人比冬天那次还要多，数以万计的流民涌入江南，连咱们这穷乡僻壤的红安县城外都搭了难民棚。满儿，这可咋办？那秦野他还在北边啊。那孩子带着他那一帮兄弟，没粮没草的，这仗还怎么打？爹娘，你们是不是误会了？秦野回北境不是去替那个昏君打仗的，大前朝已经烂透了，从根子上就烂了。他的父兄镇北王和世子全都是被誉王和那些贪生怕死的奸臣害死的。他是回去收拢旧部的，他不是去保家卫国，他是去复仇的。他要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要让那些吸血的虫子血债血偿。推翻王朝，那不就是造反吗？这是一条绝路啊！对他来说，那是唯一的活路。爹，从今天起，护卫队白天黑夜两班倒，围墙外头再挖2道深沟，铺上铁耆立。咱们管不了天下的大局，但必须把清水村守成一个铁桶，绝不能让辽民冲散了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2个月了，秦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原来有了牵挂，是真的会让人变得心乱如麻啊！萧景恒，你可别死在半道上，你欠我的救命之恩还没还清呢。满儿，别说铁器了，县城里连个铁亭子都买不着了。
铁匠铺全被官府封了，街上乱得像一锅粥。江南的赈灾粮根本就不够塞狭缝的，加上上面层层苛困，到底下连米汤都算不上。满儿，这不对呀，这可是大春天，他们咋不进山挖野菜，非要去抢村呢？刘叔，您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乱世里的流民和咱们这些本分过日子的人早就不一样了。您仔细想想，能从大老远的北方一路熬过严冬，活着逃到江南的，都是些什么人？几乎全是青壮年男人，妻儿老小大半没能熬过来，如今孤身一人，早就没了牵挂。他们是拿命熬过来的，心里只剩活下去这一个念想。谁能像咱们清水村一样，老小俱全，齐齐整整？逃到这儿已耗尽了最后的力气，不敢往深山死路里闯。对这种人来说，抢现成的比从头再来自爆时要容易100倍。他们现在不是流民，是一群亡命的强盗。他们现在不是流民，是一群亡命的强盗。所以，咱们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一，从今天起，全村停止一切不要的粮食消耗，各家各户立刻收紧口粮，1天2顿改1顿半，哪怕是我们宋家也不例外。第二，地还得种，春耕不能停，咱们不能自乱阵脚，说不定朝廷还能派兵来援助江南，咱们得自己先立住，实行武装开荒，妇弱和老人全部退回高墙内，把那些次品土豆全洗出淀粉，做成好保存的粉条，好土豆和其他粮食连夜搬进地窖，趁着流民还没摸到咱们这偏僻的山沟，妇人们去后山把能看见的野菜全挖了晒干。对，颗粒归仓，可下地干活咋整？青壮年分3组，2组带弓弩和铁器下地，兵器不离身，剩一队上瞭望塔死盯。是流民来了吗？带刀的，带上家伙事儿，快退！这么高的墙，有墙里面肯定有粮。开门，把吃的交出来，不然烧了这门，看你们能撑到几时！爹，给他个教训。我们也是从北边逃荒来的，这墙是为了防山里的野猪和熊瞎子，村里早就断炊了，不怕这连弩在你们身上留个窟窿的。你们要想闯进来，大可以试试。前世在野外，一旦营地被盯上，打跑了第一波，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大壮哥，带上人去村外，把年前平整出来的那段进村兔路全部挖断，每隔5丈挖一道2米深的宽沟，灌上烂泥，插满荆棘尖刺。都听见了，拿上家伙，走！不管他们后面还有没有人，都别想舒舒服服的走进来。满儿，他们又回来了。满儿，这咋来了这么多人？咱们村算上刘老根他们，满打满算也就130-140口人，能拿刀干仗的青壮不过50-60个，外面那可全是不要命的汉子啊！真要是拼起命来，这高墙能挡得住吗？挡不住也得挡。落霞县的赈灾粮根本发不到这些人手里，县城他们进不去，可能周围那些没防备的小村子，估计早就被流民们抢光吃光了。咱们清水村年前修路，动静闹得太大，这深山里突然多出一条平整的路，在劳民眼里，那就是一条通往粮仓的金光大道。现在，咱们就是他们眼里最后的一块肥肉。里头的乡亲，咱们都是从北边逃难来的苦命人，行行好，给口吃的吧，不抢，只要米汤和个棚子，咱当牛做马也愿意。是啊，给口吃的吧，救救我们吧，要饿死人了。三哥，你看这事儿咋办？这天还冷，外头那些人也确实可怜，要不咱们隔着墙给他们点东西，打发他们走？
不行，刘老根，你老糊涂了！咱们这100多口人的命根子就都在地窖里。你今天给了几个土豆，明天他们就会要1车。谁敢动俺们的土豆，俺就敲碎他的脑袋！真要把他们逼急了，他们要是打人梯翻墙进来，咱们这老弱妇孺的可咋整？曼儿，你拿个主意吧。在恶狼眼里，给肉不是施舍，是告诉他们这里有肉山。那咱们咋办？就这么干耗着？耗不住的，他们饿极了，什么干不出来。兄弟们，这帮外乡狗敬酒不吃罚酒，在里头躲着，就说明里头有粮、有水、有肉。这墙是新修的，他们想吃独食，想看着咱们饿死在外面。抢啊！里面全是人，冲进去抢啊！不，门就在前面。顶住！给俺死死顶住！他们要翻墙了！爹，还有谁想上来试试？这墙头上我备了100支弩箭，上面全淬了毒。你们若是不怕死，大可以继续撞门。小娘们儿，你们有……闭嘴！我清水村不养闲人，更不养强盗。想活命可以，你们就在那片荒地建个流营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锅，我借你们2口。想要吃饭的去后山，我不管你们是去刨树根、捡石头，还是去挖那种黑褐色的土，干完1天的活，运到村口交接，换1碗稠稠的糙米粥。要是再敢在村口闹事，或者动什么歪心思的，杀无赦！我看只要给口吃的，俺当牛做马都行。我也是，算我一个！别听他的，他这是把咱们当牲口使唤。兄弟们别怂，一起冲进去抢啊！还不滚！排好队，把昨天挖的东西交上来。满儿，这黑石头死沉放哪儿啊？搬后山空窑，准备好打铁家伙。搬后山空窑，准备好打铁家伙。这黑石头可是能铸出金刚兵器的铁矿。嘘，这事儿谁也不能说。晓得了。俺们干活给口吃的就行。你当咱们眼瞎呀？这废土也敢拿来糊弄？没天理了！欺负逃荒的苦命人啊！不给饭吃，这是要逼死咱们呀！大家伙都停手！他们里面大鱼大肉，就给咱们喝这破粥，还当牲口使唤！咱们跟他们拼了！拼了！哥，把他拎出来！放开我！你们草菅人命！把他扔出壕沟！我宋家村的粥只给肯流汗的活人吃，这人不准来了。谁敢给他一口吃的，一起驱逐。觉得干活辛苦的，现在就可以走。你们走出去看看，是外头的流寇手里的刀快，还是你们的脖子硬？满儿，这人是越来越多了，咱们村的壮劳力也就40-50个，大家都连轴转，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是啊，那些流民虽然现在老实，但恶狼终究是恶狼，等他们吃饱了肚子，恢复了力气，要是真发起狠来闹事儿，咱们这点人手怕是压不住啊。张叔，你们说的对，咱们的善心和粮食也都到了极限了，这口锅不能再添水了。哥，去传我的话，从今天日落的起，清水村彻底封锁壕沟，不再接收任何一个新来的流民。马儿，快来，出事了！别指望县城了，全封死了。
退路没了，落霞县不要他们，朝廷不管他们，只有留下才有活路。只有在人最绝望的时候递过去一件棉衣，心才会死死地跟着你。哥，开侧门，把名册上圈出来的那20个人叫进村子里来。好。姑娘饶命啊！俺们没偷懒，俺们天天都干完活了。这些人是我观察了半个月挑出来的，干活最卖力，从不惹是生非。都起来吧，这半个月你们干活卖力，从不惹事，我都看在眼里。我清水村的规矩，有罚就有赏。俺的亲娘嘞！俺逃荒了年，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上一口热乎的肉汤了。都听好了，你们没有退路了。我宋小满今天把话放这儿，只要你们忠心护村，听我号令，等到世道安定了，你们不仅能留在这儿，我还会给你们发工钱。你们可以像我们一样盖青砖大瓦房，可以娶媳妇儿，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下半辈子。但是，谁要是敢背叛，敢吃里扒外，外面的乱葬岗就是你们的下场。姑娘大恩大德，俺们这条命以后就是宋家村的，谁敢来犯村子，俺们第一个拿命跟他拼。满儿，外面的暂时算是稳住了，可是咱们村子的底子快被掏空了。外头那100多号流民，虽然每天只给1顿半的糙米糊糊，但这消耗也是个无底洞。加上咱们自己村里这100多口人，满儿，咱们地窖里的存粮怕是支撑不了几个月了。爹，咱们的土豆不是种下去了吗？土豆长势是好，前2天我去地里看了，那叶子长得绿油油的，看着是喜人。但这庄稼长得再快，它也得按老天爷的规矩来呀。满儿，咱们全村的存货可能支持不了几个月了，可那地里的土豆最快也还要2个月才能收啊。唉，有了，明天我带人上山打些猎物回来不就行了？不行，绝对不行！满儿啊，这可是大春天，山里的猛兽现在正是最疯最凶的时候。你一个姑娘家带着人进深山里面，这要是碰上了，那是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呀！娘，您别怕，我不去送死，我是去拿老天爷给咱们留的肉。况且我们人多，他们会保护我的。我就是去看看，咱们现在的粮撑不到土豆丰收，光靠喝稀粥，大家伙连挥锄头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修围墙、防流寇了。您忘了，春天的野兽虽然凶，但也有弱点。他们饿极了眼，只顾着找吃的，防备心反而是最差的。爹，深山我必须去，但村里更离不开人。您带着兄弟们守着大门，那把连弩绝不能离手。外面流民虽然暂时安分了，但饿肚子的滋味不好过，难保不会有人狗急跳墙。满儿，爹在家守着，哪怕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让人踏进清水村半步。今天跟我进深山，山里有肉，有危险，怕死的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不怕，姑娘给俺们饭吃，俺们的命就是姑娘的。好，我们出发。是野猪，看蹄印的深浅，至少有200-300斤。他们是去喝水了。俺去宰了他们。回来，大哥，这野猪皮糙肉厚，咱们是去打猎，不是拼命。今天我不让你们跟他肉搏，咱们用脑子。那个老猎户教过我，打这种大货得布阵。哦，行了，都上树，隐蔽。神了，满儿姑娘真是神仙下凡啊！肉，全是肉啊！去看看周围的套索。大丰收，咱们今天可是大丰收啊！好啊，好啊，太棒了！满儿，俺去那边割点藤条来绑猪。好东西，这鹿皮软和，正好给阿秀做双靴子。大哥，别跑远了。
奇了怪了，还能上天不成？马儿，你快来！大哥怎么了？别咋咋呼呼的。你看，这后面有个大洞子，里面还往外刮热风呢。绝了，真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个溶洞的位置距离黑金土的矿坑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甚至比运回清水村还要近得多。原本还发愁堆在村口的黑矿石没地方炼铁，现在有了它，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北境战事交迫，誉王追兵如影随形，木头和石块挡得住饿荒的灾民，却挡不住真正手持利刃的乱军。需要钢铁，能穿透铁甲的金刚剑簇。大哥，我在这儿守着，你去把张叔叫过来，别惊动其他人。好嘞。满儿，大壮说你在这儿发现了宝贝。张叔，这是铁矿石，是铁矿。铁矿？满儿，你咋认识这玩意儿的？我以为你叫他们搬回去是建房子的，但这铁矿可是朝廷严格管控的死穴啊！是秦野告诉我的，他走之前跟我说了铁矿石长什么样。他说这片山脉里藏着富铁矿，那些黑石头就是最好的炼铁原料。满儿丫头啊，这可使不得呀！私撞铁器，那可是杀头的大罪。要是被官府知道了，咱们这清水村上上下下100多口人，全都得被诛9族啊！大钱律例，民间私存铁矿满10斤者，流放3000里；私自开炉炼铁者，斩立决呀！私自开炉炼铁者，斩立决呀！满儿，张叔说的对，这风险太大了。风险大？你们醒醒吧！现在是什么世道？这天下早就乱套了。官府现在哪个官府还管老百姓的死活？贾之令恨不得扒了咱们的皮，外片随时可能涌来流寇。等乱军打到咱们村门口的时候，你们打算拿什么去保护家里的女人和孩子？就凭生锈的破铁片子吗？没有金刚利刃，等别人拿着刀架在咱们脖子上的时候，谁来治我们的罪？阎王爷吗？满儿说的对，在这吃人的世道，手里的刀不够利，就是别人担板上的肉。这铁，咱们炼。张叔，咱们干了一辈子的苦力，到头来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既然老天爷把这宝山送到了咱们面前，咱们就拼一把！拼了！老子打了一辈子铁，还没见过真正的赤铁矿是个啥模样，大不了一死。满儿，炼铁可不是烧炭煮饭那么简单啊！这石头硬得像鬼，要想把它融成铁水，那得要几千度的大火。咱们有银骨炭，火力是够了，但还需要有巨大的风熟不停地往里头吹风，一天一夜都不能断。就算咱们把全村的壮汉都叫来，也扇不起那么大的风啊！张叔，这个我来想办法。是满儿他们回来了！我的老天爷，这么大的野猪，这得多少肉啊！真是神了，大春天都能打着这么肥的猎物。娘，阿秀，带人连夜把肉处理了，天还没热透，把肉切成长条，用盐巴和花椒腌上，猪下肉和猪血留着，明天给大伙儿熬大锅汤。今天跟着进山的兄弟，每人赏1块巴掌大的肥肉，直接带回营地。多谢姑娘赏。爹，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好地方，这里隐蔽，拔风好，最适合做咱们的秘密铁匠铺。地方是好，可张老哥昨天说的在理，炼铁要的高温，光靠人手拉风长，就算把全村的汉子都累死，也供不上那么大的风力啊！不用人拉，爹，您看看这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水轮。利用这暗河的水流冲击木轮旋转，然后带动这根转斗轴，转斗轴连接着曲柄，把木轮打转的力气变成了推拉的力气，直接带动那几个牛皮大风箱。妙啊，太妙了！这样一来，只要暗河的水不断，这风山就能日夜不停的自己鼓风，火借风势，那炉温想烧多高就能烧多高。满儿，这叫什么物件？你从哪儿弄来的图纸？这叫水牌，是我前些日子在县城书铺一本古书上看到的。据说是几百年前古人炼铁的法子，我昨晚凭着记忆画出来的，也不知能不能成。能成，爹保证给你造出来。以后挖出来的矿石，直接堆在矿坑旁边的空地上就行，每天有护卫队的人去记。这可轻松多了，只要干活就有饭吃，谁管那些石头堆在哪儿？今天中午的野菜粥里加了昨天打的野猪肉汤和肉渣子，干得好的一人多给1勺肉汤，偷懒的喝西北风。干得好的，一人多给1勺肉汤；偷懒的喝西北风。咱们好好干！都小心些，终于建成了。爹，可以试水了。又废了，满儿丫头，这火候够了，风也足，可这出来的铁咋就这么脆呢？根本打不成刀啊！
张叔，这铁太脆是因为里面的杂气没除干净，咱们得改法子，不能光干烧，得把它炒熟。炒？对，就像炒菜一样，在那本杂技古书上看过，这叫炒缸法。等铁水化了之后，流到这边的方坑里，您带着人用沾了水的柳木棍子在铁水里不停地搅和，让它见风，把里面的那股子脆劲儿给散出去。成，听满儿的，大伙儿再加把劲儿，开炉！出水了，快退后！搅，快搅！成了，成色变了。大壮，你们几个抡锤！好嘞！好刀，绝世好刀啊！俺张老三这辈子居然能亲手打出百炼功。哥，试试。神兵利器呀！有了这玩意儿，管他什么流寇土匪，来一个咱们劈一个。满儿，这刀太招眼了，外头那些流民可不是瞎子，要是被他们看见咱们全副武装，怕是要生乱子。爹说的对，财不露白，兵器也一样。长矛的金刚头平时全用破布和麻绳缠死，看着就像普通的木棍，真要见血的时候一扯就掉。至于短刀和袖剑，全部贴身藏在俺子里靴筒里，这叫扮猪吃老虎，不露出獠牙，别人还以为咱们是任人宰割的肥羊。这帮清水村的人天天让人挖黑石头运进后山，却不见运出来，绝对不对劲。拨开前面那层藤蔓，应该就能看清了。大家都小心着点儿，这晚上呀，山里路难行，村里护卫队的刀枪都配齐了，这剩下的1000多枚3棱铁箭头得赶紧装进背篓，趁黑运回村里的地窖藏好。这东西太扎眼，万一被有心之人看出端倪，可就麻烦了。兵器，竟然真的是兵器！我的老天爷，他们竟然真的在四处兵器，发财了！老子要发大财了！得赶紧走，把这消息带出去，卖给县令或者溃兵首领，老子就能换一场泼天富贵。谁在那边？有人！还想跑？饶命！好汉饶命啊！我什么都没看见。少废话！满儿，这小子在灌木丛里偷看，被大黄给逮住了。我认得你，你是流民里的栓子，平时干活最卖力，从不惹事。姑娘明鉴，我就是晚上起夜迷了路，不小心走到这儿的，求姑娘饶我一条狗命吧。你能活着走到这儿，靠的可不是什么好心。你能活着走到这儿，靠的可不是什么好心。满儿，跟他废什么话？这家伙肯定看见咱们的兵器了，这要是让他跑下山胡说八道就不好了。别杀我，我发誓我绝不说出去，求求你们！等等，杀你，太便宜你了。满儿，这狗东西留不得呀！我问你，除了逃荒，你以前是干什么营生的？姑娘，小的以前在邺城开牙行，识字会算账，饶我一命，让我干啥都行。识字会算账，这阵子荣东铁匠铺账目一团乱麻，正缺这样一个账房先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会算账是吧？好，我给你个活命的机会。会算账是吧？好，我给你个活命的机会。大哥，把他拖进去。你们要干嘛？金起，你账房先生，矿石、金属、木炭消耗，每一笔都得记清。敢记错一笔或做手脚，我3天查一次账，心算比你快10倍。对不上，你知道下场。不敢，小的绝不敢马虎。每天一个窝窝头，1碗灵水，管住嘴，别影响干活，老老实实做一辈子账房，算错一笔鞭子伺候。姑娘，你好狠！比起直接杀了你，我这不过是废物利用罢了。大哥，咱们走。这日子比逃荒那会儿强了100倍不止。每天1碗浓稠糙米粥，偶尔还能捞着肥肉丁，以前想都不敢想。这1个多月，总算把家底稳下来了，地种上了，兵器打好了，村里人也踏实了。满儿，这幼苗长得真好，看来今年能有个好收成。是啊，爹，有了这些粮食，咱们就不怕乱世了。大哥，去看看。好。宋姑娘，主子交代，务必亲手交到您手上。这是秦野的信。
大哥，带这位小哥去屋里歇息，好生招待。好嘞。这货郎根本不是普通货郎，而是一个内家极高、擅长伪装的高手。秦野派这样的人来送信，信里的内容绝对非同小可。满儿，咋了？谁送来的东西？娘，没事儿，是县城里主顾送来的账单。我先进屋核对一下，谁也别来打扰我。入手极沉，正面錾刻着麒麟送子图，这绝对不是寻常百姓或富下用得起的物品。宋家从来没有过这么值钱的东西。满儿，见字如幻。在清点那个贪官的私库战利品时，我手下发现这把银锁。这银锁背面云纹里藏着暗记，只有皇室的人才能认得出来。那4个字是东宫内造。30年前，当今圣上还不是皇帝，爆发了巫蛊之祸，前太子全家惨遭抛斩。死数将刚出生不久的皇太孙送出，但被追兵逼入绝境，连同婴儿坠入悬崖。东宫内造银锁，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偏远县城的贪官私库里？我连夜提审贪官，这银锁是他辖区一个当铺掌柜献上的奇货。满儿，你绝对想不到这把银锁是谁当的。账簿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刀期是1个月前，典当人大蟒山宋大郎。满儿，你这拿着刀是要干啥去？大哥，你去叫爹来，然后跟我去一趟宋大郎他们的草棚。今天我要撬开那老太婆的嘴。大壮哥，把他们俩带过来。干啥？又干啥呀？满儿，到底出啥事儿了？找他们干啥？认得这个吗？不认得，我老婆子眼下没见过这种金贵东西。不认得。多年前，大伯拿着它去了县城的当铺，死当换了5两银子，白纸黑字的账簿就记在当铺的当簿里。你还要跟我装？那不是咱家祖传的物件吗？娘，当初你亲手交给我，说留着没用，让我去当了给宝生换点好吃的呀。闭嘴！你个没脑子的蠢货！看来这段时间你们还是没有吃够苦头啊。你若还是不交代清楚这东西到底是哪儿偷来抢来的，今天你们2个就都别活了。这不关我的事儿，这不关老宋家的事儿啊！这银锁确实不是咱们家的，30年前的事儿了。满儿、三郎，这真不怪我呀！那年我怀着身孕回娘家，谁知道半路上摔了一跤，等我到娘家了，孩子生下来就是个死胎，我怕你爷骂我，正愁得不知道怎么办。结果那几天，我娘家兄弟路上遇浑身是血的男人，那人给了我娘家一大笔金银，还有这个刚出生男娃，加上这把银锁，求他们收养，说日后会来寻。我娘家贪了那笔钱，可他们又怕有仇家追杀过来，根本不想养这个拖油瓶，我娘就把这孩子塞给了我。他们给了我几两碎银子，还有这把看着不值钱的银锁，我偷偷把它抱回宋家，所有人都以为这是我在娘生下的老三啊！我娘跟我交了实底，说这孩子来路不明，手里还有这种金贵的物件，8成是犯官之后，所以我不敢对他好，不敢让他念书，只要他一辈子烂在泥里不投，就算仇家找来也认不出他是谁。直到前些年我才敢让老大把这破锁拿去当了。老三，我好歹养了你30年，给你一口饭吃，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好歹留我一命，我好好干活，这件事也不告诉别人。原来我不是亲生的。爹，哭出来就好了。从今往后，您就是咱宋家顶天立地的当家人。爹这条命，以后只为你们娘儿几个活。大壮，把他们弄走吧，别脏了满儿的眼。老三，你不能杀我，我们可是知道秘密的人啊！杀你们，我怕脏了我的剑；不杀他们，因为还有用。秦野若虚这层身份，他们就是活口人证。家的你受苦了，难怪他们那么作践你，难怪呀！不苦了，有你，有满儿，有大壮和小妹，我值了。这个家从内到外终于成了铁板一块。皇太孙这个身份暂时烂在肚子里，爹娘，身世的事心里有数就行，对外绝不能吐露半个字。现在最要紧的是外面的局势，秦野被困北境，江南辽民越来越多，咱清水村有强有粮，但还远远不够。姑娘，这里面是我给他的回信，还有些东西，20斤新研制的脱水土豆肉粉块，开水一扔就能食，顶饿又轻便。行军死士太清楚这干粮的战略价值了。这是我们村自己炼的百山钢，带给他看看。削铁如泥的百炼钢。你告诉秦野，他缺粮我给他种，他缺兵器我给他造，只要我在江南1天，有能帮到他的我一定都帮。属下替统领，替北境弟兄谢宋姑娘大恩。
秦野，我把能给的底牌都给你了，你可千万要活下来啊！婉儿，这天怕是要下大雨了，刚入夏就闹这种天况，总觉得心里毛慌慌的。娘，没事，咱们的房顶都是新铺的瓦，寨墙也加固过，下点雨怕什么？可这闷雷滚滚的，怕不只是一场暴雨那么简单。爹，出什么事了？真的糟糕了，咱们这红安县没了呀！我们这一路去县城，还没走到一半就觉得不对劲了。原本依山而建的那几个村子还有些烟火气的，现在全成了空壳。不仅是没人，连只鸡一条狗都没留下，不知道被抓到哪儿了。路边全是乱糟糟的脚印，还有被翻得底朝天的锅碗瓢盆。俺们起初以为是遭了强盗，直到快靠近落霞县界的一处茶摊，遇到了一个满身是血逃出来的衙役小哥。那个小哥俺认得，是贾县令身边的一个跟班。他告诉俺们，红安县天夜里就带着家眷和搜刮来的几十大箱银子从北城跑了。不仅是他，落霞县的人也都跑了。这贪官跑得倒是真快。那县城现在是谁在站着？红巾军，那些援助的乡亲呢？都去哪了？能跑的都往深山里钻了，跑不动的都被那些红巾军裹挟了。他们用刀逼着那些壮丁加入他们，说是要一起打到京城去，其实就是去当炮灰。曼儿，咱们这堵墙能挡得住几千人吗？咱们这堵墙能挡得住几千人吗？小满，那帮人早晚都会到我们这儿。被抓的人肯定有人知道咱们清水村种出了土豆，还烧得出好炭，所以他们迟早会摸到咱们这儿来。清水村有粮，还有挣这么多人。爹，不用等了，传令下去，全员进入战备。外围流云营的所有男人全部召集到打谷场，我有话要说。另外，把咱们练出的第一批击铁骑全部铺到寨城外的深沟里。现在没时间哀悼，也没时间恐惧。那几千个红巾军不是军队，是一群失去理智的蝗虫。蝗虫借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烈火和钢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粉身碎骨。动作快点儿，把生石灰都分装小布袋里，扎进口子。这可是防身的好东西，要是有人靠近，往那帮畜生脸上一砸，拉瞎他们的狗眼。满儿，这可咋整？探子说那红巾军可是有几千人啊，俺不怕死，可俺怕护不住村里的人呀。绝对不是几千人的大军，他们攻破县城一路顺风顺水，在他们那帮流寇眼里，咱们清水村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富点的小村子，根本用不着兴师动众。满儿说的对，大军出动要耗费粮草，他们肯定舍不得。我断定，这次他们若是来，最多也就200-300人，而且这里面一半以上绝对是被他们沿途裹挟来的饥民和村民。真正见过血的狠家伙，顶多只有几十个。可是满儿啊，外面那些红巾军不可怕，我担心咱们围墙外头那100多个流民啊。他们这几个月为了口吃的，确实算听话，可他们到底不是咱村里的人啊。要是红巾军在外面喊话，许诺给他们分粮吃肉，他们万一临阵倒戈，跟外面里应外合，咱们这大门可就彻底守不住了。刘叔，您担心的我早就想到了。大哥，开秘密仓库，咱们要实行差异化武装。第一，咱们本村的核心护卫队全部换上后山新练出来的金刚长刀、铁头长矛。好。第二，外围流云营的汉子，除了那几个信得过的，其他人不发铁器。那他们拿啥防身？发竹竿，把咱们削尖的3米长竹竿，还有生石灰包、大块的石头全发给他们。3米长的竹竿隔着壕沟往前瞎捅，这叫1寸长1寸强，足够他们杀敌自保。但竹竿再长也劈不开咱们包铁的寨门，更刺不穿护卫队的牛皮甲。满儿，你干啥去？去外营，发了兵器，还得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都给我出来！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你们在想要不要趁机投降红巾军，或许还能混口饭吃。愚蠢！红巾军是什么货色？你们这一路逃过来，难道比我还不清楚吗？他们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杀男人抢女人，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你们以为投降就能活命？别做梦了！你们饿得皮包骨头扣，在他们眼里连当狗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今天，我给你们指一条明路，只要你们今天拿起竹竿，替我死死守住前面那道壕沟，战后若是表现英勇，绞杀敌军最多的人，我宋家村门大开让你们进来，你们就是这清水村堂堂正正的主人。干了！老子受够了到处讨饭的日子，为了房子，跟那帮狗娘养的拼了！拼了！来抢俺们的房子，俺就捅死他！来了，
就这，就拿几根破竹子也想挡你爷爷的道？兄弟们，这村子里有娘们儿有肥肉，给我杀进去！今天咱们吃顿好的！他们连个像样的刀都没有，都是苦命人啊！闭嘴！你们以为放下竹竿，他们就会感恩戴德？他们背后是拿刀的恶鬼，只要你们退一步，他们就会为了活命踩着你们的尸体冲进来。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你们自己的残忍。让！废物，都是一群废物！精锐跟老子顶上，砍了那帮泥腿子！找死！给俺死！这怎么可能？一个穷山沟的农户手里拿的刀，怎么比抢来的千鼠佩刀还要锋利？撤！快撤！他们有硬家伙！赢了，咱们打赢了！满儿，这个人是头头身边的那个。说，你们的大部队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来？大当家已经带了2000兄弟分了3路，包抄了红安县的所有村子，最多明晚就会来到这儿与我们会合。100人，凭着地形和武器的优势，好杀。可是2000人，打不过的那是2000张嘴啊！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咱们淹死！跑吧，快跑吧！跑！外面已经被他们3路包抄，你们觉得凭你们这2条腿跑得过红巾军的马？留下来，依托高墙死守，还有一线生机。谁再敢乱军心，我先劈了他！张叔，你现在组织村里的人，连同地窖里所有的粮食全部转移去后山个溶洞，那边有地下暗河，入口狭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食物充足，藏上1个月都没问题。对，那溶洞隐蔽，他们绝对找不着，我这就去。大壮哥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没有亲人了，我哪儿也不去。胡闹！我哪儿也不去。胡闹！你一个姑娘家留下来送死吗？去洞里待着，等俺杀光了那帮畜生，就去接你。满儿，你跟娘一起走，你是女娃娃，留在这儿干啥？让你爹和大壮顶着。娘，我不能走，外面的机关陷阱只有我最清楚。我若走了，这防线就成了一盘散沙。你们放心，我绝不会让自己有事。满儿姑娘，俺们能不能也躲进深山里去？躲？溶洞就那么大，你们的婆娘和娃都在里头。你们要是跑了，谁来守这道墙？今天就是死，也得死在墙头上！干他娘的！老子不走了！张叔，叔，把打铁收集的铁屑，还有做粉条剩下的干燥淀粉渣，全到内墙后面来，用薄布袋子装好，悬挂在土屋房房梁。挂这玩意儿干啥？挂这玩意儿干啥？照做就是。满儿。满儿来了，不对劲儿，刀疤带了200多号先锋过来，怎么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大哥，你就是太小心了，这穷乡僻岭的能有啥埋伏？肯定是刀疤那小子打草惊蛇了。兄弟们，冲进去，翻箱倒柜给老子搜，谁抢到算谁的！没人，连个鬼影都没有。大哥，这屋里堆的啥？全是干草和碎黑渣子。这屋里堆的啥？全是干草和碎黑渣子。放火！放！干燥的春季，密闭空间内，粉尘浓度达到极限遇明火，那是毁天灭地的灾难。啊！我的眼睛！救命！我不许退！谁退，老子砍了谁！他们在那道内墙后面藏着，他们人不多，赶紧给老子冲过去，杀了他们！兄弟们，跟这帮畜生拼了！防线要被冲开了！防线要被冲开了！
给老子挡住他！哼！满儿，我说过我会来寻你，这一次差点又晚了。满儿，我怕你要是再晚来一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不会的，我拼了命也会赶回来，没事了，有我在，谁也伤不了你。表哥，你来的太及时了，俺刚才差点交代在那帮手里了。你要是晚来半炷香，俺就只能下辈子再给你当兄弟了。好样的，你是个真汉子，这道门你守得漂亮。三叔和婶子呢？还有小丫。满儿早安排爹娘和老弱妇孺躲后山溶洞了，安全着呢。去休息，找个没被烧的屋子好好睡一觉。这里剩下的烂摊子交给我来处理。好，那我明天再和你说。大壮，你辛苦一趟，连夜去山上蠕动，给三叔他们报个平安，免得他们担惊受怕。好嘞，俺这就去。这大多是骨瘦如柴的饥民，估计是溃兵拿刀逼着来当炮灰的。统领，乱党残部如何处置？统领，乱党残部如何处置？清水村缺开荒和干苦力的人手，暂时先派人看守起来，全用麻绳串着捆紧了。谁敢有半点反抗，就地格杀，绝不留情。是。满儿，我的满儿啊！秦爷，好孩子真是苦了你了。要不是你赶回来，咱这一大家子可就真没活路了。表哥爸，大壮昨晚早就把秦野神兵天降的事迹说了一遍。秦统领，您是我们清水村的救命恩人啊！各位乡亲快起，折煞晚辈了。擦擦脸吧。你一会儿把铠甲换了吧。现在该跟我说实话了吧？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遇险卡得这么准时赶回来的？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遇险卡得这么准时赶回来的？还有你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在北境收拢了多少旧部？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喝口热汤，累了一天了。满儿，三叔，京城那边老皇帝已经彻底昏迷不醒，早朝都停了1个多月，这天下无主，底下的皇子们全疯了。太子被赵贵妃一党软禁东宫，京城是誉王和奸相严高说了算。誉王野心勃勃，阴狠毒辣，勾结北莽出卖我父王不防徒，这简直是丧心病狂。他知道我捏着通敌血状密信，更知道我身上有半块虎符。掌权后第一件事就切断了北京粮草辎重。断了粮草，拿什么抵御蛮子？他就是要我们死，他就是要我们死。北京守将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我带8000旧卒杀马吃树皮嚼草根，硬生生拖了蛮子2个月，就为了给北京百姓争取南逃的时间。誉王玩偷了，蛮子铁骑长驱直入，边关彻底失守。朝廷已准备放弃江北半壁亮山。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不是逃，我要自己争出一条活路。我怕你出事，带着8000兄弟一路从北向南杀，沿途竖起了萧家军大旗。朝廷弃了你们，我萧景恒不弃。我已经一举拿下了林州府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杀光匪寇和蛮子先锋，整个林州府归我萧景恒管。但府库早被贪官搬空了，8000将士加10几万流民，每天消耗是天文数字。我带50名玄甲铁骑日夜兼程，跑死了5匹战马，3天3夜没合眼才赶到这里。我这次来就不打算离开了，整个天下都乱了，把你放哪里我都不放心。满儿，你有一肚子主意，你来帮我搞基建、种粮食、做买卖，要把这里打造成乱世里的桃源，让百姓都归顺我们。好，我陪你打造一个盛世。景恒啊，满儿说的对，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但眼下这天下大乱，临江府那个烂摊子，你打算咋收场？缺粮、缺钱、缺兵器。我带人接管临江府时，那些狗官早就把府库里的存粮卖空跑路了。如今城里不仅有我那8000张嘴，外边还挤着数万快饿死的流民。若是3天内凑不齐军饷和口粮，哪怕是我带出来的玄甲死士，也压不住即将暴乱的饥民。我当是什么绝境呢？秦爷，你仗打得好，但算经济账，管大后方的事儿还得听我的。满儿，顺你有法子。当然，咱一步步来。先说这刚抓获的近1000名红巾军，你打算怎么弄？留着浪费粮食，本想杀鸡儆猴，但也是上好的免费劳动力，杀了太暴殄天物了。 1000多号俘虏，
不能全关着白吃干饭，把他们全送去后山铁矿。人数太多了，咱们手里没有那么多生铁去打绞烙。一旦他们进了深山，很容易四散逃跑。不用脚镣，把他们打散，10人编成一组，从他们自己人里挑软弱听话的当组长。立下军令状，10人连坐，1人逃跑，剩下9人连同组长全部就地格杀。这法子虽然残酷，但在乱世对付暴徒最有效。至于铁矿那边，溶洞的空间太小，只够张叔他们打制金刚兵器。我打算在后山矿坑旁边，直接就地建一个大型的冶炼作坊，俘虏只负责在外面挖矿，由咱们村的兄弟进行最后的百炼锻打。好，我留下30名玄甲卫给你，内外分开，核心技术就绝不会泄露。现在最棘手的是那几万流民，府城的库房中没有粮食。你直接下达军令，按户籍和籍贯把流民打散，强行分派到临江府下辖的各个村庄去，让底层官吏组织流民开荒找食。开荒？咱们手里没有粮种啊！开荒？咱们手里没有粮种啊！我种的土豆马上就成熟了。那也不够几万人吃啊！谁说那是用来吃的？那是种子。按我的估算，这一批至少能有上万斤的极品土豆种。你把这些土豆种分发给流民，作为官府借贷，1亩地能产2000斤。只要熬过这几个月，到了秋天，整个临江府就会变成你萧家军最充实的粮仓。唉，光靠野菜，大家没有力气种土豆啊。这就得靠你了，秦大将军。去查，去抄，把那些发国难财的劣绅全抄了，拿他们的存粮来填这个窟窿，不仅能解决这几个月的口粮，还能让你在临江府百姓心里立下威望。不仅能解决这几个月的口粮，还能让你在临江府百姓心里立下威望。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谁管这天下姓不姓萧？好，我回去立刻动手。至于兵器，以后荣宫里打出来的金刚刀枪都给你。你在前面打仗，我在这边给你种地打铁。咱们说好了的，谁也不许食言。大壮哥、张叔，马上带人去刘军营，把所有人集中起来，我要亲自挑人进后山。咱们的作坊该扩建了。张叔，外头的5个新高炉都垒好了没？好嘞，丫头你放心，咱们现在的出铁量1天能抵过去10天。大哥，大哥！哎，满儿，俺在这儿。后山的木头留着涵养水土，不能再砍了。你带那200流民去黑风山砍硬木运回来，炭窑再加10口。好嘞，俺这就带人去。快点，别磨蹭！我的老腰啊！造孽呀！我这把老骨头都要碎了。那是砖房啊！要是当初没作妖，我现在就该坐在那砖房的椅上，喝着茶，让人伺候着。可现在呢，我连个流民都不如。哭什么哭？再哭今天没饭吃！萧将军，萧将军饶命啊！萧将军，萧将军饶命啊！草民愿意捐粮，愿意捐钱。现在才说捐，晚了。本将进城之时，城外饿殍遍野，你们却在府内囤积居奇，将1斗米卖出10两白银的天价。你们喝的是百姓的血，吃的是流民的肉。我萧家军不要你们的脏钱，只要你们的命。来人，全部出去斩首示众，抄家，开仓。开仓放粮！开仓放粮！但记住了，我萧家军不养闲人。青壮年去修补城墙，疏据护城河；老弱妇孺去城外的荒地除草翻土。你们每天有2顿浓粥，绝不让你们饿死在江南的土地上。萧将军万岁！这位北王万岁！能收了，大哥，带人下地挖！出
了，真的出了！老天爷啊，这一窝得有3、4斤重吧！快，装车，用油布盖好。张叔，兵器都带上了吗？张叔，兵器都带上了吗？放心吧，满儿，300把长刀，2000支金刚箭头。萧景恒，你的粮我给你送来了。下地的法子我已写清，你务必派心腹将士亲自下地监督，这是安身立命的本钱，绝不能让底下人糟蹋了种子。我是宋二郎，被亲娘大哥算计抓去北县当壮丁，我靠装死喝马血才活下来。听刘民说，这深山有村，肯卖力就有饭吃。干了3天，还没见一个相识的人。宋三郎，我本想冲出去喊声三弟，可看三弟手里钢刀与周围的护卫，我太了解自己七三房了，贸然相认只会被算账，我必须忍。现在我这样又瘦又狼狈，亲娘都认不出，稍加伪装便可，谁又会在乎这几百人中的一个呢？我要摸清底细，想办法夺回这份不属于老宋家的家产。统领，城里暂时稳住，流民安抚了，但周边10几个县镇全被流寇占了，不分兵剿匪，秋收粮还得被抢。可分兵兵力太散，誉王大军随时压境，防守府城就不够了。谁说我们只有8000人？统领的意思是，城外几万流民，传我军令，张榜招兵，安家费1两，每天2顿饱饭，有家属可划地开荒，受我军保护。查抄贪官银子够用，2顿饱饭就能招到人，总比吊着口气强。统领英明，有了粮食和银子，城外流民必争相投奔。传令下去，即日张榜。可新兵没上过战场，见血容易崩溃。那就让他们去见血，便入各营，有老兵带着，拉去剿匪，拿山贼的命当磨刀石。末将领命。活着回来的才是精锐，有赏赐。以战养战，以匪练兵。有了清水村的粮食和兵器，拉起一支虎狼之师不过是时间问题。末将领命。有了清水村粮食兵器，绝对能拉起虎狼之师。满儿，你给我送来了底气，这江南的天，我们俩一起撑住了。自从周鹏认出宋三郎和大壮后，我没声张，跟着流民队伍进了矿洞。我要摸清底细，再见机行事。虽然瘦得脱了相，但身形和声音，娘，大哥，老二，真是你！我媳妇儿呢？当初抓壮丁明明该你去，是娘哭着喊着让我去顶包，我替你去死。你们答应过照顾好她，我怀着孕的媳妇儿呢？我不知道。别打，老二别打，是宋小满那个死丫头啊！当初逃荒嫌你媳妇儿大肚子走不快，硬生生把她推下悬崖，一尸两命啊！他们抢了钱盖高墙大院，却把我们和你大哥们卖成死奴隶，锁着我们在洞里挖石头活折磨。是啊，老二、老三一家早不是人了，他们是吃人的魔鬼啊！支撑我活下来的唯一信念就是老婆孩子还活着，现在全毁了，被三弟被那个侄女毁了。宋小满，老三，宋小满，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活。我要让你们全村连人带粮，死无葬身之地。必须尽快练好这批兵器和农具。兵器是秦野安身立命的根本，精铁农具要分发给开荒的流民。秦野在临江府竖起萧家军大旗的消息传开，流民们不仅安分，反而有了归属感。只要这儿能让他们扎根，清水村的大后方就彻底稳了。来，大伙儿多吃点儿，娘做的饭全天下第一好吃。阿秀，你多吃肉，你太瘦了，这几天你忙前忙后，受累了。谢谢大壮哥，你也多吃。满儿，你说你表哥临江府那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光景？他手里就那8000人，还要安抚几万流民。若是京城那边缓过神来，朝廷真的派大军来围剿，他顶得住吗？朝廷真的派大军来围剿，他顶得住吗？爹，您放心，萧景恒是一头在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狼王，他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只要咱们清水村能源源不断把金刚兵器运过去，这大后方稳了，他在前面就立于不败之地。宋三郎，宋小满，我要让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一家子血债血偿。俺跟你说啊，那后山的兔子肥得很。满儿，咋了？
爹，别出声。屋里的灯怎么灭了？宋小满，我要你的命！满儿，抓住了！点灯。就这点做贼的本事，也敢来我这儿摸赢？你以为你用泥巴糊住身子就能躲过我的鼻子？哥，打盆水来，把他脸上的泥洗了。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老二叔，少在这假惺惺！宋三娘、宋小满，你疯了是不是？还敢装蒜？娘和大哥全告诉我了，是你们在逃荒路上为了抢钱，把我那怀着孕的媳妇儿硬生生推下山崖，一尸两命啊！你们建了这高墙大院，却把娘和大哥当奴隶一样关在矿里挖石头。宋大郎和老太婆告诉你的。宋二郎，你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可惜这脑子却被狗吃了。你也不用你的脑子想想，当初断亲的时候，我们三房净身出户，我们会去抢你的钱。况且二嫂身上，你觉得会有钱吗？大哥，去后山矿洞，把那2个老东西给我拖过来。今天咱们就当着他的面，好好对一对这笔债。是。满儿啊，大壮啊，我们没偷懒啊，我们天天都在砸石头啊。娘，大哥，老二，郝大伯，二叔来找我讨命了。他说是我把他怀孕的媳妇推下山崖的。大伯，二婶怎么死的？你们怎么把她丢下的？你都忘记了吗？要不要我找全村人来帮你回忆回忆？不怪我，真的不怪我啊！怪娘，是娘的说不带着，先累赘的是娘让我们别管他，把他扔在家里等死的。老二，你原谅大哥吧，二弟妹当时产里了也不能上路，我一个大男人也管不了这一家呀！我杀了你！你个……别打了，老大老二，你们是亲兄弟呀！老二你疯了，快松手啊！滚开，你个老毒妇！滚开，你个老毒妇！别看，脏了咱们小丫的眼。走，娘带你回屋睡觉去。30年的委屈和欺瞒，早就把最后一丝情分耗干了。满儿，就让他们这么打。让他们打，恶人自有恶人磨。他们欠二婶的命，欠爹这30年的苦，就该让他们自己清算。大哥，把他们拖出去，带去铁铺找张叔拿一根最粗的生铁链，把他们3个的脚腕给我死死焊在一起。你们不是一家人，相亲相爱，最喜欢算计别人吗？以后你们3个就生生世世锁在一起，吃喝拉撒、砸石头、下矿，全都在一块儿。只要你们中有一个人偷懒完不成定额，3个人一起挨饿挨鞭子。统领，这招简直太绝了！短短5天，咱们就招了11000名青壮。只要稍加训练，这可是咱们手里最锋利的刀啊！把人按500人一营打散，老兵带新兵，新兵营每天拉出去绕城跑10里，粮食管够，但谁敢违抗军令，立斩不赦。是。兵器局那边怎么样了？回统领，兵器局那边，宋姑娘送来的那批金刚横刀，已经全部分发给了最精锐的先锋营。有了那等削铁如泥的神兵，别说山贼流寇，就是朝廷的禁军来了，咱们也能砍他个人仰马翻。满儿在后方为我筑起了最坚实的堡垒，我绝不能让他在这乱世中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这天下，我反定了。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北边丢了3个城池，蛮子都快打到黄河边上了。你们告诉本王，没有兵去挡。还有这个萧景恒，本王断了他的粮，派了3波杀手，他不仅没死，竟然还在江南临江府举起了反旗。现在江南那帮流民全跑去投奔他了，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粮食养活几万人？国库早就被老皇帝修道炼丹挥霍一空，现在朝廷连发军饷的银子都凑不出来。朝中能征善战的将领，大部分和镇北王交好。现在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能挂帅出征的可用之才，都不说话是吧？殿下息怒，老臣倒是有一计。都不说话是吧？殿下息怒，老臣倒是有一计，不仅能不费朝廷一丝粮食，平定临江府的叛乱，还能让那萧景璜……哦，相国快讲。淮河一带盘踞着一股悍匪，号称坐山雕。这伙人落草为寇多年，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朝廷大军不宜轻动，不如派人带重金秘密招安，许诺他们只要拿下临江府，提来萧景恒的人头，殿下就保举他们头领做个异姓侯，赐封地。
好一招驱虎吞狼！这帮土匪为了封侯拜将，定会像疯狗一样去咬萧家军。是，成了，本王除掉心头大患；败了，死的也是一帮贼寇，朝廷不损一兵一卒。此事绝不能走漏风声，用本王的私印，立刻派死士带金银去淮河。大哥，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封侯拜相，咱们兄弟在水泽里苦了半辈子，以后也能穿蟒袍了。哼，萧景恒手里不过8000残兵，听说还收留了很多流民，他们现在就是一群纸老虎。咱们手底下5、6千敢拼命的兄弟，加上朝廷暗中支援的军械，这买卖干得过。我听说红安县最近还出了个可炼制铁器的矿山，等咱们踏平了临江府，顺道去把那穷山沟也洗了。统领，照这个练法，再过半个月，这帮新兵蛋子就能拉出去见见血了。半个月后，拿周边几县的流购山贼开刀，既是练兵，也是替百姓清扫障碍，不能让这把火烧到无辜人身上。土豆种都分发下去了吗？回统领，已经按照各县的户籍全部分发妥当。统领您是没看见，那些老百姓拿到土豆种的时候，那是跪在地上磕头啊！各村镇的里长都签了军令状，这几日正在抢种，只要熬过这一阵，秋后咱们就有吃不完的粮了。只要根基稳了，我就有足够的底气清算当年的血债。但现在这个局势，清水村一旦暴露，朝廷或是哪路山匪绝对会下死手。秦渊在，从玄甲营里挑出300名身手最狠、以一当十的老兵，让他们进驻清水村。统领，咱们现在正缺人手，调走300老兵，这可是您最精锐的亲卫啊！执行军令。清水村是他的心血，是他在这个吃人的世道里硬生生抠出来的一线生机，更是我萧景恒拿命也要护住的大后方。告诉他们，到了清水村，暗中蛰伏，一切听宋姑娘的调遣。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死守矿山和清水村。若是宋姑娘少了一根头发，让他们提头来见。属下遵命，誓死护卫宋姑娘。满儿，等我。传令下去，磨刀喂马。等咱们踏平了临江府，顺道去把那穷山沟也洗了，里面的铁器全都是咱们的。大哥，且慢，且慢。朝廷里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权臣，怎么可能把高位赏给一群流寇？这分明是那老不死的严相在玩驱虎春狼的毒计。二弟，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到嘴的肥肉不吃了？大哥，这肉自然要吃，但不能硬咬。萧家军骁勇善战，那可是镇北王的底子。咱们要是5000兄弟全军压境，一旦战事皆解，只怕会被朝廷的兵马从背后包了饺子。那你说咋办？大哥是未来的侯爷，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怎能轻易去前线涉险？当年我那点微薄的家业，就是被镇北军给抄的。我与那萧家有不共戴天之仇，这冲锋陷阵的活儿交给我。我愿带大半精锐作为先锋，去临江府探探虚实。好，二弟愿意替哥哥分忧，哥哥记你首功。留下的人里有咱们的内应。今夜子时动手，把大当家和3当家的人头给我砍下来，有敢反抗的死硬派就地格杀。完事后带着剩下的弟兄来临江府找我会合。二当家，咱们什么时候供耕？兄弟们都等不及了，城里可都是粮食和钱财啊，我们干粮都吃得差不多了。急什么？打仗靠的是脑子，不是送命。那萧景恒诡计多端，能拿下临江府，城外肯定有埋伏。咱们这么多人过去，容易打草惊蛇，反中了他的奸计。你们全军在此地原地休整，不得生火，不得出声，刀剑不得出鞘。我带几个身手好的兄弟，亲自去城下摸摸底细。若有机可乘，我会发出信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擅动，违令者按寨规斩首。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老子宰了你们！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老子宰了你们！想拿老子的人头去换富贵，做梦！动手！
哥！兄弟们，大当家和三当家私吞了朝廷的招安银子，还要拿咱们兄弟的命去给那誉王填坑。二当家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毒计，现在二当家已经在临江府给咱们找了条活路，想活命的跟着咱们去投奔二当家，吃香喝辣，不用再当水沟里的老鼠。站住！什么人？劳烦通报萧统领，就说京城故人携重礼来投。劳烦通报萧统领，就说京城故人携重礼来投，有10万火急的事情相告。统领，西城的难民已经安置妥当，按照您吩咐的以工代赈，流民们都在帮忙修缮城墙、疏许河道，没出乱子。辛苦徐老了，这临江府的民政还要您多费心。主子，城外10里处的密林里发现大批不明人马，看规模少说有4、5千人，他们没有打出旗号，但绝不是普通的流民。终于来了，必定是誉王派来试探的先锋，或者招安的流寇。传我朱令，全军披甲，弓弩手上城墙，准备迎敌。报！统领，城门外来了个书生，他说自己是京城故人，有10万火急的军情和一份大礼要献给您。带他进来。你自称是京城故人，我萧家在京城早就没有故人了。你若敢消遣本将，今天就走不出这扇大门。少将军不认得我，但应该认得这块玉佩。少将军不认得我，但应该认得这块玉佩。你是白家二哥，你还活着？罪臣白修竹叩见少将军。当年若非镇北王爷暗中派人救我一命，修竹早就成了一具枯骨。白二哥，这些年你去了哪里？为何会在这江南地界？一言难尽。但我今日来是来还当年王爷的救命之恩的。难道你是被誉王招安的流寇？是也不是。这帮蠢货做着异姓侯的美梦，却不知自己只是严相手里的一把一次性的刀。我把他们安抚在密林里，骗他们说城里有埋伏，让他们原地待命。这5000人，还有几10车朝廷军械和辎重，就是我送给少将军的第一份大礼。白二哥，这5000人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若是不能一击必杀，或者让他们察觉到不对劲，在临江府外引发暴乱，那将是一场灾难。少将军放心，我已经派了心腹死士留在水寨，算算时辰，大党家和三党家的脑袋现在应该已经搬家了。明天日落之前，还会有1000名被我彻底控制的弟兄来临江府与我们会合。这5000人现在群龙无首，只等我的响箭信号。只要咱们演一出好戏，把这5000人分批吃下，打散编入萧家军，不仅能补充兵力，还能用他们去对付誉王即将派来的讨伐大军。白兄，这出戏咱们得唱得漂亮，怎么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情愿地变成咱们手里的刀？怎么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情愿地变成咱们手里的刀？萧兄，他们看似人多势众，实则是一盘散沙。真正死忠的人，已经让我安排在了前阵冲锋。今夜子时，等这800死忠一进峡谷，统领便让玄甲卫断其后路，然后我会将燕赤峰和雷震从城楼上抛下去。这800人见首领惨死，必会反扑，然后统领的玄甲卫就可以将他们尽数绞杀。杀鸡儆猴，用这800死鹰派的血去震慑后面那3000多名随波逐流的喽啰。正是，剩下的3000多人多是活不下去的流民和被裹挟的苦地，见到最精锐的悍匪被单方面屠杀，他们的心理防线瞬间就会崩溃。这时候我再出面，我手里捏着水寨真正的库房钥匙，更握着他们的急急名册。我会告诉他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放下兵器归降，不仅既往不咎，还能领军功。跟着谁不是干？跟着大将军不是更威风吗？怎么选？我相信他们会明白的。二当家发信号了，城门防守空虚，兄弟们，冲啊！怎么回事？门怎么关了？点火！点火！你们的大当家和三当家已死，尔等还想负隅顽抗吗？是大当家，三当家他们死了，杀了他们给大当家报仇！放箭！兄弟们听着，燕赤兄贪得无厌，欲拿你们的命去换他自己的荣华富贵。如今首恶已诛，
我白修竹不愿看兄弟们白白送死，只要你们放下兵器，归降萧家军，不仅既往不咎，还能洗脱贼名，领上正规军饷。愿降，愿随大将军效死。白兄，这临江府百废待兴，我只懂带兵打仗，这治理州府、安抚流民的重担，我想全权托付给你。修竹这条命是镇北王给的，愿为少将军肝脑涂地。如今咱们拿下了临江府，又收编了这批兵马，实力大增。但朝廷那边，誉王大权在握，皇帝昏迷不醒，誉王一旦腾出手来，必定还是会集结大军南下讨伐。咱们若要反攻京城，扳倒誉王，总归是名不正言不顺啊。白兄，若是我告诉你，这大前朝最名正言顺的旗帜还在人间呢？统领，您是说30年前的巫蛊之祸，太子妃拼死护下的那个孩子并没有死，如今那个孩子就在江南。前太子皇太孙还活着，这怎么可能？他我恩师顾老太爷收下的第一个大了子，当年我还是个小书童，曾无数次听恩师叹息，说前太子仁德宽厚，乃是大前朝真正的百年明君。他现在在哪儿？他叫宋三郎。错不了，绝对错不了。恩师当年就说过，太子妃身边的中仆带着小皇孙逃向了南方，年龄对得上，姓武对得上，天不绝我大前正统，天不绝呀！萧兄，既然皇太孙在世，咱们就有了天下最锋利的刀。只要皇太孙站出来，咱们这就叫清君侧，扶正统了。恩师顾老太爷桃李满天下，只要有他的亲笔陈情书，朝中那些清流文官，除了誉王和太子一党，大多都会倒戈。好，可是，恩师如今还被困在京城，誉王心狠手辣，恩师作为前太子的老师，应该一直被严密监视。咱们必须想个万全之策，确保恩师一家能万无一失啊！5000人马，还拿着朝廷给的一部分精良军械，竟然不发一箭，全给萧景环那个小黄八送了去当了礼物。废物，简直是废物！殿下息怒，是老臣识人不称，坏了殿下的大事。如今朝堂局势复杂，太子一党虽然被我软禁，但根基未稳。我身边真正能干脏活累活的只有这个严相了，现在还不能杀他。殿下，那临江府如今成了铁桶，咱们该如何是好？那临江府如今成了铁桶，咱们该如何是好？既然暗的杀不了，那就只能来明的了。那老不死的如今躺在龙榻上，只进气没出气。我本想直接送老头子归西，但传位遗诏还没逼出来，一旦老皇帝暴毙，我不就背上弑父篡位的骂名了吗？传本王的手令给锦衣卫，给本王严查京城，凡是以前跟镇北王府从甚密的，或者是对本王颇有微词的官员，通通下一杀千，绝不诏狱，绝不放过一个。父亲，外面锦衣卫又加派了人手，咱们府被彻底盯死了。誉王和严相出卖边关布防图，故意切断10万大军的救命粮草，勾结北蛮，简直是镇北军的忠魂呐！我大前的江山就要毁在这群乱臣贼子的手里。寻得东宫遗物羊脂银锁，前太子遗孤尚在人间。那场巫蛊之祸，一夜之间东宫上下几百口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包括那是我最得意、最心疼的大弟子啊！明远，你立刻去安排，带上浩儿，在死士的护送下从暗灶出城，就算是一路乞泰，也要逃到江南去。父亲，那您呢？父亲，那您呢？咱们一家一起走。我老了，走不动了，我要留在京城，给这天下点一把火。我是天下文官之首，大前18州府6部9京，到处都有我顾清流的门生故意。那些表面上对誉王虚与为书的清流文官，需要的就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一面足以拨乱反正的大旗，传给各地知府和朝中清流，就说真龙隐于江南。我要让天下人都看看，誉王是个什么样的乱臣贼子。
这封信务必亲手送到各地知府和朝中清流手中。属下以命担保。就说真龙隐于江南，让天下人看看誉王是个什么乱臣贼子。这土豆花看着真喜人，今年收成差不了。跟着宋姑娘干，心里踏实，有盼头。嫡喜，快关寨门！这气势，难道是朝廷派大军来剿匪了？那不是流寇，那是整整300名全身披着重甲的正规骑兵。都别慌，稳住阵脚！属下暗卫秦羽，奉统领之命，特率300玄甲死士来听候宋姑娘差遣。是秦哥，是秦哥派人来保护咱们了！立刻让人打开寨门。秦统领一路辛苦，大壮哥带弟兄们去安顿，你带着100兄弟接管后山铁矿和沟炉，剩下200人分批驻守城墙和外围暗哨。遵命。这乱世里，狗皇帝和那些贪官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是宋小满给了我们一口热饭，是萧将军在前面替我们挡住了蛮子和流寇。造反又怎样？对抗朝廷一顿饱饭，只要能活下去，跟着宋家村，跟着萧家军，把这吃人的朝廷彻底掀翻。枯木逢春发新芽，真龙隐在江南家。东宫泣血30载，只待雷声平天。听见没？说东宫还有血脉活着。嘘，不要命了！这要是让誉王的锦衣卫听见，查，给本王去查！到底是哪个老不死的在散布这种诛心的谣言？是谁在说东宫还有余孽活着？息怒，老臣已经派锦衣卫去索拿街头的乞丐和说书人了。只是这童谣起的蹊跷，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立刻出动血衣卫，给本王去江南！不管是真是假，宁可错杀1万，绝不放过一个。把那个所谓的余孽给本王找出来，严厉惩处。殿下，童谣已满城传遍，说前太子血脉隐在江南。有意思，这场戏越来越热闹了。不孝弟子白修竹拜见恩师。修竹，你还活着？是他。啊，是您老人家。缘分，真是天定的缘分。当初多亏了宋姑娘出手相救，这眉宇间的温润与轮廓，简直与当年的先帝如出一辙。老臣顾清流，叩见皇太孙殿下。老先生，您这是做什么？您认错人了，我就是个木匠啊。大壮哥，关死房门，守在院外，都不许放进来。老先生，您说的可是这个？错不了，30年了，30年前的东宫巫语之祸啊！我以为亲爹娘还在世，还想着去北方寻亲，原来他们30年前就被人陷害，死在了皇城里。当家的，不管你是皇孙，还是那个只会做木匠活的宋老三，你都是我男人，是我孩子们的爹，咱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爹娘说的对，您不用怕，咱们现在有粮有刀，谁也欺负不了咱们。殿下，如今誉王连奸相篡位，正在京城大肆屠杀忠良。如今萧家军虽然反了，但名不正言不顺，只有您站出来举起大旗，天下人人治世，才有主心骨啊！老先生，我真的不行呀，我连字都认不全，哪会当什么皇帝？那不是拿天下人的命开玩笑吗？爹，你可以的。您不需要会治国，您只需要当一面旗帜，一个精神寄托，一个名正言顺的傀儡。只要我们起事，您就是众望所归的正统。我们有顾老太爷的文臣，有秦野的精兵，有清水村的兵工厂，还有吃不完的土豆。这造反的买卖咱们干得过，咱们反了，为了报仇，也为了苍生。那帮人不让咱们活，咱们就掀了他们。爹，俺给您当大将军。好，为了咱们宋家村，为了这天下的苦命人，我干了。有此奇女辅佐，何愁大事不成？听说了没？诚信布庄李掌柜拉3车货出城，顺利回来了。隔半个月前，在城里都被牙膏刮层皮。萧家军秋毫无犯，
连座山雕都被收服了，现在在你大营操练呢。就是商税收得明白，没了苛捐杂税，日子有盼头。谁能给一口饭吃，给一方安稳，谁就是天。新兵见血了，刘明安顿后，杀起贼来比谁都狠。哼，跑掉的匪首抓到了吗？压在后面，砍下脑袋，挂在各县城门，劫掠百姓就是这类下场。腹黑与狠辣，是我守护宋家和江南的武器。皇太孙，真龙血脉，我一个做了半辈子受气包的泥腿子，怕做不好，怕连累老婆孩子，更怕这安稳日子又成了泡影。爹，您再跑下去，这块黄花梨可就只够做牙签了。满儿，爹怕老太爷说的天下大义，爹听不懂，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去征张龙椅？爹，你看那张椅子，腿被白蚁蛀空了，没法坐了。对啊，大前朝现在就像这把烂椅子，老皇帝和誉王只知道在上面刷金漆，可底下的百姓早就被这群白蚁啃得千疮百孔了。爹，我在茶馆听先生说，治国和您打不是一个理。我是个好木匠。没错，您是好木匠，烂木头就得刮骨疗毒，剔除腐坏，换上榫卯，涂上青青。这双手能不能托起一个天下？这天下也一样，您用良心给百姓打一个遮风挡雨的新屋顶，剩下的是有秦野的刀、老太爷的笔、女儿的算盘，一家人一起扛。我不图张龙椅，但绝不能让誉王那种人继续祸害我拼命护下来的家。老先生，我想学学这天下的图纸该怎么画。老夫拼了这把老骨头，也定要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别急，慢慢写。你看这一撇，再直一些就好了。哼，吃吗？可甜啦！你看我挖到一条。临江府那边算是在手里彻底稳住了。我和白修竹唱了几天红白脸，把那5000土匪连敲带打的收编了，现在都打散混进了玄甲军里。萧大将军如今兵强马壮，怎么瞧着反倒愁眉苦脸的？人多了嘴就多了。6000兵马加上后续招募的流民，每天吃掉的粮食是个天文数字。府城的粮仓暂时能顶住，可咱们的目光不能只盯着江南。若要北上讨伐誉王，最难的不是打仗，而是军需粮草。传统的米面太重，一场大雨就能发霉毁掉大半。是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轻便耐放的口粮，咱们的铁骑就跑不快。走，带你们看个好东西。走，带你们看个好东西。啊！宋姑娘，这是何物？这东西叫土豆粉条。这玩意儿晒干后轻如枯草，不怕冻不怕摔，最关键的是绝不发霉。而且这一斤干粉条只要用滚水一泡，加上一撮盐巴，泡发后能顶3斤的粮食，饱腹感极强，足够一个壮汉扛1天。1斤顶3斤，满儿，你可知你这轻飘飘的一根粉条，能救活我萧家军多少将士的命？别急着谢，地里新种的那几10亩土豆，过几天也就全熟了。魏公公，有线索了！咱们顺着那个当铺掌柜的线索，查遍了方圆百里，那伙人不再落下线，他们在红安县外的一个偏僻山坳里。打听清楚了，千真万确。那个村子叫清水村，顾家那个老不死的，还有那个名叫宋三郎的木匠，全都在那儿。很好，传本座口令，血滴子全员出动，今夜子时踏平清水村，鸡犬不留。这哪里是一个穷乡僻壤的落后村落？干爹，这村子透着古怪，连京郊的驻军都没有这么严密的防守。防守越严，越说明那钱太子的遗孤就藏在这里。普通泥腿子哪来的钱粮修筑这等堡垒？抓个活口过来，撬开他的嘴。久违的烟火气，贪恋到不想回临江府。京城的狗鼻子嗅得倒是挺快。谁？既然烟狗们千里迢迢来送死，本王就成全你们。萧景恒，你竟然在这里！杀了他！给我杀了他！给我杀了他！赶来清水村！将军，杀鸡焉用牛刀？
谁敢来我宋家村撒野？以为来的是普通农户村落，谁能想到是铁桶镇？镇北王世子，前太学高手，精良正规军，快撤！想走？我让人清理干净，明日一早我就得回临江府。我不怕死人，这只是皇家养的死士，用来打前战的。魏忠是个谨慎的老狐狸，他既然带人摸进了村，今夜他们全折在了这里。消息一旦传回京城，誉王就会立刻知道太子义公真的在清水村，而且受到了你的保护。下一次来的不会是几十个杀手，而是誉王调遣的数万平叛大军。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方圆百里夷为平地。哥，张叔，立刻敲钟，召集所有青壮年，明天天一亮，哪怕是不睡觉，也要把地里剩下的土豆全部抢收回库，所有副肉全部下作坊，连夜制作粉条和肉干，还有后山的铁矿，让辽民分3班倒，火炉一天12个时辰不能熄。既然他们要打，那咱们就把这清水村武装到牙齿。这半块虎符你贴身收好，若我回不来，剩下的萧家军全凭你调遣。少咒自己，你敢死，我就拿着你的兵权去占山为王。好，为了不让你占山为王，我定会活着回来。那300玄甲死士，我全部留给你，他们会死死定在清水村，护住顾老太爷和三叔。我会在红安县与临江府的交界处拉起防线，只要我萧景恒还有一口气，誉王的狗腿子就休想踏入清水村半步。水路我已派人清理干净，布了暗哨，留作咱们运送军需的线。你只管往前杀，5天，给我5天时间，我必定让前线的将士没有后顾之忧。昨夜逃走的探子走漏了风声，誉王竟教召调动江南3万湘军和2万驻军。将军，既然他们来送死，咱们干脆集结兵力，直接杀向京城，宰了誉王那狗贼！愚蠢！咱们现在满打满算，能战之兵不到2万人，长途奔袭京城，后勤跟不上，那是去送死。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扎硬寨，打呆仗。秀珠说的对，江南水网密布，本来就不利于朝廷的重兵大阵展开。咱们就在这苍云岭设下口袋阵，一口吃掉这5万人，用他们的兵器粮草肥咱们的马，到时候才是竖起太孙大旗，直捣黄龙的时候。逃荒时，我见南方大商行的伙计就是这么干活的，一人只管一道工序，干得又快又好。张叔，停止打造长刀，大刀太耗时废铁了，集中所有的铁水，给我疯狂打造3棱破甲箭头和近战用的金刚枪头，有多少打多少。加把劲儿！为了太孙殿下，为了咱们能吃饱饭的新屋顶。马儿，你放心，哥这就走水路运往临江府前线，谁敢劫粮，我砸碎他的脑袋！5万大军终于来了。我留顾明远和5000老兵稳住临江府，带着15000人在此设伏。敌军虽有5万，但在这狭窄地形展不开大阵。敌将用添油战术，一波波派先锋来填，想耗干我们的箭矢和体力。干死这帮人！将军，出事了！咱们从府城带出来的箭矢已经耗尽了，弓箭手们的箭筒空了。主子，宋姑娘的补给要是再不到，咱们只能拿弟兄们的命去填那些铁王八了。他说5天就一定会到，我信他。大家加把劲儿，前头就是苍云岭的后山豁口了。我的亲娘嘞，要翻了！给俺起！愣着干啥？快滑呀！这可是熬了几个大夜打出来的宝贝，弄湿了一根，俺拿铁锤砸碎你们的脑袋！弟兄们，抄家伙，跟我上山！哈哈哈哈！叛军没见了，萧景恒已是强弩之末，全军出击，活捉萧景恒，踏平叛军，赏万金，封万户侯，杀！剑来了，全换破甲头！换破甲头，快！放箭！放箭！我的腿，我的肚子，这箭有古怪，拔不出来呀！退，快退！憋死俺了！让俺下去砸碎那帮龟孙的脑袋！站住！将军，俺力气大，让俺杀几个再走。你今夜带兄弟们留宿一晚，好好休息。明日一早，你立刻带船队原路返回。若是这帮人不投降，
就凭这1万支箭还不够，你还得再替我运一批过来。行，听将军和俺妹妹的，后勤绝不能断。这么轻一捆，水一泡，竟然发了这么大一锅，好吃。这是什么味道？怎么会有肉香？上面不是叛军吗？他们被困了这么久，怎么吃的比咱们京城大营还要好？人打拿的是神兵利器，锅里炖着肉，咱们拿命拼什么呀？太他娘的好吃了，又辣又烫，这粉条比面条还劲道，吃一口浑身冒汗。这可是宋姑娘亲手捣鼓出来的神仙粮，老子吃了这一大碗，现在就是有10个铁王八站在面前，老子也能给他掀翻了。马儿，你做到了，你不仅给了我最锋利的刀，还给了我最安稳的底气。敌军士气已散，明日一早就是全线反攻、斩杀敌将的绝佳时机。将军，咱们中计了，这5万大军是诱饵，是幌子。誉王暗中派了2000神说营死士，由上次逃走的那批杀手暗中引路，他们已经绕后直扑清水村去杀皇太孙了。2000神书营死士绕后偷袭，这么大规模的兵马调动，为何现在才报？将军，他们伪装成难民分批潜入，进山后才集结换装，咱们的人全被他们灭口了。将军，您不能走，主将一走，军心必散。外面那5万朝廷大军一旦发现端倪，立刻就会全线反扑，到时候临江府失守，咱们全盘皆输啊！修竹，这里交给你，死守1天，我算过了，马儿手里有300玄甲死士，加上那些武装过的流民和清水村的高墙，绝对能撑住半日。我带1000玄甲轻骑不走正门，从侧翼直接杀穿敌军的大营回援，我很快回来。真不愧是钱太子的血脉，哪怕是在乡野里埋没了30年，那骨子里的皇家基因依旧掩盖不住。殿下，老夫这几日翻阅古籍，为您和3位小主宗重新拟了名讳。那宋家刻薄寡恩，不配让您再冠以其姓。大前国姓为楚，您是皇太孙，理应认祖归宗。老夫为您定名单字一个君，楚成君，雷霆万钧，承在天下。至于3位小主子，大少爷他天生神力，憨厚勇猛，老夫为他取名楚燕婷，寓意雷霆万钧之势。大姑娘聪慧果敢，定名楚燕青，寓意海晏河清。小姑娘纯善可爱，定名楚燕宁，寓意天下安宁。老先生，名字是极大气的，只是都叫了半辈子，突然改口，实在是不习惯。是啊，老太爷，这燕青听着文雅，可我还是觉得叫满儿顺口。大壮也叫习惯了，猛地喊他燕婷，他估计都不知道在叫自己。罢了罢了，名讳不过是给外人听的，慢慢改就是。那边是野羊岭的方向。野羊岭地势极其陡峭，连采药的村民都不去，平时只有野兽出没。流民们都在热火朝天的挖矿，那边根本没人。这群飞鸟绝对是被大量的人群惊动的。这群人显然是想悄无声息地绕到清水村的薄弱后方。约莫2000人，应该还是誉王派来的人。难道前线出了变故？大黄，走！所有人听令，老弱妇孺带着粮食和最重要的东西，立刻撤入后山溶洞。溶洞口易守难攻，我拨50个连弩手死守大门。只要咱们外面的人还没死绝，里面就是绝对安全的。我不走！他们要找的那个钱太子余孽是我凭什么让你们在我前面挡刀？爹虽然没用，但爹有一身力气，爹能杀贼。爹，你现在不是那个木匠宋三郎，你是这天下无数苦命人眼里的大旗。你要是死在这儿，那咱们这些日子的拼命……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满儿，这可怎么打呀？大壮也还没有回来，咱没有他们厉害呀！张叔，别慌，秦也教过我怎么对付狼群。这帮人再精锐，只要进了咱们的村子，也不过是2000头落进陷阱的笼中狼。陷阱？还用上次的绳石灰和竹竿阵？不，同样的招数，对付不了顶级的死士。那炸点呢？咱们没有火药啊！火药难寻，但咱们有刚出炉的红热铁渣。等他们踩碎木板，掉进铁渣坑的瞬间，上面的人就顺着主管往下灌水。灌水？您打铁的时候，要是往烧红的铁块上泼一盆冷水，会怎样？绝，太绝了！统领，这村子怎么静得邪门？统领，
这村子怎么静得邪门，连个放哨的都没有？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估计是提前听到风声，吓得躲进哪个山沟沟里去了。就算他们变成耗子，今天也得给我挖出来，给我搜，掘地3尺，也要把那个前太子余孽搜出来。是。倒水！我的脸，我的眼睛！这是什么妖术？妖术？这不过是初中物理的热烈学原理罢了。张叔，给他们上正菜！张叔，给他们上正菜！放箭！有埋伏，列阵！他们只有几百人，拿盾牌顶上去！真当咱们好欺负的？捅死你个王八老子！扔石灰包！我的眼睛！踩着兄弟的肩膀翻上去，杀弓弩手！张叔，哪来的瘪犊子玩意儿，敢动俺村子？是大壮回来了！两面夹击，关门打狗！撤！快撤！想跑？让你的人放下武器。阿秀，带人熬药包扎伤口，把村里的金疮药全拿出来。大哥，把这狗统领给我绑成粽子，塞住嘴。他身上搜出来的这封密信是誉王调遣京畿大营的布防图。你要面对2000皇家死士啊！马儿，撑住啊！哟，萧大将军，你来晚啦！这群刺客我已经解决了，怎么样？我厉害吧？你这丫头，胆子怎么这么大？哎呀，让萧哥哥担心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那2000皇家死士全被我包圆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些俘虏大概还剩500多，都是上好的劳动力，杀了多可惜。我都给他们喂了软筋散，看你怎么处理。好，那走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在前面拉东西吧。他们是为护主而死，是真正的义士，以后家属由萧家军世代供养，绝不短缺1粒米。满儿，将军，满儿说这是誉王调遣士兵的布防图，是个大宝贝。这图画得太详细了，甚至连换防的时辰和暗哨都标得清清楚楚。你的意思是，这是个饵？誉王心思深沉，生性多疑，绝不会把这么机密的原本放在一个执行刺杀任务的死士统领身上，这多半是他的后招。若死士刺杀失败被俘，这图便是故意留给我们的，想引诱我们踩进他设好的陷阱。兵者诡道也，这东西留作参考即可，绝不能全信。将军心思缜密，有大将之风，誉王那点伎俩瞒不过你的眼睛。各位，清水村虽然坚固，但位置已经暴露，我要带你们一起去临江府，那里易守难攻，绝不是几个死士能撼动的。等安顿好你们，我便正式起兵。好，老夫等这一天等了30年了。老夫前些日子发出的密信，如今已经传遍了大前的州府。那些清流学子和旧日门生早已暗中响应。前太子遗孤尚在人间，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如今天下大乱，流民四起，苛捐杂税逼得人活不下去。老百姓和那些良知未泯的官员都盼着能有个人站出来，终结这誉王搞出的乱事。满儿，你意下如何？去临江府可以，但我得带上我家人。但清水村绝不能放弃，这里的铁矿和土豆是咱们源源不断的造血机器。好，就依你，我们即刻去安排，一切妥当后。苍云岭大捷，敌军主将伏诛，斩敌2万，俘虏3万。太好了，天助我也！即刻启程。收拾家庄，出发了。满儿丫头，你们这一走，
两位叔伯，地里的土豆该怎么种，粉条怎么漏，大伙儿都熟练了，只要照着规矩办，咱们村饿不着。张叔，你和我一起走吧。你和我一起走吧。满儿，叔是个打铁的，根就在炉子边上。况且我在村里还可以帮忙看顾看顾。后山的铁矿和沟炉得有人看着，我留下，给你们源源不断的打兵器。将军，顾老先生，将军，父亲，我才走几日，这3万块硬骨头，你们是怎么让他们乖乖放下武器的？这还得给宋姑娘记手功。那夜苍云岭，我去斩了敌军主将，让人将数口大锅端到两军阵前。湘军饿了2天了，都馋坏了。然后我对他们说，放下武器者赏热粥1碗，日后分田安家。在这么充足的食物面前，谁还愿意替那粮草都供给不足的誉王卖命？做得好，时辰到了，该让天下人看看咱们究竟为何而战了。半月前，镇北王满门忠烈，却被誉王断了粮草，惨死于北蛮之手。如今老皇昏亏，誉王篡逆，致使天下大乱，流民遍野。然天不绝我大前正统，前太子遗孤皇太孙殿下尚在人间，就在这江南。今日老臣以此血书为证，奉太孙殿下为主，讨伐篡逆，清君侧，安天下。大家看看我这双手，我不会说那些文绉绉的漂亮话。在得知身世之前，我打了半辈子的家具，我就是个普通的木匠。我挨过饿，受过冻，被欺负的连女儿都差点护不住。但我这个木匠知道一个理儿，朝廷就像一座大房子，现在这房子的房梁被蛀空了，根子全烂透了。老皇帝和誉王只顾着自己享乐，却让底下的老百姓连一口树皮都啃不上。这烂房漏雨透风，眼看就要塌下来，砸死咱们的老婆孩子了。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去做那张金灿灿的龙椅去享福，我只为带着大家把这压得咱们喘不过气的烂房子彻底拆了。咱们一起重新打一个能让天下人都吃饱饭，能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新天下。谁敢拦咱们过好日子，咱们就砸碎他的脑袋。拆了烂房子，过好日子。太孙殿下千岁，少将军千岁。娘，这府里什么都有，您怎么还自己纳鞋底呀？这大宅子好是好，可是也安稳的住不了几天了。想着马上要跟着大军去打京城，路那么远，总有人要穿鞋，纳着这鞋，我心里好受点儿。婶子说的对，我也多备了几副金疮药，战场刀剑无眼，有备无患。小妹也乖，小妹不捣乱，等爹爹和大哥打了大坏蛋，接咱们去京城住大屋子。娘，阿秀，你们放心吧，这次去京城，咱们不是去送命，是去拿回本该属于天下百姓的好日子。过来看看，临江府的后勤和兵力交接，还得多听听你的主意。那3万降军，你们打算怎么安置？降军虽然暂且归顺，但若全带去京城，不仅粮草耗费巨大，一旦战局有变，极易哗变。可若将他们全部留在临江府，又怕反噬咱们的大后方。我以前在茶馆听书，听说过一种军屯制，咱们为什么不学学？咱们把降军打散，留下1万降军和5000玄甲老兵驻守临江府，不打仗的时候就给他们发农具、发种子，让他们自给自足，种出来的粮食除了上交军需，剩下的全归他们自己。这帮饿怕了的降军，为了保住这口安稳饭，谁敢来抢临江府，他们能把对方的骨头都嚼碎了。妙，大妙啊！寓兵于农，既解决了粮草，又稳住了军心，更保住了咱们的大本营。好，就依你。我命最沉稳的李副将留下坐镇临江府，哪怕前方战败，咱们退回来也有一座铁打的江山。从临江府到京城，若是强攻，不知要填进去多少人命。而且一旦战火燃起，最受苦的还是沿途的无辜百姓，不能滥杀。他们都是大钱的子民，是被逼得活不下去的苦命人。三叔放心，咱们打的是讨伐篡逆的旗号，用的是仁义之师。老先生，这就得仰仗您的威望了。大军未动，檄文先行，咱们的军队只打守色，绝不屠城。殿下和将军有此等人心，老夫便舍了这张老脸。老夫的门生故旧遍布着半壁江山，定叫他们望风而降。5万大军，还有我的2000神怒已死士，全军覆没，连临江府的城门都没摸到，就全被人宰了。
连临江府的城门都没摸到，就全被人宰了。殿下息怒，萧景恒、萧勇又有顾老匹夫在民间造势，咱们在江南确实已经讨不到半分便宜了。难道让本王坐在这里，等他们拿着那个木匠余孽的旗号杀到本王的龙椅面前来吗？既然江南打不进去，那咱们就借刀杀人。北蛮的30万铁骑，不是正愁找不到南下中原的平坦大路吗？咱们把大前最坚固的落霞关布防图送给他们，放那30万吃人的恶狼进来，让他们去咬死那个前太子余孽。引狼入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殿下，等北蛮替咱们咬死了萧景恒和那先皇太孙，咱们再以朝廷名义收复兵力，将他们赶出去便是。好，就依丞相所言，此事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殿下放心，老臣不用王府的人，老臣手底下养了一批死士，绝对的忠诚。布防图会缝进一件破旧的羊皮袄里，伪装成皮货商，连夜出城。王爷，誉王身边的哑巴小太监拼死传出急信，那哑巴是咱们10年前埋下的案子。誉王和严相把落霞关的布防图送给北蛮了，今夜亥时从西直门出京。好一个誉王，好一个大前的皇子，他们为了那张龙椅要如何自相残杀，本王管不着。但敢拿我大前的万里江山，拿千万无辜百姓的命去为外族，本王绝不答应。王爷，怎么做？动用隐卫，出京80里乱葬岗，连人带徒给本王截下来。记住，手脚干净点儿。是。有埋伏！萧景恒啊，萧景恒，你这步棋下得够野，这把火烧得好啊！既然你们已经举起了大旗要进京，那本王就替你们把这趟死水搅得更浑些吧。马儿，看岸上！主子，江州易守难攻，若用水师强攻，敌军居高临下，咱们必定死伤惨重。传令下去，明日清晨准备火攻船。慢着，不能硬打。江州城里的守军，城里的百姓，那都是我大前的子民，咱们是去给他们打一个新屋顶的，不是去要他们命的。三叔教训的是，殿下仁心，强攻乃是下策。老夫那篇讨伐誉王的檄文已经发出去7天了，这江州城咱们不用刀枪，咱们用人心去打。我家太孙殿下有信，请赵将军过目。誉王无道，恶殍遍野，奸臣当道，残害忠良。我江州8000儿郎不替乱臣贼子卖命，开城门迎王师。殿下，请容末将倾尽江州存粮。赵将军，你城里的百姓都不容易，这粮你留着吧，我萧家军吃得饱。末将愿亲自率领8000水师追随殿下进京讨贼。不，江州是咱们水路的咽喉，你留下来替我守住这里，就是大功一件。末将领命，誓死守卫江州。阁下好身手，深夜惊扰萧将军与姑娘，属下罪该万死。你是谁的人？属下乃晋王府隐卫统领，代号影子。晋王，那个传说中常年缠绵并替，连王府大门都出不了的六皇子楚燕臣。这是我家主子送萧给将军的一份见面礼，亦是投名状。畜生！我在北境尸山血海里拼杀，父兄为了大前防线战死沙场。如今这帮坐在龙椅上的蛀虫，为了保住权势，竟要拿几千万百姓的命去喂一族的狗。我家主子说，龙椅谁坐各凭本事。
龙以谁做，各凭本事。但敢拿我大钱万里江山和千万百姓去喂北蛮的狗，他楚燕臣第一个不答应。他想要什么？里应外合。如今萧家军清君侧一文传遍团遍下，京城内人心惶惶。誉王下令封死9门，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我家主子会在7日后的子时，利用暗线从内部破坏玄武门城防千金闸机关。唯一的条件是萧家军必须在7日内杀到京城墙下。接了，粮草管够，兵器管够，7日咱们一定杀到玄武门。回去告诉晋王，7日后子时，玄武门见。殿下息怒啊！派去北蛮的死士彻底失联了。探子在京郊80里乱葬岗发现了被野狗啃食的碎尸，看手法像是流购劫财杀人，但那件羊皮袄不翼而飞了。流寇，你当本王是3岁小孩吗？哪来的流寇能无声无息地杀光你手底下的顶级死士？不知道是谁泄的密，若是那份布防图落入一心人手中，咱们通敌卖国的罪名就彻底做熟了。有内鬼，府里有内鬼，传令青龙峡守将去把国库里所有的猛火油一滴不剩全给本王的搬到悬崖上去。就算把整条苍兰江给本王煮沸了，也绝不能让萧景恒的战船游过青龙峡半步。我特意将爹娘、小妹，还有顾老太爷祖孙，全都安置在这艘船最底层钢防护库舱内。满儿，怎么了？太顺利了。誉王虽然无能，但他手下的严相却是个狠角色，绝不会任由我们一路长驱直入。停船，全军戒备，放箭，倒火油！救人！快救人！后撤！前锋营盾牌掩护，立刻后撤！将军，过不去，这峡口太窄了，那百炼金铁索根本砍不断。一旦咱们的船挤在峡口，上面猛火油一倒，火箭一放，咱们这2万人就全成了铁锅里的烤肉。俺就不信砸不断这破铁链子！满儿，咋办？砸不断啊！大哥，你忘了咱们在后山帮张叔打铁的时候了？烧得通红的惊天铁块，要是突然扔进冰水里，会变成什么样？会变脆，一敲就碎成豆腐渣。快，立刻调一艘轻便的小船。是。把咱们带来的银骨炭和动物油脂全给我堆上去。你带人从水底潜过去，把小船推到铁索正下方，点燃。哈哈哈，底下那帮叛军是不是被火油烧疯了？哼，竟然妄想用条破船的火去烧断百乱金铁，简直是痴人说梦。就是现在！给老子破！全军满帆，目标京城玄武门。景恒，距7日之期只剩2天2夜了。全军听令，就地舍弃所有重型营帐、行军大锅和多余的换洗衣物。大壮哥，发干粮。是。这叫行军团子，用炒熟的糙米面混合猪油和精盐，死死捏打而成。粮食和兵力都压在这一点上了。北蛮铁骑来去如风，因行军绝不生火，边走边嚼团子，渴了喝冷水。这东西热量极高，一颗顶大半天脚力。快真灵宝！父皇，萧景恒已兵临城下，探子说青龙崖铁索都砸断了，快叫传国玉玺，写禅让诏书啊！逆子，你这个逆子！老三，朕防了武将防外戚1辈子，你却连镇北王世子都挡不住，连几万流民都杀不绝。这江山交给你，你也坐不稳。老东西，找死！殿下不可！弑君乃诛9族大罪，无玉玺，太子党老臣不认您，杀他，天下唾沫都淹死咱们！
不能全军进城。京城街巷交错，25000人挤进去，阵型施展不开，还会引发恐慌踩踏。白修竹听令，属下在。你带2万人马趁夜色散开，围住神策、萧仪等4大营，打出全部旗号，虚张声势，震慑太子党和誉王城外暗军。主子放心，外城一只鸟也休想飞进京城。我只带5000玄甲精锐，护送三叔。今夜子时，潜入玄武门，直捣黄龙，执行斩首。这是我离那座皇宫最近的一次，那里有我未曾谋面却惨遭灭门的亲生父母。出事了！按说晋王暗线该得手了，到现在再没动静，难道被发现了？马儿，俺去砸了他！再等时息，若无动静，强攻。娘，小妹他们正跟着白修士的大军围着城外4大营，只要这边能直捣黄龙，城外就是绝对安全的。杀光他们！今夜之后，天下就是咱们太子爷的！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晋王殿下！您这病秧子不在府里等死，跑这儿来送什么命啊？您这残躯也想争那张龙椅？本王对那把椅子没兴趣，但你们挡了本王的路。什么？转角盘，放萧家军进城。强行破门，冲！城门开了，成了，晋王的暗线成功了。全军听令，入城，直捣皇宫。30年了，我要以皇太孙的身份亲手杀进这座囚禁了我父母冤魂的皇城。马儿，这京城的路可真宽敞，比咱们清水村的青石板平整多了。现代人看多了战术推演，这种空城计般的死寂，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陷阱。不对劲儿。太安静了，连条狗叫都没有。萧景恒，本相早就敲到晋王那个小畜生有反骨，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放箭！举盾！这可是我利用现代复合装甲的吸能缓冲原理，在江上赶工弄出来的物理防弹衣。为了不掉马甲，当时忽悠大伙的借口是野猪在泥坑里打滚后，皮厚的连大刀都砍不透，照着做就行。马儿，护好自己。废物！调重甲长枪兵来，给我推平他们！御林军的将士们，都给老夫睁开眼睛看清楚！前太子遗孤，皇太孙在此，尔等御林军世代时大前俸禄，如今难道要助纣为民，替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残杀大前正统血脉吗？这番话如晴天霹雳砸在所有御林军将士心头，死寂。什么狗屁太孙，去地底下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就差一点，只要再偏毫里，这颗脑袋就交代了。谁？若不是换了最强韧的弹簧片，爹就得命丧当场。敢动我的家人，找死！老杂毛，你当我在大蟒山射野猪的本事是摆设吗？敢动我爹，我弄死你！好样的，小妹！等俺砸扁这老王八，回去给你烤猪腿。那是我的家人唯一的底线。颜高狗贼，挡住他！下地狱去吧！只要逃回红墙里还有翻盘的机会，给本相挡住他！
我算计了半辈子，就这样死了？吾等愿迎太孙殿下入宫。干得漂亮！只有抱紧他，狂跳的心才能安稳下来。大壮开路，全军随我踏平紫禁城！殿下，完了，全完了！严相被萧景恒一刀钉死在街头，外头的御林军全反了。不可能，这不可能！老三，你干什么？别杀我，我把太子之位让给你。父皇，您都听见了吧？外面那个野种打进来了，您的御林军全投降了。您今天若是不把传国玉玺交出来，儿臣现在就砍了大哥的脑袋！老三，你疯了！父皇救命啊！我这辈子算计了手足，毒死了亲哥，抢来万里江山，儿子一个软弱如猪，一个狠毒如狼，这就是报应。朕为何不把玉玺给你？因为你蠢，你连一个镇北王世子都对付不了，还敢引北蛮入关？玉玺，你这辈子都别想找到，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让我不好过，谁也别想活。三哥何必生这么大的气？父皇的玉玺早就交给臣弟保管了。你老六，父皇怎么可能把玉玺交给你这个随时会断气的病鬼？因为父皇多疑啊，他知道大哥懦弱无能，也防着二哥你心狠手辣会逼宫杀君。为了保命，他只能将玉玺藏在母族毫无背景又命不久矣的臣弟这里。没想到最无害的病秧子儿子，早就渗透了整个皇宫防线。还给我，把玉玺给本王！你为了皇位怎么斗，我都没兴趣，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为了除掉异己，勾结北莽，害死镇北王10万忠魂，这笔血债有人会亲自跟你算。几年蛰伏的仇恨，10万萧家军不灭的英魂，楚彦宏，咱们的账该清了。这一刀是为我父王，这一刀是为我大哥，这剩下的是为北境10万屈死的萧家军英魂。拖下去，用老参吊着他这条狗命，我要让他在天下人面前公审。都是我母后干的，是母后的人贪赃枉法，是母后逼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大哥，你现在推锅给皇后，未免太迟了。就在半个时辰前，玄武门大开之际，皇后自知大势已去，已经在坤宁宫悬梁自尽了。这就是大钱的储君，自私怯弱到了极点，连亲生母亲的死都不在乎。这种人要是当了皇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剥去太子蟒袍，贬为庶人，押入宗人府死牢。姑错了，领地还给你们。我叫宋三郎，只是个庄稼汉子，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要当什么皇帝。您害死了我亲爹，害我们一家流落乡野，我本该恨你，将您千刀万剐。这大钱的江山，我不会要。在顾老太爷的武力震慑下，六皇子褪去了废柴的伪装，以雷霆手段迅速接管了朝堂，定国号为建安，对誉王和严相的同党毫不留情地抄家灭族。同时，他大刀阔斧地提拔了一批寒门清流。万岁！就是他勾结北蛮子，害死了镇北王10万大军，他还想饿死咱们老百姓，拿人命去填他的龙椅，打死这个人！传朕旨意，皇长兄品行高洁，心系苍生，特封为镇国皇叔享一字并肩王之尊荣，赐90免，赞百不明，入朝不趋，荐读上殿。令将江南临江府及周边3县永久赐予镇国皇叔为世袭罔替之封地，永不加赋。哎呦，我的老天爷，这大柱子怕不是纯金包的吧？奴婢给王爷、王妃各小主请安。快起来，咱们家不兴这个，我也就是个种地做饭的。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阿秀别怕，俺在这儿呢，谁敢欺负你，俺拿铁锤砸他。这华而不实的草坪明天全铲了，翻成垄沟种蔬菜土豆，在京城中心搞种植基地，菜价不得卖翻天。顾老爷子被拜为太傅，位列3公，顾明远破格提拔户部尚书管国库，以后我回封地搞大基建，往京城批银子，绝对一路绿灯。从今天起，恢复白氏一族清白。
自古飞鸟尽，良弓藏。他手里可是实打实握着10万如狼似虎的萧家军啊！镇北王一脉世代忠良，朕今日洗刷萧家冤圈，恢复你镇北王爵位。萧家俱请，世袭罔替。萧家军旗永飘大前城头。臣定护大前万里山河。李氏封超一品镇国护国夫人，楚燕婷封虎为大将军，楚燕宁封安宁郡主，10亿千户。陛下，臣女有一事相求。说。臣女求陛下为阿秀赐封诰命，却为清水村后勤立下大功，臣女不能让她日后因身份被人看低。准，哈哈哈！封阿秀为正3品书人，哈哈哈！皇长孙长女楚燕青救驾有功，封永安公主，今日赐婚。臣谢主隆恩。皇叔，皇位烫屁股，国库亏空，10几万流民入冬怎镇？陛下莫慌，早年听南阳客商说一法子，叫以工代战。何谓以工代战？不养懒汉，朝廷组织流民修水利、铺官道、盖城墙，干活管饱，还发神物土豆种。就是清水村那种亩产数千斤的神粮。对，江南水土适合，全大前推广，既解决流民，又搞了基建。妙，永安治国神策，土豆种能否提供一二？包我身上。临江府土豆收获后，足够首批育苗。陛下，800里急报，30万蛮子临城，朝中无将，速回宫。王爷，北境急报，北蛮30万铁骑扣关，破了落霞关、屠关外3城，百姓当两脚羊，边境成炼狱。30万北蛮铁骑，关外的3座城池已经成了人间炼狱。大前的武将在誉王这些年的清洗下，早已青黄不接。景恒，这趟北上只能你去。景恒，这趟北上只能你去。臣万死不辞。北境本就是我萧家世代镇守的地方，国库里的钱粮你随便调，朕会把新提拔的几名年轻将领塞进你的军中，不是为了分你的权，而是让他们跟着你这尊杀神好好学学怎么打仗。臣领旨，但大军开拔，臣需要2日时间。好，30万铁骑，刀剑无眼，这亲还是等我得胜归来再结吧。若我有个3长2短，你顶着个魏王人的名头，下半辈子该怎么过？萧景恒，门儿都没有！我宋小满不做亏本的买卖，必须先成亲。我要风风光光的做你的镇北王妃。你若是敢死在北境，我就继承你那10万大军和泼天的王府家产，转头就去招10个8个小白脸。好，我娶你，我也绝不会给你找小白脸的机会。娘，我要在出征前和萧景恒成亲。好，娘去给你准备东西，我要把好东西整理整理，都给满儿。妹夫，俺力气大，俺跟你一起去北境打蛮子。战场上废鞋，我给你多备了几双。大壮，你一定要全须全尾的回来娶我。阿秀，你放心，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穿越到这个吃人的乱世大半年，一路摸爬滚打，终于要嫁给他了。只是清水村的乡亲们离得太远，赶不上这场喜酒了。等打完仗，咱们一定要回清水村，再摆他个3天3夜的流水席。满儿，哥背你出门。2拜高堂。怎么了？满儿，明日我便要出征，到时候我真的回不来，绝不能留你一个人大着肚子受苦。我爱满儿，所以才绝不肯在生死未卜前给满儿留下一丝一毫的隐患。好，我尊重你，但这洞房花烛夜你先欠着，等你打赢了回来，必须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好，我发誓，一定活着回来还你。满儿，等我回来。景恒，大前的北境，朕就全权托付给你了。臣定斩下北蛮大可豪的首级。大壮，刀剑无眼，你冲锋时多长个心眼儿。你冲锋时多长个心眼儿，千万护着点你妹夫。娘，您放心，俺的铁锤可不认人，来一个俺砸扁一个。大壮哥，北境冷，你多垫2双鞋垫。阿秀别哭，等俺把蛮子打跑了，俺就骑着高头大马回来，风风光光娶你过门。满儿，等我回来。你只管往前杀，不准回头，
大钱的国库空了，但我宋小满的库房没空，我会源源不断的顺着大运河给你送过去。你若是敢扼着我大钱的将士，敢让北蛮踏进落霞关半步，我宋小满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扒了你的皮。王妃威武，小将军威武！全军出发！不过是个乡野里飞上枝头的泥腿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大言不惭，行军打仗不知要消耗多少粮草银钱，他以为是为几只周家吗？就是空口说白话。娘，阿秀，咱们回府。这京城里的有钱人太多了，国库既然没钱，那咱们就去赚光这些世家顽固的钱。大军北征，粮草如流水，下旨让世家捐款，一个个穿补丁喝米糠，都在朕面前哭穷。陛下，3位大臣递了请安折子那副无力捐助的苦情书。苦情，京城最有钱的就是他们，可法不责众，朕也不能硬抄家，这局似乎成了死结。那泥腿子飞上枝头，真把自己当活财神了，敢在城楼大言不惭填补军需，咱们一文不出，看他怎么变出银子来。想看笑话？我这人最喜欢教铁无极拔毛，连夜送进宫。交给我爹。陛下，马儿说有一批稀罕物件，您批朱雀大街最大的楼，再刺块玉笔牌匾，铁公鸡们准乖乖掏钱。批，再刺块金字招牌“大钱皇家百货”。哼，什么破店这么大口气？本夫人倒要进去看看。就是，我倒要瞧瞧能有什么稀罕物。进来了就别想空着手出去。这味道。比宫里御用的早稻好了何止100倍！这是我，连鬓角碎发都看得一清二楚。宋王妃，香皂怎么卖？我全要了。香皂今日限量50块，穿衣镜统共3面，价高者得。我出1000两，1500两，能让不能上李世家的抢去。现代奢侈品的套路对付这些贵妇就是降维打击。昨天还哭穷，今天抢镜子恨不得把私房钱全掏出来。马儿，这是多少钱啊？乖乖，7天狂揽了38万两白银，这帮老顽固的私房钱还真是不少啊！跟皇上哭平，给小老婆买镜子倒叫是阔绰。那明儿个俺就拉进宫去。明天一早你带着车队浩浩荡荡送进宫。哎，7天，38万两。皇叔，这钱你们留着，回江南治理临江府正是用钱的时候。陛下，马儿说了，这钱是给北境将士的。朝廷用钱之急，宋家不能拿。好，那朕收下，军饷棉衣粮草立刻发往北境，国库竟还结余不少。永安立了大功，我库房里少了整整8000两，8000两就换了这几块破香皂和一面镜子。我家更惨，那个败家娘们花了1万两抢了面大镜子，说是不能让王家压一头。咱们一群老狐狸竟当风城最肥的猪给宰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宋小满有陛下和镇北王护着，明着动不了，那就从宋三郎身上下手。怎么说？找几个绝色美人塞进王府，那乡下木匠尝了甜头，粗鄙农妇李氏必定闹翻天。夫妻一离心，后院起火，看他们还怎么张狂。镇国皇叔刚搬入新府，臣等特来道贺。这2位姑娘精通琴棋书画，正好留在府上伺候王爷起居。京城的大官哪个不是3妻4妾？当家的现在是一字兵监王，纳妾恐怕也是早晚的事。他若是点头，我宁愿把旧衣裳打包，带小妹回清水村种地去。娘，您干嘛去？您别听他们瞎咧咧，宋叔绝对不是那种人。这帮老狐狸被我的大钱皇家百货坑了钱，不敢明着报复，竟想塞女人进来从内部瓦解宋家，蠢得可笑。娘，您就把心放回肚子里。我爹要是能看上这种风吹就倒的白骨精，我宋小满的名字倒过来写。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王爷，您日理万机，身边没个体贴人怎么行？这2个丫头是极品，最会伺候。这群家伙竟是来给我塞小老婆，给我媳妇添堵的。您看这聘，给老子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打了半辈子家具，只认一个死理，一根笋头他就只能配一个毛眼儿。我宋三郎这辈子只要我这糟操妻李氏一个人，谁也别想来沾边儿。谁要是再敢往我府里塞这些污擦糟的人，让我媳妇儿掉一滴眼泪，老子下一斧头劈的就是他的狗头。滚！老爹这物理级打小三的手段简直太帅了，点1万个赞。好一个榫卯之礼！皇叔这般坦荡护短的品性，
朕这后方可算是彻底无忧了。若不是王妃提前告知要给贝族人压缩赶粮和御寒团烈酒，咱们这8万人怕是连落霞关城墙都摸不到。过了这条庭河就是落霞关，过了这条庭河就是落霞关，那是我父兄惨死，10万萧家军全军覆没的炼狱。大钱是死绝了吗？竟然派萧家那个乳臭未干的黄马小子来送死！萧景恒，你老子和大哥的尸骨都被野狗啃干净了，你既然赶着来投胎，本汗今日就成全你！将军，下令吧，给老王爷报仇！这8万大军是我最后的底牌，绝不能被仇恨冲昏头脑，做无谓的消耗。前军列阵，3段击准备，放他们过河，半渡而击。放箭！我的胸口拔不出来，就箭出来啊！那是什么妖剑？不行，大钱军心大振，必须在阵前立威。巴图，去给我把大钱将领的脑袋拧下来。是，大可汗。大钱的2脚羊，谁敢来送死？去你的！大壮，敢杀俺的兄弟，敢吓唬俺妹夫，俺敲碎你这蛮子的天灵盖！找死！给俺碎！全军冲锋，杀！全军冲锋，杀！哼，正面不敌又如何？我已派出5万新兵绕后，定要切断你们的粮道，把这8万人活活冻死、饿死在冰原上。报，北蛮5万骑兵引发雪崩，截断落霞关后方回阴谷粮道。北境大雪封山，大军仅于11日口粮。好个狡诈的北蛮大可汗，正面打不过，竟用这等断子灭孙的阴招。下去吧。是。大雪封山，辎重车根本推不进去，就算现在筹集粮草，走到北京最少也要20天，大军撑不到那个时候啊。满儿，陛下，寻常粮草运不进去，那就不带寻常粮草。我要全京城所有的粮铺、点心铺立刻停工，全部按我的方子把糙米面炒熟，混入大量捣碎的和盐花生，加上重糖入油，用铁模子以1000斤重锤压实，这叫千锤酥。早年听海外商人说，这东西只有拳头大小，但吃一块能顶壮汉1天的消耗。还有蔬菜，全部切碎，架在火炉上极限烘干，做成脱水菜叶。这2样东西极轻极小，不占地方，用快马轻车，14天内绝对能送到。好，朕立刻调3000禁军接管全城作坊，日夜赶工。满儿，爹去，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受得了那北境风雪？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受得了那北境风雪？爹，这批干粮的吃法和分配只有我最清楚。北京的路线，皇上派了最精锐的影卫给我带路，我必须亲自把他带回来。婶子，宋叔，我也去。大壮哥还在饿肚子，我得去。主子，下令吧，再不杀战马，弟兄们今晚就全得冻死在这儿了。传令。将军，粮食来了！将士们，只要我宋小满还有一口气，大钱的国库不空，你们的碗里就永远有热汤。你疯了，你真是疯了！怎么，镇北王殿下，我这后勤大总管干得还趁迟吗？出发，攻打北蛮大军！滴血！主将身死，北蛮大军全线溃败，真想把你变小，拴在我的腰带上。少来这套！京城里还有咱们大把的产业和银子，我得回去盯着。你一个人留在北境，要是敢招惹什么草原公主，我若是多看别的女人一眼，就让我萧景恒万箭穿心。满儿，等我。满儿，等我。最多半个月。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江山以皇嗣为本，后宫空悬，国无储君，臣等惶恐不安。他们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孙女塞进皇宫，生下皇子继续把持朝政。此事容后再议。退朝。当初朕咳血的时候，他们避之不及。
如今朕做了这江山，他们倒是一个个上赶着来送女儿了。一群趋炎附势的墙头草，也配母仪天下？来人，备一套常服，朕要出宫。哎呦，陛下，皇叔免礼，快免礼。还是您这儿清静，朕要是再待在宫里，非被那群老家伙的唾沫星子淹死不了。堂堂95之尊，被逼婚逼得跳墙，你也算是古往今来一位了。永安叔，你们点子多，帮朕想个法子，把这群老狐狸的嘴堵上吧。陛下，这娶媳妇儿和打家具是一个理儿，外表刷再多金漆都没用，里头的木头要是烂的，这日子迟早得塌。那些世家女心眼太多，不踏实。皇叔说的极是，这有什么难的？陛下既然不想被世家掣友，就干脆彻底绝了他们的念头。永安有何高见？永安有何高见？立一个寒门出身，或者在乱世里有功勋的武将之女为后。您不是看好兵部尚书顾怀之家的那个女儿顾清欢吗？这顾姑娘不仅知根知底，主要是顾怀之的女儿。顾怀之早年就一直是自己的人，而且她不拘小节，心怀大义，有她坐镇后宫，绝对是您的一把好帮手。永安所言极是，既然要立后，自然要立一个能与朕并肩而立的女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尚书顾怀之之女顾清欢，文良敦厚，心系家国，特立为大前皇后。另外，即日起全面推行科举改革，凡我大前子民，无论寒门贵胄，皆可凭真才实学入朝为官。终于回来了，满儿，等我。朕北王万岁，大前万岁！阿秀，大壮哥，你快起来，大家都看着呢。阿秀，俺不懂那些弯弯绕绕，俺把蛮子打跑了，俺的军饷和战利品全在这儿。俺娘说了，好东西都要交给自己媳妇儿，你嫁给俺吧。宣北征将领觐见。封秦风为正三品威远将军，赏赐府邸宅院。臣信不辱命，边患已平，如今海晏河清，四海升平，理当交还陛下。臣前半生手上的血，洗都洗不干净，这后半生，臣不想再窝囊，臣只想陪着王妃回江南临江府去，安安心心的做个富贵闲人。你就算要去江南种一辈子地，这虎符你也得给朕死死的揣在兜里。这虎符你也得给朕死死的揣在兜里。只要你活着一天，这大前的兵马就听你一天差遣。调料撒匀点，别烤糊了。遵命，王妃。吃糖，我大哥娶新嫂嫂啦！好孩子，这是婶子用皇家百货赚的第一笔分红，特意去京城最大的银楼给你打的。以后你就是我们宋家名正言顺的长媳了。娘，阿秀啊，叔不，爹也没啥好送的。大壮睡觉不老实，你们的新婚床是爹用100年的铁木亲手打的，结实的很，随便你们怎么折腾。皇叔，今日没有君臣，只有家人。这样的烟火气，这样的万家灯火，才是拼了命也要坐稳那把椅子的意义。累了？不累，就是高兴。等回了临江府，咱们也补办，不请这些京城权贵，只请咱们清水村的乡亲们，好不好？好啊，一言为定。阿秀，俺去给你倒水洗脚。大壮哥，不用忙了。若是哥哥在天有兵，看到我如今不仅活下来了，还成了堂堂3品书人，一定会很高兴吧？大壮哥，我终于有个真正的家了。阿秀别哭，俺发誓，以后把命都给你。萧敬恒，你先让我洗个澡。萧敬恒，你先让我洗个澡。这古人的体力到底是怎么练的？简直就是开挂了。
京城虽好，但充满了束缚。爹娘的心里一直惦记着清水村，还有那些村民们。皇叔，景恒，陛下，这京城刚刚安定，你们这一走，朕连个能交付后辈的人都没有了。臣的刀已经替你扫平了外患，这朝堂之上的治国安邦，靠的是法度和人心，不再是杀戮。陛下，俺就是个木匠，这朝服穿在身上，连路都不会走了。俺们一家子还是习惯江南的水土，回去给您种地、打铁，保准让大钱的粮仓永远满着。咱们家习惯了自己动手，带这么多人回去，不仅要伺候他们，还平白多出几十张吃饭的嘴，太亏了。顾世伯，这大钱皇家百货的盘口，我打算全权交给您来打理。公主，这可是日进斗金的聚宝棚啊，您就这么撒手了？京城的水太深，我懒得费神，利润分配我都和皇上商量好了，1成归顾家作为辛苦费，2成入我王府，剩下的7成全部上交国库。公主高义，臣替天下数钱，臣替天下百姓谢过公主。什么高义？这是花钱买平安，拿2成干股躺着数钱，还能让皇帝和户部尚书死心塌地给当保护伞，这买卖简直赢麻了。朕北王千岁，皇叔千岁，公主千岁，公主千岁。哎呦，可算是出来了，还是这江南的风闻着舒坦，京城的官服穿着总觉得勒脖子，连喘气都不敢大声。可不是嘛，这大半个月没回去，也不知道我院子里种的那几垄秋菜长得咋样了。村长那个粗心大意的，可别忘了帮我浇水拔草啊。娘，您放心，等一垄岸，俺就去后山找张叔打铁去。这几天没抡锤子，俺浑身骨头都痒痒。景恒，清水村太小了，回去之后咱们要把这3县之地彻底打通。我要建一座集冶铁、农业、水利和商业于一体的钢铁堡垒。披上点吧。我哪有那么娇气？我只是在想，白修竹那只老狐狸现在估计正被那堆积如山的奏折烦得掉头发呢。大壮跟皇上说，京城的饭菜没有你做的好吃，京城的规矩勒得他脖子疼，他要回临江府当个护卫统领，闲了还能去后山抡2把铁锤。大哥看似憨傻，实则大智若愚。我看他是怕手握重兵，怕被人天天上折子。况且大哥的脑子本来就不够用，要是我们还不在京城，他指定会被人算计的。他这样主动放弃兵权，既保全了君臣情谊，也让人挑不出毛病。快看，是王爷和王妃的船，他们回来了。村长，哎呦，我的王爷，您可折煞老汉了！什么王爷不王爷的，回了咱这儿，我还是那个宋老三。去吧，遇上不听话的直接抄家，别跟他们废话。咱们封地不养闲人。跳！哎呦，我的老天爷，还是这身衣服穿着得劲儿。张叔，把俺的这斤大铁锤拿来，俺在京城这几个月，骨头都快生锈了。咱们现在手里有钱、有粮、有兵，临江府3县也成了咱们自己家的地盘。我宣布，临江府发展计划正式启动。第1步，修缮大运河支流，把咱们村的水路直接跟苍兰江主干要打通，以后咱们的货物可以直接上大船，卖到全大钱。第2步，扩建后山的冶铁高炉。张叔，我给你拨5万两白银，我要你把作坊扩大10倍。咱们不仅要打兵器，还要打最好用的农具。第3步，在临江府和清水村之间建立大钱最大的商贸互市，我要让全天下的商人都来咱们这儿进货。还有最后一件大事，咱们要建一座大宅子，咱们以后全都住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婉儿，你怎么了？是不是累病了？去府城，把最好的大夫给本王绑过来！去府城，把最好的大夫给本王绑过来，快！恭喜王爷，贺喜王爷，脉象如猪走玉盘，王妃这是有喜了。爹爹，果果。
小满，小满，来。景恒，你看，这天下终于如我们所愿了。是啊，多谢你，我的小王妃。满儿，这清水村的学堂都建好了，臭小子也该有个伴儿了。要不咱们今晚再努力造个小郡主？萧景恒，儿子还在呢。